你不要怪我，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继续勉强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是啊，你越来越忙，甚至忙到晚上都要住在公司。我每天要忙着公司发展，可是你却每天无所事事，只知道去桥下摆你那个破摊，忽悠老头老太太。公司的事你也不让我插手，我不摆摊，不是更加闲得没事做？可是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的吗？说我嫁了一个神棍老公。这么说，是我给你丢脸了。不过以后不会有人这么说你了。以前的事我不想说了，都过去了。这卡里有100万，你拿去做点像样的生意，不要摆弄你那个破摊了。再这样下去，你永远只能是一个废物。还有，家里那辆奥迪你开走吧，男人不能没车。不用。不要？那你以后拿什么生活？难道就靠你那个专门忽悠人的小破摊吗？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的事就不用秦总操心了。就在这时，一辆豪车呼啸而来。玉洁，祝贺你终于获得自由了。你怎么来了？今天是你离婚的大喜日子，我怎么能不来？这卡你拿去。不需要，我皮洋洋还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才能活下去。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倔？皮洋洋没有说话，准备离开。哟，这不是我们临江鼎鼎大名的神棍软饭男皮洋洋吗？皮大师，要不要给自己算上一卦，看看自己前途如何呀？我的前途不需要算，自然是一片光明。不过我倒是可以免费送你一卦，你印堂发青，3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闻言，花柳冰勃然大怒：你他妈的敢咒我！信不信由你。皮洋洋懒得废话，转身就走。这时，一个保镖挡在了他的面前。想走，花少是你能随便诅咒的。你们想干什么？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以前有秦小姐罩着你，现在你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就是个连狗都不如的废物。你说我们想干什么？说完，举起拳头就要动手。住手，花少，让他走。好，今天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他一马。不过以后要是再撞到我手上，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还不快谢谢花少？我谢他，谢他给我戴了绿帽子吗？闻言，秦玉洁气得面色煞白。没错，我是一直在追求玉洁，要不是3年前你突然冒出来，玉洁早就是我的女人了。从今天开始，玉洁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有多远滚多远，不要再靠近玉洁。祝你们幸福。前夫哥，走好。这时，一辆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一个绝色女子。她看了一眼皮洋洋手上的离婚证。你刚离婚，跟我来。不等皮洋洋说话，女子就拖着他往民政局里面走去，来到办理结婚证的窗口。我们结婚。皮洋洋直接愣住了，这算哪门子事？随便路边拉个人就结婚，还连介绍信都准备好了？小姐，你是不是搞错了？错不了，快点，身份证、户口本。你们真的结婚？还想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他找一个男人在你头上种草原，难道你甘心？皮洋洋想起秦玉洁的所作所为，不禁咬牙。秦玉洁，你视我如草芥，我亦可弃你如敝履。这婚我结了。刚才那个女的是谁？你不认识她？苏家的3小姐苏雪晴，现任苏氏集团执行总裁。她就是苏雪晴。她把皮洋洋拉进去干什么？能干什么？总不能是去结婚吧？难道是她摆地摊的时候骗过这位苏家3小姐？你都已经和她离婚了，还这么担心她？也是，日后她和我没关系了。那好，现在开始，你是我老公了，以后要恪守本分，不能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谁能相信，半个小时之内，他居然经历了离婚、结婚2件人生大事？走吧，他们肯定还在外面等着呢。我去，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先是和一个貌美如花的前妻离婚，反手又和一个天仙一般的女人结婚，这个男人我被楷模啊！现在的年轻人也太随意了，结婚离婚这么大的事，和玩过家家似的。果然长得帅的男人容易吃到软饭。前妻姐姐，你前夫现在是我的老公了，请你记住一句话，离婚了就别再来打扰我老公。皮洋洋，怪不得你这么爽快就答应和我离婚，原来他早就等在这里了。他不是也早就在等着你了吗？我们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难道只许你州官放火，不许我百姓典当？苏小姐，你是不是被这小子给骗了？他就是个神棍，靠着一张嘴胡说八道，欺骗老头老太太。我知道，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一个靠女人吃饭的软饭男。我愿意。花柳冰彻底凌乱了，他差点要抓狂。老公，我们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苏雪晴，你会为你今天的决定而后。苏小姐，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但戏我已经陪你演完了。你知道这是演戏？傻子也知道这是在演戏。不过不管怎样，我得谢谢你。说完，他准备要走。等一下，你还要做什么？你要去哪里？我去哪里和你没什么关系吧？有，你是我老公，而且你又这么帅，万一被哪个狐狸精给勾走了，那我岂不是吃亏了？皮洋洋凌乱了。他是认真的，我回去一趟，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回去是回你前妻家。皮洋洋点了点头。好，
我陪你去。万一你前丈母娘刁难你，我帮你把她对墙上去，让你前老丈人抠都抠不下来，只能干瞪眼。也不知道玉洁和那废物是不是真的离婚了。妈，你放心，这次我姐是动真格的，绝对会离。那可不一定，那废物软饭吃上瘾了，离开我们秦家，难道真靠那个破地摊忽悠人生活？他敢不离，我已经通知花少了。如果他真的敢不识好歹，看花少不打断他的腿。干得好，这下我就放心了。等那个废物滚出我秦家，我马上让花少来我们家提亲。对，我姐只有花少这样的豪门少爷才配得上。皮洋洋算是什么东西？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母子俩一唱一和，秦玉洁的父亲秦四海则坐在沙发上，眉头紧锁，似乎在担心什么。就在这时，秦玉宇的手机响了一声，他立即查看信息，然后惊喜说道：“我姐来信息了，离了。”真的？严金凤赶紧凑了过去，看离婚证都拍照了，假不了。太好了，这个废物终于从我们家里滚出去了。这时，一个佣人前来报告：“夫人，少爷，姑爷回来了。”什么姑爷？他已经和玉洁离婚了，以后不再是秦家的姑爷。走妈，我们去看看他还来做什么。秦玉宇有些兴奋，和严金凤就往外面走去。你还回来做什么？我来拿走我的东西。他对这一家人彻底死心。3年来，他任劳任怨，家里的事情全包了，但始终得不到一个好评。秦玉宇狠狠一脚踩在皮洋洋的皮箱上：“你的破烂玩意都在这里，不过你要拿走，得先把那100万交出来。”100万？什么100万？装什么装？我姐说了，只要你们离婚，她就给你100万。她答应了，我们可没答应。她是说要给我100万，但我没要。没要？你猜我信不信？你不信那是你的事，我真没要。你可以去问你姐。问她？我干嘛要问她？皮洋洋，你不要怪我们狠心，是你自己不争气。你看看玉洁，她马上就能谈成一个上亿的项目，你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你在她身边只会拖累她，拖累我们秦家的发展。要不是我，哪来的什么上亿项目？如你所愿，我已经离开秦家了。现在我只是想要拿回我的东西。你是一个男人，靠一个女人养活，不害臊吗？居然还拿走玉洁100万，你好意思？我真没拿。你没拿？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衣服，还整一个这么骚包的发型？你这是在向我们炫耀？他的衣服是我买的，发型也是我让人做的，这有什么问题吗？听到话声，母子2人这才注意到，不远处居然停着一辆跑车，一个美出天际线的女人正扭着腰肢向这边走来。不过我不是他朋友，而是他现在的老婆。秦玉宇的双眼都直了，看到苏雪晴的第一眼，他就惊艳到了，感觉眼前百花盛开，春意盎然。你是谁？苏雪晴，皮洋洋的现任妻子。好啊，皮洋洋，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前脚和玉洁离婚，后脚就勾搭上了一个小狐狸精，别的本事没有，勾搭女人的本事倒是很厉害。你说话放尊重点，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我老公前丈母娘的份上，信不信我抽你？你还想抽我？狐狸精，早就勾搭上我女婿了吧？秦玉宇，他想抽你妈，你还看着？妈，她是苏雪晴。我管她是雪晴还是雨晴，你去给我教训她一下，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勾引别人老公。妈，她是苏家的3小姐。什么苏家的3小姐？我说到一半陡然顿住，然后不可思议地看着苏雪晴。哪个苏家？秦家还有哪个苏家？当然是城南苏家了。苏家3小姐怎么和这个废物混在一起了？你骂我2句我能忍，说我老公是废物不行。苏小姐，我想可能是误会了，他就是一个只会摆摊忽悠老头老太太的神棍，在我秦家吃了3年软饭，你是不是被他忽悠了？那是你们有眼不识金镶玉，在你们眼里他是废物，在我眼里他是美玉。秦玉宇愣住了，这个废物姐夫这是走的什么狗屎运？可是他从玉洁手上拿走的100万应该还给我们吧？我老公说了，他没拿，那就是没拿。再说了，我苏雪晴的老公会缺钱吗？母子2人懵住，你看我，我看你。就在这时，严金凤的手机响起，手忙脚乱中，无意点到了免提。妈，皮洋洋要是回来拿东西，你们不要为难他，我给他的100万，他没要。现在听清楚了吗？记住，他现在是我老公了，希望你们以后不要骚扰他。随后，车子开出不远，停在了路边。怎么又不走了？还没玩够？什么还没玩够？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们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喜欢找人寻开心，我已经陪你玩了这么久了，你不累？你为什么觉得我是在玩？我会随便和一个男人玩出结婚证吗？皮洋洋懵了，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位苏3小姐究竟想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你不累，但我累了。随后，皮洋洋下车，拎着箱子打算离开。我们刚结婚，你就想抛弃我吗？
大小姐，你究竟要闹哪样？民政局门口那么多离婚的，你为什么就逮着我不放呢？苏雪晴没有回答。恍惚中，记忆回到了5年前，她和几个朋友在湖边游玩，不小心掉进了湖中。几个朋友都不会水，眼见她就要沉入湖底，突然，一个男子冲了过来，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湖水中，奋力将她救了上来。只是，当时她已经昏迷。从医院出来后，她到处寻找那个救了她一命的男孩，但等她确定救她的人是皮洋洋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秦家女婿。在得知皮洋洋将要和秦玉洁离婚的消息后，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给皮洋洋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于是，就上演了民政局的那一段。情况怎么样？新疆各论坛都在疯传苏总和一男子出双成对，并已四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不过，都说皮洋洋是被秦家扫地出门的软饭男，专门欺骗老头老太太的神棍。苏雪晴看向一脸懵圈的皮洋洋，不用管这些，把协议给他。是，苏总。随后，丽姐拿出一份合同，递到了皮洋洋面前。皮洋洋接过协议书看了一眼，啥？结婚协议书？皮先生，你不会认为你和苏总的婚姻是真的吧？我知道是假的，但既然是假的，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多手脚？皮洋洋将手中的协议书扔在桌子上，转身就走。等一下，苏小姐，戏我已经陪你演完了，你还想做什么？我想让你和我签订一份结婚协议。有意思吗？既然是假的，还弄这些做什么？我需要你做我1年的丈夫。你这是觉得我刚离婚，在你眼里就是一个笑话，所以和我开这样的玩笑？我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遇到了麻烦，需要你帮我。我为什么要帮你？我这么帮你，让你在你的前妻面前找回面子，还把你的丈母娘对到了墙壁上，你就不能帮我一回吗？好，我可以帮，就当还你人情，但总要先说清楚帮什么吧。还有，别提太过分的要求。首先，你对外界要承认你和苏总的婚姻，除了我们3人，不能让第4人知道我们之间协议的事。没问题。其次，在这1年协议时间内，你必须留在苏总身边，寸步不离。有意见吗？当然有。难道苏总洗澡嘘嘘的时候，我也跟着？那样会长针眼的。苏雪晴面上一红，没好气地说道：“想得美。”第3，如果有人要欺负苏总，你必须尽到一个丈夫该有的保护责任。我抗议。抗议？你还是不是男人？她不是我真老婆，凭什么要我保护？万一碰到个不要命的，那我还要不要命？多少男人拼了命都想要保护苏总，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你居然还这么怕死？废话，我又不是9命猫，小命丢了就没了，为什么要不怕死？我不会让你白签这个协议，协议期内，我每个月会付给你1万的工资。皮洋洋翻了一个白眼，1万？你觉得我会为了1万去和人拼命？谁说一定要拼命了？在清江，谁敢真的对苏总出手？那可不好说，万一遇到疯狗，被咬一口也是很痛的。那好，15000。皮洋洋毫不犹豫地伸出剪刀手。2万？你是苏氏集团的总裁，不能太抠。再说了，就凭我这颜值，2万不亏。皮先生，你不要不识好歹。苏雪晴伸出手摆了摆。好，就2万。还有一点，这1年你必须和我住一起。不是吧？还要陪住？你想什么呢？我住的地方房子多，我们1人住1层。那就好，要不然的话2万太亏了。苏雪晴一脑门黑线，真当我养小奶狗？我家里有保镖，而且丽姐也和我们住一起。皮洋洋转头看了一眼冷厉的丽姐，咕咚咽下一口口水。这娘们一看就不是善茬。那好吧，我可以走了吧？你要去哪里？我回家收拾一下。回家？你不是被赶出秦家了吗？狗还有个窝呢，我就不能没个家？你开我的车去，记得来接我下班哦，亲爱的。随后皮洋洋开车向城西老城区飞驰而去，来到一座看上去有些老旧的宅子前，皮洋洋伫立片刻，舒了一口气，走了进去。师傅，我回来了。当年您说我如为秦家女婿，终生不得打开木箱，如今我已经被扫地出门，特意前来当着恩师之面将它打开。他神情肃然，恭敬地磕了3个响头。师傅，现在我将打开这个箱子，请师傅护佑弟子早日修炼成功，不负师傅厚望。随后，皮洋洋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羊皮包、一个黢黑的小匣子和一本看上去透着厚重历史气息的蓝皮线装书《九玄玉清诀》。打开羊皮包，里面赫然别着9金9银18枚长针，这一套针正是他心心念念的9玄18针。片刻后，他拿起小匣子，缓缓打开，拿出一枚黢黑的戒指。戴上它，您就是九爷了。福伯，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是九爷？这个人叫福伯，以前是师傅的随从，师傅去世后，福伯便留在这里，守着这座宅子。
这枚戒指是九玄门门主的身份象征，在江湖上，九玄门门主被尊称为九爷。九玄门？这么说，我师父他是九玄门门主？他心中惊愕无比。他几岁就跟随师父，就知道他被人称为天阳上人，从不知道他居然还有这么一重身份。这是上人遗命，请九爷戴上戒指。皮阳阳眼神闪烁了一下，虽然心中很多疑惑，但他还是将这枚戒指套在了自己的手指上。只见福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恭喜九爷，从现在起，您就是九玄门第17任门主，以后福如海便是九爷随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皮阳阳吓了一跳，赶紧将他扶起。福伯，九玄门究竟是一个什么门派？天下奇门归九玄，一、五、玄、道、术包罗所有，为九玄门至尊。原来我师父这么牛逼，那为什么没人叫他九爷？九爷身份只有九玄门中重要人物才知道，你接任门主后亦不可随意泄露自己身份，这是门规。这么神秘，不会是怕什么仇家吧？怪不得这么牛逼的门派掌门，师父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过，原来还有这样的门规。只是师父身为九玄门门主，这么多年也没见他有多牛，就是医术高一点，打架厉害一点，而且可笑的是，为了给秦家改变气运，把自己的老命都给搭进去了。福伯，那这门派是不是很有钱？福伯微微一愣，随即拿出一封信递给了皮阳阳。徒儿，你与秦家3年缘尽，今日继承我衣钵，执掌九玄门。师父原来早就算出我在秦家只能待3年，就会被赶出来。我知道你心中有许多疑问，若要知晓答案，于今年8月15前往灵岛，一切自有揭晓。哦，对了，为师为了抚养你，一生辛劳，耗资巨大，迫不得已向灵岛岛主借了一点奶粉钱。你去灵岛时，记得帮为师把账还了。我去，不但没钱，还欠人家钱。他赶紧查看信封，见里面果然还有几张纸条，100页，这是借了一点钱。关键是纸条还有好几张，每一张上面所记录的借款金额都让他差点崩溃。师父哎，你老人家可真会坑人，什么奶粉能喝掉1000多亿啊？皮阳阳此刻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这么多钱，你让我拿什么还？正在绝望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请问皮神医在家吗？你是谁？找我什么事？你就是皮神医。我是姓皮。我叫顾天霜，我爷爷突然重病，我三叔让我来请皮神医前去帮忙医治。你三叔是谁？我三叔是顾志清，你认识吧？皮阳阳摇了摇头，他治过的人多了，怎么会记得每一个人？他是省城防卫营中的一个统领，说你曾经为他治过伤，所以才让我来找你。皮阳阳立马想到师父给他留下来的欠条。那啥，这个治病给钱不？顾天霜连忙不迭的点头。既然你都找来了，那我跟你去一趟吧。请上车。待车子走后，福如海站在院子中打了一个电话。上人，他已经戴上戒指了。这么说，秦家已经把他扫地出门了？是的，与您当年所算的完全一样，正好3年，1天都不差。好，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继续凡尘历练。记住，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还活着。我这边的事情还没处理好。那秦家的事情还管吗？当年我让那小子入赘秦家，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恩情。这小子当初就不情愿，现在既然是秦家不珍惜，那就是秦家无此复原。管与不管，由他去吧。我知道了。对了，这些年他几乎每天回来上香拜祭，还有他经常去罗汉山，像是在寻找什么。你不用管他，一切皆有缘法，该知道的时候他自然就知道了。挂掉了电话，福如海看着紧闭的院门，目光中金光闪烁，沉声自语：九爷复出，该通告天下了。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城东顾家宅院前。皮神医到了，带我去看看你爷爷。随后皮阳阳跟着他往宅子里走去。哟，顾天霜，这不会是你接来的神医吧？让开，他是三叔介绍的皮神医。三叔说他一定能救爷爷。他是神医？你见过这么年轻的神医吗？为了讨好爷爷，你可是什么手段都敢用。挡在他们面前的是顾家的大少爷顾天辰。可是他是三叔介绍的，三叔曾经受伤，就是他给治好的。那能一样吗？三叔是受伤，随便一个医生都能治好，爷爷可是重病，你觉得他一个江湖郎中能治好？江湖郎中？我说他是江湖郎中，那都是抬举他了。顾天霜一脸愕然地看向皮阳阳，皮阳阳却是不在乎的淡然一笑。顾天辰见皮阳阳并不辩解，以为他心虚了。我爸已经请来了真正的神医，现在正在里面给爷爷医治呢，这回估计都快治好了。什么神医？清江中心医院院长，有着国医圣手之称的李立夫。你们真请到李院长了？
这位神医，请哪来的回哪去吧。我顾家是有钱，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蹭油水的。顾天霜转头看向皮洋洋，露出为难之色。你说的是李立夫吧？救他，能救得了人才怪。你别为难了，我先出去，等会自然会有人出来求助我进去的。顾先生，您父亲的病恕我无能为力，还是早点准备后事吧。李院长辛苦了，我会让人给你送去谢礼。就在这时，顾天霜走了进来。大伯，我爷爷怎么样了？小双，你别太难过，你爷爷毕竟这么大年纪了。不，爷爷不会有事的。你不是请来了中心医院的李院长吗？难道他也救不了我爷爷？顾小姐，实在抱歉，我无能为力。对了，我三叔介绍了一位皮神医，说有他出手，一定能救我爷爷。我已经把他请来了。小双，我知道你对爷爷的感情，但李院长已经让我们为你爷爷准备后事了。顾小姐，你刚才说的是谁？皮神医？对，我三叔就是这么称呼他的。是老街口的那个皮神医吗？顾天霜有点懵，茫然的点了点头。他是老街口的。天啊，要是真的请到了皮神医，那你爷爷就有救了。顾志行也懵住了，刚还说要准备后事，这会怎么又有救了？别愣着了，皮神医一般不轻易出手，花钱都不一定能请得到。顾小姐，他人在哪呢？我是把他请来了，可是被顾天成赶走了。哎呀，那还不赶紧去请回来。小双，皮神医在哪？快带我去。啊，爷爷怎么样了？哼，等会再和你算账。院子外，皮洋洋依靠在车上，望着天空的飞鸟在发呆。皮神医，你还在？吓死我了！怎么样？是不是没有治好？他就是皮神医，是不是搞错了？李立夫没有理会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皮洋洋面前。皮神医，您还认识我吗？哦，是老李头呀，还有点印象。对，就是我。这位顾先生的父亲病重垂危，请皮神医务必出手救治。顾志行已经反应过来，虽然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怎么看也不符合神医身份，但他能受到李立夫这么尊重，说明肯定不简单。皮神医，请务必出手救治我父亲，不管什么条件，多少酬金，我顾家绝无二话。是吗？刚才我是被人赶出来的，如果就这么进去了，那我的面子是不是被人扔在地上，随便踩踏了？顾志行立即转头，冲着站在门口的顾天成怒喝：顾天成，赶紧过来向皮神医道歉。他能是什么神医？爸，你不要被骗了，这个人我认识，他叫皮洋洋，他还有一个师傅叫什么上人，整天给人看风水、问卦算命，老神棍一个。他也经常在天桥下摆摊，骗老头老太太，就是一个小神棍。你在胡说，我打断你的腿。好了，带我去看看病人吧。进入卧室，床上老者眼窝深陷，肌肤暗淡无光，气若游丝，若再耽误下去，恐怕他也无力回天了。老李头，你用的是天罡正气18阵。是，可是最后一针我不敢下了。还好你没下，否则的话，你这就不是救人，是害人了。顾家三人在一旁听着，虽然心中震惊，但没人敢开口。我记得之前就和你说过，天罡正气针法虽然对很多疑难杂症有奇效，但过于霸道，体弱者往往无法承受，让你慎重使用。看来你是忘记了。是，皮神医教诲，不敢忘记。皮洋洋捻起3枚金针，微微一震，嗡的一声，金针同时刺入老者体内，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龙息针法，好，我终于再次见到这种神奇针法了。这就是你常常说起的失传针法吗？10分钟后，皮洋洋左手一扫，收回3枚金针，老者忽然睁开了双眼。爷爷，你没事了？爸，幸亏小双请来了这位皮神医，要不您……我知道，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感谢皮神医，要不是你，老朽顾九州这条命就算交代了。没什么，以后出去吃饭多注意点就行。皮神医这话是病从口入，老爷子这病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郁积于肝，才致如此。人我已经救了，以后注意就是。我还有事，先告辞了。皮神医请留步，这里面是2000万，算作酬金。以后皮神医不管有什么需求，我顾家绝不会推辞。皮洋洋也不客气，伸手接过。谢了。天辰，你送一下皮神医。还是我去吧。好，你一定要把皮神医安全送到。混账东西，要是今天因为你耽误了救治你爷爷，我要了你的命。李院长，那皮神医是什么来历？说来话长，5年前我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人，用尽所有办法都没能治好，无奈之下只有去老街口请上人，谁知他不但轻松治好了那个病人，还指出了我针法中的缺陷。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吗？他叫皮洋洋。你认识他？当然认识，秦家的废物女婿，在清江鼎鼎大名。不知道三叔怎么想的，居然和李院长一样，也说他是神医。混账东西，再敢胡说，我打断你的腿！
李院长，他真结婚了？是结婚了，妻子是秦家的大小姐秦玉洁。哎，可惜了。皮神医，真的很感谢你救了我爷爷，你是我顾天霜的恩人，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我一定鼎力相助。不用客气，你们顾家已经给了酬金，不欠我什么。我爷爷的命可不值2000万。哟，这么会功夫，又勾搭上一个皮洋洋，你行啊！你难道不想向我介绍一下，这位又是谁吗？顾天霜看出气氛有点不对，抢着说道：“我叫顾天霜，你又是谁？”顾天霜，你来这里做什么？这是你和我结婚3年送给我的唯一礼物，你说这是你的祖传之物，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说完，秦玉洁将一枚玉坠递给了皮洋洋。看来你软饭吃得很顺手啊，那边刚把饭碗丢了，这边立即又端起了一碗，想必你是早有准备了吧？皮洋洋一脸淡然，但顾天霜却怒了：“你这人怎么可以信口胡说？”我胡说？他前脚和我们秦总离婚，后脚就跟你搅在了一起。我劝你还是把眼睛擦亮点，不要看他长得人模狗样就被迷了，到时候只怕你连哭都找不到地方。说完，秦玉洁和黄海荣扭头就走了。你把话说清楚。顾小姐，让你见笑了。刚才那个是你前妻，你真的刚离婚？我离婚没多久。你这么优秀的男人，他居然……没什么，顾小姐，请回吧。好，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苏总，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怎么了？你随便找一个男人领了证，这传出去对你的形象影响很大，只怕……这个男人我不是随便找的，他在5年前救过我一次。再说了，我和他只是假结婚。可是明天就是你和叶家少爷的订婚宴，全城皆知。如果叶家知道了这件事，会是什么后果？我管不了那么多，哪怕这世上没男人了，我也不可能嫁给叶风流。丽姐，不会这个时候你选择站在我的对立面吧？不会，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站在苏总你这一边。那就好，先把明天这一关过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希望明天的暴风雨不要来得太猛烈。这时，皮洋洋来到苏雪晴的办公室，苏雪晴立即洋溢着笑脸迎了上来。你回来了，丽姐，你带他去车库，让他选一辆车。是，苏总。皮先生，请跟我来。随后，皮洋洋跟着郑丽来到车库。皮洋洋双眼瞪大，车库里齐刷刷停着2排豪车。皮先生，请选一辆吧。有便宜点的吗？便宜的车就算有，也不能给你开。为啥？我想开便宜点的车都不行。你现在是苏总的老公，便宜的车不符合你的身份。再说了，你以后要负责接送苏总上下班，便宜的车你觉得合适吗？什么？你是说我以后要给你们苏总当司机？你不愿意，你可知道，好多人为了能当苏总的司机，可以分文不要。那是他们太傻。少废话，快选一辆。那还要我选什么？就他吧。你眼光真准，这是辆新车，刚提回来，没开几次。皮洋洋上了车，开出车库，直接开出城区，往罗汉山上开去。据师傅说，他就是被师傅在这山上捡回去的，当时他还不足5岁。我从哪里来？我的父母是谁？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起。皮先生，我刚得到消息，想冒昧确定一下。说吧。我听人说您离婚了，这是真的吗？打电话的人是清江赫赫有名的腾龙商会会长孟庆峰。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就为了这件事特意和我打这个电话。说完，皮洋洋就挂掉了电话。孟庆峰并没有因为皮洋洋挂掉电话而生气，反而露出一丝轻松的微笑。老孟，人家离婚了，你怎么还这么高兴？你知道什么？如果皮先生没有离婚，我就要看在他的面子上，在今年的招商会上给秦家1个亿的投资。那又怎么了？反正是投资，投给秦家有什么不好吗？秦家我还真看不上，要不是因为皮先生，秦家恐怕早就破产了。此时，罗汉山中，一个白发老者身旁站着一个容貌绝美的少女和一个面容坚毅、身如标枪一样挺立的年轻男子。爷爷，山里风大，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没事，爷爷还不至于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小妹，没必要担心，爷爷可是武者，就算年纪大了，身体素质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就你话多，你不知道爷爷身上的旧伤这段时间加重了。什么人？皮洋洋正往山上走去，一条人影飞扑而来，他本能地往旁边躲开，看向袭击自己的年轻人。是个练家子。雷元，手下留情，不要硬拼。老者清楚自己孙子的功力，就算是武者，也断难挡住他的一掌。只听轰的一声闷响，站在10米外的老者和少女都感觉到了空气激荡，两人心中大骇。那人被雷元打中，只怕已经骨断筋折了。
雷源说了让你不要冲动，你就是不听，万一伤及无辜。老者的话说到一半，忽然像是被人卡住了喉咙，站着的人不是他的孙子雷源，而是一个斯斯文文、英俊秀气的男人。这不可能，雷源可是武道高手，一般的武者根本挡不住他的一击。这个年轻人轻描淡写的一挥手，雷源居然都挡不住。雷源此时坐在地上，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天下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力量！爷爷，小妹，你们快走！香红去把你哥扶起来，他不是刺客，如果他真要杀我，就算我想跑也跑不掉。你究竟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这里又不是什么禁地，我为什么不能来？老夫雷霆，不知道小友怎么称呼？在下皮洋洋。刚才雷源多有冒犯，我代他向皮先生赔礼道歉。爷爷，你闭嘴！道歉就不必了，他也没伤到我。说完，皮洋洋转身就准备离开。小兄弟，请稍等。还有什么事吗？只见雷霆从身上掏出一张卡片递了过去。不知小友可愿交个朋友？此话一出，雷源和雷香红呆若木鸡。要知道，放眼整个楚南省，想要和雷家攀附关系的豪门世家，可以直接从这里排到城中心去了。自己的爷爷竟然这么低声下气的想要结交一个年轻人。交朋友？不好意思，我没兴趣。祖孙三人同时石化，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听到的最惊悚的一句话。这要是传出去，只怕会惊掉满城的下巴。你说什么？你给我站住！雷老先生，你那功法最好还是不要练了，否则终会伤及性命。此话一出，雷霆面色骤然改变，随即一声轻叹：小友能看出我身上的隐患，确实不简单。不瞒小友，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来到清江。可谁知道，因为此事来清江？此次前来是为了求见天阳上人。皮洋洋的眼中烁了一下。天阳上人？可是我听说他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上人高深莫测，又岂是我等世俗之人可以揣测的？我少年时曾受过重伤，是上人出手才得以活命。闻言，皮洋洋的眼神闪过一丝狐疑。你师父天阳上人的医术，当时就完全可以治愈，可是为什么要留下这个隐患呢？皮洋洋随即接过雷霆手上的卡片。你这伤也未必只有天阳上人能治。皮先生，我多处求医，一直没有好转，恐怕非上人出手才能有救了。皮洋洋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向山上走去。爷爷，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狂妄之人，居然不把我们雷家放在眼里？你哥哥都挡不住他的随意一招，足以证明他的实力。这种人就算狂妄，那也是因为他的确有狂妄的资本。雷霆叹息一声，可惜我雷家无此福缘结交此人。下山吧。爷爷，既然天阳上人已经不在了，要不我们回省城去吧？不，明天是叶家的订婚宴会，我既然来了清江，那就顺便去一趟。区一个叶家，也值得您亲自去捧场吗？您可是风雷堂堂主，就算省城豪门都没有这个荣幸。叶家毕竟是清江第一家族，这些年来，叶家家主多次求见于我，想要拜在我雷家门下。明天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叶家是否有这个资格。山顶，皮洋洋闭目冥思，在他的手中紧紧握着那枚玉坠。按照师傅的话说，这枚玉坠是在捡到它时身上唯一的东西，应该是他祖传之物，也是他身世的唯一线索。他的脑海中一直在回旋信上的那句话：8月15前往领导，一切自有揭晓。领导又是什么地方？师傅为什么要我去那里？他为什么会欠领导岛主1000多亿的奶粉钱？随后他从身上掏出那本九玄玉清诀，看了一会，他渐渐入迷。师傅留下的这九玄玉清诀还真是好东西。苏雪晴的家在云顶花园高档别墅小区内，她并没有和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一栋别墅。他叫皮洋洋，从今天开始他就住在这里。家里的事情你们谁也不要在外面乱说，包括我的父母家人。是，小姐。你住2楼，我和丽姐住3楼，记住，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踏上3楼一步。放心，我对你没兴趣。没兴趣最好。晚上，皮洋洋懒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苏雪晴走了过来，还看？都几点了，不早点睡觉？怎么要一起吗？做梦？我还以为你是在等我一起睡呢。少废话，记住，明天早上9点，你必须去清江国际大酒店抢亲。抢亲？听到这句话，皮洋洋顿时呆若木鸡。你是我老公，明天别人要和我订婚，难道你愿意？你究竟想玩什么？先是被莫名其妙的拉去领了结婚证，这回又说明天要和别人订婚，这女人拿婚姻开玩笑。哎呀，你这么聪明，怎么会不明白呢？你不想嫁给那个人，所以你才拉我演了一场戏。明天你订婚，让我去砸场子，没错吧？对，还是我老公聪明。这事我不干。为什么？这太危险了，谁知道你那个未婚夫是什么玩意？万一我去抢亲，
被他们打死了，那我找谁申冤去？行，你不去也行，我会自己跑。反正我有结婚证，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结婚证亮出来，还说你是为了我才和秦玉洁离婚的，现在又不管我了，渣男！郑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客厅，皮洋洋懵了，不明所以。我怎么就渣男了？你说，到时候他会不会找你麻烦？我家的人会不会找你麻烦？皮洋洋的脸色都变了，一阵红一阵白。忘记告诉你了，明天和我订婚的是叶家大少爷叶风柳。皮洋洋的面色更加难看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叶家？清江第一豪门，还是有名的武学世家。要是知道是他撬了叶家大少爷的未婚妻，那叶家不疯才怪。我和你是假结婚，我可以和他们说清楚。谁信呢？你今天晚上住我这里，好多人都看到了，明天这个消息就会满城飞。说完，他走到皮洋洋身边，往他身上微微一靠，咔嚓，郑丽干净利落地拍下了他们的合影。你难道不怕？你可是女的。我为什么要怕？只要不让我嫁给叶风柳，我做什么都敢。疯了，疯子，你就是疯女人。你是男人，不会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吧？你可别忘记了，秦玉洁已经在你头上种过一次草原，难道你想让我再给你种一片？皮洋洋此时有一种上了贼船无法下来的无奈感。可是当时你也没说要做这样的事啊。就这一次，我又不会经常让你去抢亲。行，不过事先说好，就此一次啊，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我可不管。这才是真男人。我当然是真男人，不过这是合同外的，要加钱，加1万5000，真抠，就5000。好，5000就5000。小姐，他靠谱吗？那毕竟是叶家，他会不会吓得半夜溜了？有熊大熊二在，他跑不了，而且他也不会跑。为啥？难道他真的打上你的主意了？想什么呢？他贪财，你没看出来吗？而且他刚被秦家踢出来，1毛钱都没有，怎么可能舍得我这里2万1个月的工资？那倒是，只要有钱就能拿捏住他。我来接我老婆回家。你是谁？在下皮洋洋。这小子是谁？你们苏家怎么解释？先晴，你这是干什么？爷爷，对不起，我早说过，我不会嫁给叶风柳，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说完，苏雪晴拿出结婚证，高高举起，我已经结婚了。皮洋洋就是我老公。看到苏雪晴手上红红的结婚证，所有人都呆住了。苏雪晴的父亲苏志文满脑门冷汗，冲着叶天雄微微躬身：“叶老爷子，这肯定有什么误会，这不可能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结婚证都有了，都同居了，难道还是假的？你当我老眼昏花，还是老糊涂了？堂堂叶家，清江第一豪门，居然被人当众这么羞辱，叶风柳的脸已经彻底扭曲。苏雪晴，你行，敢和我抢女人，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叶风柳，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我要是不废了他，我叶家的脸面往哪里放？我叶风柳的脸面往哪里放？不知死活，居然敢和叶少爷抢女人！废了他都是轻松的，我看就应该丢进清江喂鱼。真以为自己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看看自己得罪的是谁？不对啊，不会是因为苏小姐她才和秦玉洁离婚的吧？我去，长得帅居然可以这么玩吗？苏小姐是怎么想的？叶少这么优秀的男人她不选，偏偏选择一个结过婚的废物男。疯了，不是苏小姐疯了，是我要疯了。叶老爷子请息怒。这个人是顾天霜的大伯，顾家现任家主顾志行。皮洋洋救了他的父亲，这份恩情于顾家而言天高地厚。顾家主，你有什么话说？难道你要为这小子求情吗？老爷子，今日之事确实是他们不对，不过现在事实已成，苏小姐和这位皮先生已经领了结婚证，是合法夫妻，所以顾家主，你这是什么意思？苏家与我叶家婚约又不是今日才公布，早在月前请柬就已经送到你手上了吧？现在他们这么做，分明就是在让我叶家难堪。晚辈斗胆恳请叶老爷子息怒，让苏家和皮先生正式向叶家道歉，并赔偿一定损失，以挽回叶家声誉。老爷子您看，你请求？你凭什么请求？苏家给了你什么好处？实不相瞒，我顾家欠了皮先生一个人情，老爷子您能不能看在我顾家的面子上，暂息雷霆之怒，将这件事和平化解？你这是要拿你顾家来压我叶家？我告诉你，就算你顾家老三是省城防卫营统领，我叶家也不惧。今天这件事，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老爷子，我没有要压你叶家的意思。别说了，不要逼着我叶家和你顾家翻脸。顾志行愧疚地看向皮洋洋，无奈地摇头叹息了一声，但皮洋洋却冲着他微微一笑，神情平静淡然。就在这时，一个中年胖子语气冷厉地说道：“哼，
竟然敢砸叶家的场子，我看你是不知死活！别说叶家不会放过你，我霍家也不会答应。此人是霍家家主霍德明，刚刚接手霍家。霍家在清江，也就是一个二流家族。霍家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唤？小子，你太狂了，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告诉你，得罪叶家，清江就不会有你的容身之地。是吗？难道这清江都是叶家的？你现在赶紧跪下，给叶少道歉，给叶家道歉，或许还能保住你的一条狗命。让我下跪，你还不够格？那加上我魏家呢？魏家与霍家一样，也是2线家族。这老者就是魏家家主魏奎阳。就凭你们，自己觉得够吗？有意思，既然你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那加上我花家，应该够了吧？花家，皮洋洋想起了花柳冰，那个一直纠缠自己前妻秦玉洁的花家少爷。怎么，花家也要给叶家当狗了吗？我看你是真的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的双腿给我打断，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下跪。随着他的话声，2个壮汉立即出现在皮洋洋面前。你们想干什么？苏雪晴，你想让苏家万劫不复吗？这小子就是该死，你还护着他干什么？他是我丈夫，我不许你们碰他。皮洋洋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见他那焦急的样子，心中微微一动。住手！就在此时，一声暴喝传来，震得在场所有人耳膜生疼，所有人吃了一惊，转头看向门口，只见一位老者和一对年轻人向宴会厅中走来。这是什么人？居然敢来管叶家的闲事？不认识，不过看他们穿的那样，肯定算不上什么人物。你们是什么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就这么随便闯进来？这不是什么龙潭虎穴吧？我不能来。说完，雷霆目光便落在皮洋洋身上，看到皮洋洋手指上那枚漆黑的戒指，随即目光一凝，浑身一震。他竟然是九爷！九玄门门规，任何人不得泄露九爷身份，违令者杀无赦。哼！我劝你们最好马上离开，不要惹火烧身。雷霆目光一冷，宛如刀锋般在霍德明身上一扫。惹火烧身？少废话！你们如果再不出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霍德明一脸阴狠，摆了摆手，随即2个壮汉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我听说今天是叶家的订婚喜宴，特意赶来祝贺，这就是叶家的待客之道吗？霍德明一愣，不敢轻举妄动，狐疑地看向叶天雄。老夫叶天雄，请受老夫眼拙，不知你是哪一位？不过今日喜宴怕是吃不成了，请回吧。他一心想要结识雷霆，不料真神站在面前，他居然不认识。搞半天是来蹭吃蹭喝的，赶紧滚蛋！不要在这里妨碍叶家办事。你算是什么东西，也敢这样和我说话？霍德明冷哼一声，一脸傲然地说道：霍家家主霍德明，香红，给你魏叔打个电话，我要让清江霍家在半个小时内破产。听到雷霆的这句话，霍德明先是一怔，随即爆出一阵大笑。你当你是谁呢？半个小时让我霍家破产，真是可笑。我看这老头就是来搞笑的。这么大口气，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爷爷，电话打完了，希望等会你还能笑得出来。哼，我看你就是在装神弄鬼，不用管他们，先把那小子的双腿打断，给叶少出一口气。不着急，我倒要看看他们想要玩什么花样。是，老爷子，你们为什么要打断他的双腿？今日是我孙子与苏家孙女订婚仪式，可是这小子前来砸场子，说我苏家孙女是他妻子，这是对我叶家的羞辱，断他双腿那是轻的。哦，看来我是错过一场好戏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来看我叶家笑话的吗？叶家，我劝你这件事到此为止。我看苏小姐手上拿着结婚证，那他们就是合法夫妻。你算老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雷霆没有理会霍德明，双眼之中闪烁寒光，看着叶天雄。这是我给你的机会。笑话，我叶家不需要任何人的机会。雷霆冷然一笑，神情之中出现几分失望与鄙。就这样的叶家也想投在他雷家门下。就在大家认定雷霆只是虚张声势之时，一阵手机铃声突兀响起，霍德明赶紧接通电话，听了几秒，他的面色变得苍白。怎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所有客户突然提出停止合作，好几个股东要求撤出投资，还有我们的工厂也接到停业整改的通知。大哥，快想想办法，不然的话，我们霍家就完了。听着这些话，霍德明的双手颤抖，满眼惊骇地看向雷霆。大家都察觉到了他的异常，纷纷露出惊讶之色。不会是真的要破产了吧？这也太离谱了，还不到20分钟。霍总，出什么事了？霍家完了，叶老爷子，请您出手，一定要救我霍家。叶天雄心中十分震撼，他没想到雷霆说半个小时让霍家破产，
真的做到了。叶家只怕还没有这个能力。你究竟是谁？雷霆。叶天雄猛然一震，双眼瞪大。您就是雷老爷子。叶家主，你几次去我雷家求见于我，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认识？您真是省城雷家老爷子。在楚南还有哪个雷家？此话一出，叶天雄的面色巨变，肃然躬身，恭敬地说道：“老朽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雷老爷子驾临，多有得罪。”这一幕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堂堂清江第一豪门的老爷子，从来只有别人对他恭恭敬敬，什么时候见他对别人这么诚惶诚恐？叶家主，现在可以放过他们了吗？雷老爷子发话了，老朽自然遵从。这件事我希望到此为止。说完，领着雷元、雷香红往外面走去。雷老爷子，现在已经到了饭点，要不老朽去包间准备一桌酒宴？不必了。什么雷老爷子？他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闭嘴！今天这件事到此为止，你给我马上回去。我叶家是清江第一家族，凭什么要怕他一个省城来的老头？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打断你的腿！皮洋洋，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说完，头也不回的大步向外面走去。苏保国，今天的屈辱我叶家记下了。从此时起，我叶家与苏家势不两立，所有投资苏家的项目全部撤回。我魏家与叶家同气连枝，自此时起划清与苏家界限，退出与苏家的所有合作。一时之间，宾客中各大家族、各大公司的负责人纷纷表态，与苏家划清界限。完了，苏家彻底完了。这是你们苏家自作自受，我们走。皮先生，对不住，我没能帮上忙。没事，你已经尽力了。完了，苏家完了，我这是做了什么孽？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我这老脸往哪里放？爸，您是不是认识雷老爷子？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而且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想请他吃饭，他根本就不屑一顾。也许皮洋洋认识。他就是一个秦家的气婿，如果他认识雷霆这样的大人物，何至于被秦家赶出家门？你与叶风流的联姻满城皆知，现在你却搞出这么个事，难道不应该有个交代吗？就是太不懂事了，这么人心妄为，你就不想想苏家的死活？血清，给你爷爷还有二叔二婶认个错。你们觉得认错能解决问题吗？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挽回。如果认错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你说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我早就说过，你自大任性，不适合当苏氏集团的总裁。现在是不是印证了我这句话？二嫂说的对，苏雪晴过于自负，行事冲动偏激，确实不适合当苏氏集团的总裁。我知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很多人不服气。今天我又得罪了叶家，你们更加觉得我不应该再站着这个位置了。难道不是吗？今天你让叶家受了这么大的屈辱，如果你还继续担任苏氏集团的总裁，那叶家就更有理由针对我苏家出手打压了。对，苏雪晴不能再担任苏氏集团的总裁了。今天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求得叶家的原谅。苏雪晴，你仗着爷爷喜欢你，任性妄为，现在是该付出代价了。我看不仅仅是不应该继续担任总裁，还应该离开集团。这样的话，也许叶家的气会小一点。苏家的所有亲戚几乎都站在了侯赛花一边，纷纷谴责苏雪晴。苏志文一直板着脸不敢说话。苏雪晴是他女儿，出了这样的事，他也有很大责任。爷爷、二叔、二婶、小姑，你们都已经看到了，皮洋洋就是我的丈夫，我们已经领证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我所知，叶风柳对你可是一直很痴情。对我痴情，那只是因为他得不到，在你们面前装出来的罢了。就算我们联姻，你们觉得叶家会真心帮我们苏家吗？我们苏家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而叶家已经答应，只要你和叶风柳订婚，叶家就会注入5亿。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度过危机。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把整个家族置身险地。你这是对家族的不负责，也是对爷爷的不负责。对，解释再多也没用，现在叶家肯定会针对我苏家出手了。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当这个财吗？这个总裁，我当不当无所谓，反正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很多人都不服气，在工作上从来不配合。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独断专行，让我们怎么配合？你选择他，图什么？就是啊，他就是秦家的妻婿，除了一副好皮囊，一无是处。你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小白脸软饭男？二婶，请说话尊重一点。现在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我都认了。苏雪晴，你还真是好眼光，秦家不要的妻婿，你却当作宝贝，难道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笑话吗？谁爱笑话谁笑话，冷暖自知，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事已至此，你的确不再适合担任集团总裁。
自今天开始，你卸任总裁一职，暂时离开公司休息一段时间吧。好，我卸任。集团总裁一职由苏兴贤暂代，1年之内，如果能带着苏氏集团走出困境，便正式成为集团总裁。爷爷，我一定努力，不负爷爷所望，不负家族重托。等一下，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不合时宜的响起，所有人的目光落在皮洋洋身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难道你还嫌害我们苏家不够吗？一个只会靠着女人吃软饭的废物，真不知道苏雪晴是怎么想的，居然会看上你。虽然你与苏雪晴另列结婚证，但我们不会承认你是苏家的女婿。识趣的话，赶紧去把离婚手续办了。要不要离婚？你们好像说了不算吧？这得苏雪晴说了才算。哼，谁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骗得他和你领了证。你们想错了，并不是他骗我，而是我逼着他和我领证的。女儿，你糊涂啊！妈，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我必须自己做主。我知道，可是你就算不愿意嫁给叶风柳，也不应该找一个刚刚离婚的男人啊。他是刚离婚，但那不是他的错，你相信我，1年后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都回去，在这里还不嫌丢人现眼吗？等一下，我还有话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苏雪晴能拉来5亿的投资，能解决苏氏集团的危机，那么她是否能重新回到总裁的位置？皮洋洋，他要是能拉到投资，能解决苏氏集团的危机，还至于有今天的事？能不能？总得让人试试。如果苏雪晴拉来了投资，解决了苏氏集团的危机，那么总裁的位置是不是应该还给他？你以为集团总裁是过家家，说换就换，说还就还？老爷子，凡事都有万一，您说呢？好，我答应你，如果他真拉来投资，解决集团危机，我不但恢复他的总裁之位，你们的婚事我也不再反对。很快，酒店里就只剩下苏志明一家人和皮洋洋。皮洋洋，你凭什么代替苏雪晴做出这样的承诺？难道你还嫌坑我们家不够吗？老苏，事已至此，责怪还有什么用？你赶紧想办法，找你的朋友，看看能不能拉到投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赶紧离婚，然后我厚着脸皮去求叶家，看看能不能有转机。爸，我不会离婚，而且就算离婚，我也绝对不会嫁进叶家。你这是不把我们全家坑死不罢休。就在这时，沈怡的面色苍白，差点晕倒。苏雪晴一把扶住了她。妈，你怎么了？妈没事，就是心口有点紧。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吧。不去，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去医院也没什么用，回家休息着就行了。没事，不用去医院，妈的病不严重，回去后我给她施一次针，就会好很多。你懂医术？懂一点吧，以前跟着师傅学过。扎针，这能行？你看不起中医针灸？我不是看不起中医针灸，我是觉得你真的会吗？你放心，她可是我丈母娘，我要是不会，敢乱扎吗？扎坏了你不得找我拼命？那是不用脱衣服吧？不用。不是心脏病吗？难道隔着衣服扎？谁说要扎心脏部位了？说完，金针准确无误地扎入其手腕部位的神门穴上，随即又快速连下3针，分别扎入其手臂上的少海、内关、曲泽3处穴位上。只见一缕肉眼不可见的气流循着穴位、经脉缓缓向心脏流去。沈怡原本苍白的面色也在逐渐恢复血色。妈，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很舒服，暖暖的，也不心慌，也不喘了。看来小皮的确会针灸。没想到你真的懂医术。那当然，我懂得多了去了。医术只是我所有技能中勉强过得去的。切，说你胖，你还就喘上了。要是真有这么厉害的本事，怎么会被秦家踢出家门？10分钟后，金针起出，确实感觉舒服了很多，这比在医院打针吃药的效果还要好。您这心脏病本来也不严重，只要坚持治疗，是完全能治愈的。可是医院里的专家说，我这病只能手术治疗，而且还不能治愈，只能维持。那是西医的手段，他们只会这一套，哪里不行切哪里。其实中医才能治本。你说的是真的？我妈的心脏病真的能完全治好？当然，只要再扎几次针，然后我再给配几剂药，喝完就能完全恢复正常。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谢谢你。谢什么？我们不是一家人吗？咱妈的病，我自然要放在心上。这个男人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一无是处。我得赶紧回家去，你爸和你二哥在家我不放心。那好，让皮洋洋送你回去吧。小皮，你既然和雪晴结婚了，以后可要对她负责，那些不好的习惯该改的要改。我知道，我会认真对待的。雪晴现在已经不是集团总裁了，工作都没了，你有这么好的医术，以后可以开个医馆，我也不求你们大富大贵，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您放心，雪晴的挫折只是暂时的，她很快就会东山再起。就算真的没有机会了，那我也会养活她。那就好，希望你不要像传言那样
能好好生活。香红，你去一趟风雷堂清江分堂，告诉蔡文山，让他注意保护皮洋洋。爷爷，他对您这么无礼，你还这么帮他，还要保护他，为什么？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此时他的心中有些激动，他没想到新九爷居然就是皮洋洋，只是碍于门规，他不能当面拜见。是爷爷。有点意思，清江可能要变天了。皮洋洋把沈姨送回家，独自来到大排档一条街，碰到了顾天霜。顾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在等你啦。等我？对了，我知道你经常一个人来这里吃饭，所以就来这里碰碰运气。没想到你真的来了。我以前是经常在这里吃饭，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自然有办法知道。你可是堂堂的顾家大小姐，也受得了在这种地方吃饭？怎么都可以嘛？你这种大小姐，不是应该去那种高端餐厅吗？谁规定的？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有烟火味。那倒是。我请你，你想吃什么？来2串烤腰子，一个酸辣生蚝，再来个韭菜炒鸡蛋。你至于吗？什么至于吗？我有点心痛苏姐姐了。皮洋洋顿时明白过来，有些尴尬。你误会了。别解释，解释多了就是掩饰。你懂得还挺多的。今天你可是出了大名了，你不怕叶家报复你？怕？怎么不怕？你呢？怕不怕？我怕什么？你现在和我在一起吃饭，如果被叶家的人看到，你说他们会不会误伤？叶家是厉害，但不是疯子。我和你一起吃饭，他们就找我麻烦嘛。两人正在边吃边聊的时候，一个有着7、8分醉意的男人拎着啤酒瓶来到他们这一桌。美女，陪哥哥我喝一杯。滚开！飞哥，是不是看上他了？你们想干什么？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哥哥天天请你去大酒店吃香的喝辣的，就不用来这大排档了。说完伸手向顾天霜抓去，皮洋洋一把抓住了男子的手。哟，原来有个小白脸，这个小白脸只怕中看不中用，吃再多腰子也是废物一个。话音刚落，皮洋洋手上一用力，疼的男子龇牙咧嘴。你的手太脏了，小子不想活了是吗？敢对威哥出手？说完，返回自己的桌前，抄起一只酒瓶。只见皮洋洋拿起一根筷子甩了出去。小子，有种说出你的名字，今天我一定废了你！在下皮洋洋。就在他说出自己名字时，人群中一个看热闹的年轻人立即到一旁去打电话了。快走吧，他们叫人去了。让他叫，这种人不一次就把他打服，以后会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很烦人的。虾哥，是谁这么大胆子，敢打我兄弟？就是那小子。大虾摇摇晃晃走到皮洋洋面前，一脸不屑的上下看了一眼。小子，敢打我的兄弟，信不信老子叫你横尸街头？你是哪个堂口的？老子白虎堂的。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了？你哪只眼睛看得我害怕了？小子，够嚣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说着，目光落在一旁的顾天霜身上，随即眼眸中闪过一抹炽热。给你一个选择，这妹子跟我走，我可以只打断你的双腿，留你一命。他只怕你带不走，我的腿也没那么容易打断。既然你不知道好歹，那就怪不得我了。给我上，妹子送我家去，把这小子拉去神江。那些小弟早就跃跃欲试，闻言准备上前。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紧急刹车声响起。住手！紧跟着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嘿，老头，人挺多啊，在虾哥面前耍威风，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吃饭，那几个人来找事，没打过皮大哥，他叫来了这些人，说是要把我抓到他家里去，还要把皮大哥沉江。是吗？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敢这么做？识相点，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不然的话，你想怎样？不然的话，连你一块丢进清江里喂鱼。看来是我很久没在清江活动了，现在是个人就敢把人沉江了。老东西，你别在这里装大头蒜，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滚开，别妨碍老子教训那小子。阿龙、阿虎，去把他的牙拔掉，我倒想看看他没了牙还怎么说狠话。你们想干什么？敢碰我威哥，找死！阿龙、阿虎面无表情，完全无视几人的进攻，他们差点虾哥吓出尿。是谁给你的勇气？是小梁吗？大虾浑身一抖，双腿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你是蔡爷？没错，我就是蔡文山。扑通，大虾再也无法坚持，双膝落地，跪在了地上。不是说这世上只有软脚蟹吗？怎么这里跑出一只软脚虾来了？我去，这是蔡爷，怪不得这下算是踢到钢板了，居然惹到蔡爷头上了，还想让别人沉江，这下悲剧了。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又是什么人？我叫夏德利，他们都叫我大虾。行的，看在你还算识趣，今天就不太为难你。不过你敢对皮先生出言不逊，还威胁皮先生，小小的惩罚是要的。
带下去，废了他的双腿，算是小惩大戒吧。蔡爷，我错了，求蔡爷手下留情。随即，2名手下带着大虾消失在了众人面前。皮先生，这是我的电话，以后在清江不管遇到什么事，一个电话，老朽鞍前马后，绝不推辞。我不认识你，我叫蔡文山，以后您可以叫我老蔡。谢谢蔡爷，客气了，没别的事，老朽就告辞了。你居然还认识蔡爷？我不认识他，他是什么人？清江蔡爷啊，你不认识，那他为什么会帮你？我长得帅喽。这时皮洋洋的手机响起，是苏雪晴打来的。今天可是你把我从订婚宴上抢回来的，这个时候都不回家，不合适吧？电话接通，里面传来苏雪晴那怨妇一般的声音。皮洋洋顿时头大，有事？有事没事？你不应该回家吗？难道你刚把我抢回来，就出去和别的女人鬼混去了？皮洋洋顿时有些尴尬，就算没有开免提，身边的人也能听得到。好，我马上就回去。顾小姐，我得回去了，只能下次请你了。我能理解，新婚燕尔嘛，要不要让老板娘再给你一烤10串腰子带回去吃？你觉得我需要那玩意吗？我之所以点腰子，是纯粹好那一口。别解释，解释多了等于掩饰。我先走了。顾天霜看着皮洋洋离去的方向，显得有些失神，像是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看你憋着难受。苏总，我怎么感觉那小子不靠谱？他居然当着大家的面吹那么大的牛。他吹什么牛了？你不会忘记了吧？他说你能拉到5亿的投资，还能重振苏家。我正在头疼呢，当时我头脑发热，居然还答应了。你不怪他？我为什么要怪他？他当时也是见我被二叔、二婶他们逼得没有退路了，才这样说的。可是这5亿怎么解决？还限期半个月。怎么解决？只能我自己想办法了。苏总，你不会真的对他动心了吧？当初你可是说只是用他做挡箭牌，废掉与叶家的婚约。我和你说过了，他曾经救过我，我找他帮我，不完全是让他做挡箭牌。刚才四海投资的董事长童月打电话来说有兴趣投资苏氏集团，让我今天去翠微山庄面谈。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苏总，看来天无绝人之路。你陪我一起去，争取今天就把合作意向敲定。昨天还在为这件事愁眉苦脸，没想到一早上起来就柳暗花明了。你怎么不高兴？高兴，我当然高兴了。对了，四海投资是什么公司？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软饭男，连四海投资都不知道。他很有名吗？我必须要知道。四海投资是清江4大投资公司之一，是投资界的巨无霸。你们昨天不是说有叶家在，没人敢投资苏家了吗？这个什么四海投资，难道不怕叶家？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怀疑这件事的真假？那倒不是，就是好奇问问。我和童总曾经见过2次面，他这个人蛮真诚的，做事不拘一格。这次他肯定知道我们苏家的危机，所以他才会对这次投资感兴趣。那行吧，预祝你们今天谈判能成功。你又要出去？我约了一个朋友，说让我上他家去给他看看风水。看风水？你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你知不知道，别人都说你是神棍，是骗子。我纠正你一下，我不是把自己当大师，而确实是大师。世俗之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厉害，所以才会胡说八道诋毁我。我看你才胡说八道，就你还大师？你知道大师是什么段位吗？就连天龙山上的一尾道长都不敢自称大师。说了你也不懂，拜拜了你妹。你要出去可以，下午记得早点回来，送我们去翠微山庄。守着一个协议妻子，还要整天看着这里那张臭脸，真不爽。还不如去罗汉山上打坐修炼，免得虚度光阴。他刚刚开车出来不远，察觉到有一辆车从他出别墅小区，就跟着他的车了。小子，挺懂事啊，知道往这里带。看来你已经给自己选好了风水宝地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我？刚子，告诉他。小子，青龙会知道吧？这位是我们青龙会4大天王之一，方吉。没听说过，不过你这纹的也不好，像小泥鳅，要不改名叫泥鳅会吧？你敢侮辱我青龙会，你死定了！这么多泥鳅，一锅烩有点费劲。本来只想废了你双脚的，现在看来你是真的在找死。大哥，别跟他废话了，把他挖个坑埋了。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我的兄弟发起火来，我可管不住。说完，他双臂一摆，几个壮汉立即围了上来，虎视眈眈。等一下，现在求饶已经晚了，怪只怪你胆子太大了，演了不该野地。我说我要求饶了吗？是叶风柳叫你们来的。方琦虽然震惊，但他并不畏惧。好好活着不好吗？叶傻的女人你也敢抢？你说错了，是他想抢我的女人，我只是把我老婆领回家，他怎么可以颠倒是非？是仗着他家有矿吗？
如果你不想死，现在就自断双腿，立即滚出清江，或许叶少会给你一条生路。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凭你们这个什么狗屁泥鳅会，真能把我怎样？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清江企业的厉害。就算你成精了，在我眼里那也是泥鳅。你说这里是风水宝地，应该是早就看上这里了吧？大哥饶命，不想死那也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最好不要再来惹我，更不要打扰我的老婆。好好好，我一定把话带到。记住了，以后别跟我玩什么花样，不然的话，就算你藏进泥里，我也能把你挖出来，让你变成一条死泥鳅。皮先生，方便吗？方便？我怎么会不方便？那你能不能来一趟清江商学院？清江商学院？去那干嘛？昨天吃饭不是被人捣乱，没吃成嘛？今天我请你，你要是怕苏姐姐拧耳朵，那就下次。笑话，我为什么要怕她？哼，口是心非，不怕，你倒是来呀！我就在学校南门对面的咖啡餐厅里等你。好，你等着，我马上过来。他叫我去是想做什么？而且昨天不是刚见过吗？他看了一下反光镜中的自己，太帅了也累。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你看看这里，你还满意吗？你真的就是为了请我吃饭？他是谁？这位是我的朋友皮洋洋，这位叫李登高，中心医院综合部的主治医生。顾天霜，你是故意的吧？我请洋洋吃饭，恰好你也要来，我就一起请了呀。这花送给你。我这几天对花粉过敏，赶紧拿开。要不要去医院？我让人帮你检查一下。就你们医院那医术，我看还是算了吧。要检查我也得让洋洋帮我检查。他是医生，请问在哪个医院高就？是什么职务？我算不上什么医生，不过懂一些医术。不会是江湖郎中吧？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天霜，你怎么回事？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了？你们医院这么多专家都治不好我爷爷的病，但他给治好了，你凭什么看不起他？李登高噎住，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你是说你爷爷的病是他给治好的？这怎么可能？你的意思是我在说瞎话？不是不是，就算是他治好的，那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凑巧了。你的意思是说我爷爷是死耗子？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打个比方。闭上，闭远也不行，那是我爷爷，你敢拿他开玩笑？你赶紧走，我不愿意看到你。小双，别生气了，李医生这么厉害，肯定碰到过不少死耗子了。天霜，这话你拿远点，不要就丢垃圾桶里去。他到底哪里比我好？我可是优国名牌大学留学回来的，他就是一个江湖土郎中，你为什么就看不上我？我看得上看不上，和学历没关系，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我李家是医学世家，在清江也算是声名显赫，而他算什么？不过是一个软饭男，小白脸。我不许你这么说他，我告诉你，他可是我爷爷的救命恩人。他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什么事？他刚离婚，就和苏雪晴领证结婚了，还大闹叶家和苏家的订婚宴会，搞得满城风雨。这我当然知道，这才是一个爷们该干的事。你什么意思？明知道他和苏雪晴领证了，你还和他在一起？结婚了不是可以离吗？他又不是没离过，说不定没多久两人离了呢。皮洋洋闻言顿时一脑门黑线。这妮子这么狠，我才结婚就想着要我再离婚，我就这么蠢吗？幸好是假结婚，这要是真的，那不是太晦气了。疯了，你完全疯了！要是你家里知道你这么乱来，肯定会被你气死。那是我家的事，就不劳烦你李医生费心了。英阳，昨天晚上的腰子给力吧？要不我再给你点一份爆炒腰花，还点一份西兰花，据说这东西也能补肾。你们吃吧，我走了。你不吃，我们吃，慢走不送。吃完饭，皮洋洋刚到车子面前。你想干什么？你算是什么东西，也敢和我抢女人？我想你还没搞明白，顾天霜根本不喜欢你，甚至很讨厌你。秦玉洁和你刚离婚，你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勾上了苏雪晴，现在又来勾引顾天霜，你就是个混蛋渣男。就算没有我，顾天霜一样对你不屑一顾。好，你有种，今天你我之间必须有个了断。你想怎么了断？就凭这几个歪瓜裂枣，敢不敢和我去个地方？走吧，带路。很快来到一栋烂尾楼里，这里早已经停工，空荡荡的一片。小子，你有种，还真敢来。地方不错，在这里就算我把你干掉，也不会有人知道。你那手指怕连手术刀都拿不稳，还想干掉我？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从此以后远离顾天霜，我可以不为难你。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要找我，我有什么办法？真以为小白脸这么好当？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今天我就送你上路。随即一摆手，几名小弟围了上来。
大哥，少跟他废话。这样的软饭男，只有打断他的双腿，才会知道软饭不是那么好吃的。看到眼前的一幕，黄毛足足愣了10几秒，这才回过神来。一起杀，给我干掉他！小子，今天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你惹不起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很多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你不要乱来，否则的话，我李家不会放过你的。威胁我？你觉得我会怕吗？黄毛哥帮我给了你钱的。大哥，我是被这小子骗了。他说的自己多可怜，没想到是一厢情愿，居然想要敲大哥你的墙角。算了，这小子这么不要脸，大哥打算放过他。这种自以为是的废物，教训教训就行了。就你这德行，也想敲大哥的墙角，以后离那个女的远一点，否则的话，我见你一次修理你一次。丽姐，你等会儿进去后，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就拨通我电话，记住一定要静音，什么也不用说。你有病吧？能有什么异常？再说了，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拨通你的电话有什么用？还不如直接报警。报警？你觉得他们快还是我快？神经过敏，我们是去谈合作，又不是去赴鸿门宴。有备无患，你不是说你漂亮吗？不怕被人把你给咔嚓了？什么咔嚓了？你会不会说话啊？丽姐，听他的。请问是苏总吧？我是苏雪晴。苏总好，我叫许大茂，是童总的助理，他让我在这里迎接苏总。好，请许总带路。苏总久闻大名，今天冒昧邀请，还请苏总不要见怪。童总客气了，是我们冒昧了才对。您怎么会突然决定投资我苏氏集团？其实我关注苏氏集团已经很久了，你应该也知道，现在的投资环境不是很理想，我们每一项投资都必须慎之又慎。看来童总是费心了。早就听说苏总身边有一个得力助手，今天一见果然。童总过奖了。小许上菜，把我珍藏的康帝开一瓶。苏总可是我们的贵客，不能怠慢。童总客气了，不过我们俩都不会喝酒，您看。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吧？苏总可不能不给面子。这样吧，郑秘书可以不喝，你苏总多少意思一下吧。那好吧。不好意思，我先去一趟洗手间。来到洗手间，快速给皮洋洋发出一条消息，告诉他自己和苏雪晴所在的房间。同时，他把手机静音，拨通皮洋洋电话，装进口袋。郑丽回来后，酒菜已经上来了。童总，四海投资对我们苏氏集团的考察已经有结果了吧？要是没有结果，我也不敢请苏总前来。我们董事会已经通过了投资苏氏的提议，就等着和苏总敲定一些细节上的事项了。谢谢，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酒杯相碰，红月直接一口喝干，然后倒转酒杯向苏雪晴示意。苏雪晴一咬牙，也将这一杯酒一口喝了。好，苏总豪爽，不愧是女中豪杰。我再敬苏总一杯，祝苏氏集团在苏总的带领下再创辉煌。再创辉煌不敢说，能带着苏氏走出困境就不错了。我们这次苏氏的资金缺口有点大。不就是5亿吗？我知道，我们董事会通过的方案就是对苏氏集团注资5亿。真的？那可太好了。皮洋洋一直仔细地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声音，知道苏雪晴连喝了2杯酒。傻女人，我不能喝了。看来苏总是不胜酒力，我让人送去客房休息，等苏总醒了，我们再谈合作的事。你在酒里放了什么东西？这可不能乱说，这酒我也喝了，不是没事吗？送苏小姐去红楼客房。随后许大茂把郑丽推倒在地，架住了苏雪晴。你们要带她去哪里？她去哪里你就不要管了。你不能这么做，她可是苏家人。那又如何？苏家现在已经败落了，你以为还是以前的苏家吗？今夜之后，苏家将万劫不复。皮洋洋，你快来，他们把苏总抓走了。红月哈哈大笑了起来。苏总是没老子的份了，不过你也不错。就在这时，皮洋洋出现，说苏雪晴在哪里？我不知道。皮洋洋一把抓住他的手，只听童月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苏雪晴在哪里？在后面那栋红楼中。你不用管我，快去救苏总。苏雪晴，老子喜欢你这么多年，你从不正眼看我，居然在和我的订婚宴上和那个废物皮洋洋羞辱我。今天我给你准备了特别节目，我会把你的样子录下来，留给你以后慢慢欣赏。叶风柳，你怎么在这里？你就是个混蛋！我要让你知道，只要是我叶风柳看上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手。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传来，房门飞了起来。废物，你来的正好，反正你是绿毛龟，也不在乎多着一顶绿帽子。你找死！我看你才是找死。来人，把这废物给我绑了。不用白费力气了，他们已经听不到了。就算没有他们，
我要干掉你也是易如反掌。就这点实力吗？也敢胡作非为？皮洋洋，你不要以为那雷老头为你说了几句话，你就可以不把我叶家放在眼里了。以我叶家的实力，想要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我劝你先想想，现在你自己怎么保命吧。你想干什么？像你这样的肮脏之人，留在世上只会是祸害。与其留着你以后报复我，不如我现在就灭了你。不要杀我！一声惊恐的喊叫，伴随着一股黄色液体从叶风柳的裆间流出。就在这时，苏雪晴再次晕倒了过去。随后，皮洋洋抱起苏雪晴离开了这里。皮洋洋，总有一天我要灭了你。苏总怎么样了？他没事，只是昏迷了。我们先回去，我再给他醒酒。要不是这个软饭男，今天我和苏总会是什么下场？想想都后怕。谢谢你。不用，我是拿了苏小姐工资的，自然要保护你们的安全。等会儿我让阿姨熬一碗醒酒汤。醒酒汤没用，他这不只是醉酒，是被人下药了，给他扎一针就好了。我警告你，你不要乘人之危。我就这么想乘人之危的人吗？皮洋洋左手甩出一枚金针，扎在了苏雪晴的手臂上，接着一股真气涌出，灌入她的体内。昏睡中的苏雪晴缓缓睁开了双眼，她猛然坐起。你不要过来！苏总，是我们，这是在家里，你没事了。你怎么在这里？不是说了不让你上3楼的吗？苏总，这次不怪他，是我让他上来的。你让他上来？为什么？今天多亏了他，不然的话，我们2个都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多亏他。苏雪晴瞪大了双眼，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对，你喝了童月给你的酒，那酒里下了药，要不是皮洋洋，我们都完了。我想起来了，是叶风柳。叶风柳呢？我要杀了他。这一切就是叶风柳策划的。叶风柳居然这么卑鄙！我已经教训了叶风柳，他以后不敢对你怎样了。你现在比较虚，好好休息吧。说完，转身准备离开。谢谢你。不用，我拿了你的工资，这是我的本职。丽姐，吓死我了！今天要不是他提醒我把手机打开通话模式，要不是他及时赶到，今天我们2人都难逃一劫。他居然这么心细，什么都想到了。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是个废物。现在看来，我错了。不过他那痞子性格还是很讨厌。有人嘴上痞，但心干净；有人道貌岸然，但心里龌龊。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苏总，你不会是真的对他动心了吧？你是说打你的人是皮洋洋？对，就是他。我在翠微山庄休息，他突然闯进来，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一顿，还说要干掉我。元阳，咱儿子现在被人打成这个样子，手还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恢复，你一定要给他报仇。哼，那小子太猖狂了，真以为我叶家是好欺负的。大哥，小柳是在翠微山庄被打的，这件事赵金刚也有责任。说话的是叶家老五叶仁心。叶家一共有7兄弟，被称作叶家7雄，在清江赫赫有名。爸，五叔说的对，我是在他赵金刚的场子挨打的，这事他也有责任。好，明天我就叫上赵金刚，一起去苏家，我看苏家怎么交代。次日早晨，苏雪晴正在翻看笔记本，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你怎么不多休息一会？一大早在这干什么？已经过去3天了，资金的事还没有头绪，我必须尽快想到办法，找到资金才行。这个总裁位置对你这么重要吗？我不是在乎总裁位置，在乎的是苏氏集团的生死存亡。原来这个女人认真起来也一样没出天际线。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是不是我今天没化妆，很难看？不是，你化妆不化妆都不难看。只是不难看吗？难道你还看到过比苏总更好看的女人？不是还有12天吗？不要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说是很简单，可那毕竟是5个亿。我饿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就是个吃货，他昨天还救了你，你这样说不好吧？我说他，你不愿意了。走吧，去吃早餐。就在这时，苏雪晴的手机响起，她接通电话，听了几秒，神情立即改变。出什么事了？我爷爷叫我马上回苏家，说是叶家上门兴师问罪了，让我带着皮洋洋去解释清楚。叶家还有脸上门兴师问罪，真是臭不要脸！谁让叶家家大势大呢？在清江，还不是他们叶家说了算？那你打算回去？当然，我爷爷的电话，我怎么能不回去？昨天的事我还要找叶风柳算账呢。苏老爷子，你苏家打伤了叶少，这件事苏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苏家人怎么会跑去翠微山庄打人？误会，人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觉得这是误会？哎呦，疼死我了，我要死了！叶风柳立即配合地嚎叫起来，一脸痛苦。苏老爷子，你自己看看，我儿子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苏家难道不应该给一个交代？小柳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苏雪晴不愿意嫁给我儿子，
也没必要找人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啊。苏雪晴怎么会找人打叶少？这是不是搞错了？哼，打人的就是苏雪晴的姘头皮洋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他交出来，我叶家绝对不会罢手。你们是在找我？只见苏雪晴与皮洋洋、郑丽一起走了进来。看看你做的好事，苏家不彻底完蛋，你是不是就不会放手？小子，就是你在我翠微山庄闹事，打伤叶少的。你的翠微山庄？不错，我是赵金刚，翠微山庄的老板。你在我厂子里打伤了人，这件事不能就这么散了吧？正好你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你。你来我的厂子闹事，你还要找我？把你打人的事情说说，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要打人。我打人自然有我打人的理由，倒是你身为翠微山庄的老板，是怎么保证客人的安全的？你这是在质问我？赵金刚，是吧？苏小姐和郑秘书去你的翠微山庄谈业务，可是昨天晚上他们被人下药，差点被人用枪。你作为翠微山庄的老板，难道没有责任？一派胡言，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再说了，这事和叶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就是主要凶手。胡说八道！小子，我看你是真不知道死活。今天要是不给你一点教训，你是不知道马狼也有3只眼。让一下，听说这里有大瓜，怎么能少了我？只见一个女孩举着话筒走了进来。谁让你进来的？我叫欧阳燕，新疆卫视记者。听说这里有突发新闻，作为记者，自然有责任前来进行真相报道。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离开。你是不是忘记了，这里是苏家，主人都没说话，你凭什么越俎代庖，带主人赶客？对啊，苏家人都没赶我走，你们凭什么赶我？莫非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让我们知道的？好，你留下，不过你要据实报道。叶总，和他废什么话？这小子打了叶少，翠微山庄的保安可以作证，现在就看怎么处理这件事。对，严惩凶手，一定要还我儿子一个公道。这件事和苏家也有关系，苏家也必须跪下道歉。苏保国父子浑身一震，有些惊慌地看向皮洋洋。人是我打的，凭什么要苏家人下跪？好，你终于承认人是你打的了。皮洋洋，你别乱说。我没有乱说，当时我揍那个混蛋的时候，正好录下来了。赵金刚闻言，随即捧腹大笑了起来。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听说自己打人，向对方提供证据的。好，很好，看来你是承认打人的事实了。不就是收拾了2个混蛋吗？有什么不敢承认的？皮洋洋，苏雪晴急了，虽然她也觉得皮洋洋打的是混蛋，就这样公然承认，那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没什么，做人嘛，就得敢做敢当。恭喜苏家得此嘉许，看来苏家的未来可期啊！过奖，看来赵老板已经看出我的优秀了。顾天霜竟然让我来帮一个傻子。好好好，承认就好。你们苏家在订婚宴上用这个废物来羞辱我们叶家，昨天又怂恿他打伤我儿子，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苏雪晴而起。这件事是因我女儿而起，我代表她向你们道歉。道歉就完了吗？我们可以负责叶少的所有医药费，并赔偿一笔钱。你是认为我叶家缺钱，想要讹你们一笔？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苏家人全部跪下来，给我儿子磕3个头，向他道歉。叶元阳，你是不是过分了？这还不算完，在你们磕头道歉后，苏雪晴必须去我叶家侍候我儿子，一直到他康复为止。叶总说的没问题，苏雪晴去叶家侍候叶少，完全合理。雪晴，看来只能委屈你了。叶少的伤好了，你就可以回来了。是他叶风流想要害我在先，皮洋洋是为了救我而打人，想让我道歉，让我去侍候他，绝不可能。难道你要置苏家于危境而不顾？少废话，现在你们苏家人先跪下来给叶少道歉。你们凭什么让苏家人下跪？该跪的应该是叶家人，还有你，赵老板。叶先生，请问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你当时究竟经历了什么？皮洋洋在我的订婚宴上抢走我的未婚妻苏雪晴，就这样他还不愿意放过我，趁我在翠微山庄休息的时候闯了进来，把我暴打一顿。他在说谎，事情不是这样的。苏小姐，我看你对叶先生的陈述有不同说法，请问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当时我和苏总去翠微山庄谈投资的事，但没想到童月在酒水里下了药，苏总昏迷后被童月的保镖带走。欧阳记者，苏家人明显是在歪曲事实，你身为记者要懂得明辨是非。既然是纠纷，总不能听你一家之言吧？你说苏家人歪曲事实，那你又怎么证明叶少说的完全是真的呢？叶元阳噎住，面对欧阳燕的犀利提问，他哑口无言。不管怎么说，打人伤人就是不对。请问你当初为什么要打受害者？现在是不是已经后悔了？这人该打，撞在我手里了，我如果不打，那就是对不起天理。要说后悔，那确实有一点，那就是打轻了。你们都听到了，他是打人凶手，居然还说自己打轻了。皮先生，你说录下了打人的视频请问视频在哪里？谢谢你的提醒，你要不说，我还差点忘记了。
接着皮洋洋掏出手机，打开了从摄像机里拷贝来的视频。陆雪晴，老子喜欢你这么多年，你从不正眼看我，居然在和我的订婚宴上和那个废物皮洋洋羞辱我。今天我给你准备了特别节目，我会把你的样子录下来，留给你以后慢慢欣赏。听着视频中叶枫柳那猥琐下流的声音，现场所有人都傻了。怎么样？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我看皮先生不但没有错，还应该发一面见义勇为好青年的旌旗。当今社会实在太缺皮先生这样正义热血的青年了。丢人现眼的玩意，看你做的好事，今天回去后好好反省，没想明白前不许出门。被打的是我们的儿子，他的手都废了，难道打人的一点责任都没有？你给我闭嘴！记者同志们，今天这件事尚未完全调查清楚，不宜外传，各位辛苦，辛苦费我会马上送到各位手上。怎么，你这是打算封住他们的嘴吗？今天这件事肯定多有误会，我愿意和苏家私了。我孙女差点毁在你儿子手上，你说私了就私了，你忘了刚来的时候是如何咄咄逼人的了？只要苏家愿意私了，我叶苏两家的恩怨可以就此勾销。你要私了也不是不可以，让你儿子跪下向我孙女道歉。你不要太过分，让我们叶家人给你孙女下跪。不跪那就免谈。你叶家纵然是清江第一家族，但我苏家也不是好欺负的。看来你苏家是非要和我叶家死杠到底了，那咱们走着瞧。不跪也可以。欧阳记者，今天的采访晚上能上电视吗？新闻讲究的就是一个即时报道，都已经录制完成了，晚上就能上法制栏目，这没问题的。闻言，叶元阳气得差点吐血。这件事要是真的上了电视，那对叶家的声誉影响将无比巨大，甚至很可能引起叶家的震荡。我知道你们叶家势力很大，只手遮天。不过，如果我把视频提供给警方，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小子，你不要逼人太甚，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叶家。你不说话，我差点都把你给忘记了。你的山庄要是上了电视，是不是会更火爆？赵金刚顿时像是吃了一坨新鲜的翔，那表情难看到了极点。跪还是不跪？如果他跪了，那这件事能不能到此为止？当然，前提是你们不要继续搞事。我不跪，是他背着找这个废物来恶心我们叶家，凭什么让我给他下跪？混账东西，你自己干的好事，跪下！叶枫柳10万分的不甘心跪下，牙关紧咬。皮洋洋掏出他的手机，打开摄像模式，像是很专业的记录着。光是跪下可不行，道歉必须诚心诚意。道歉，对不起，这就对了，说明叶少还是有悔改之心的。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赵总，难道你觉得在你的场地发生了这样的事，你没有一点责任？苏小姐，对不起。对他们的态度满意吗？让他们走吧。欧阳记者，谢谢你们，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啊，那我可等着。雪晴，你受苦了，是爷爷误会了你。爷爷，这不怪你。小皮，谢谢你。没什么，既然我现在是苏雪晴的丈夫，我就应该保护她。爸，今天这件事，叶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只怕以后会麻烦不断。雪晴差点毁在叶枫柳手上，你不担心自己的女儿，却担心叶家会报复。可是苏志文嗫然不敢再多说什么。亏你还是雪晴的父亲，还不如一个外人。爷爷，他不是外人，他是我丈夫。雪晴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但身为苏家人，说出的话就得算数。爷爷放心，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拉来5亿资金。1周后，腾龙商会将在清江举行一场招商会，会选择一家公司进行投资，你可以去试试。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也是无意听到的。可是我连请柬都没收到，会场都进不去，哪有资格竞争投资？他话音落下的时候，一个佣人走了过来。小姐，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人，让我把这个给您。这是腾龙商会的请柬，他们邀请我参加招商会了。看着他那惊喜的样子，皮洋洋嘴角闪过一丝微笑，转身往餐厅走去。腾龙商会居然派人把请柬送到了这里，可见他们对苏氏集团还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好好准备，一定要争取让腾龙商会投资我们。与此同时，秦家也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花少，这真是腾龙商会的请柬。这是我爸找到腾龙商会的孟会长，问他要到的。这么说，我秦家真的也有资格参加这次招商会了？当然，而且我爸和孟会长说过了，极力推荐你们秦家，秦氏集团一定会拿到最少1个亿的项目。哎呀，现在我放心了，有花少在，我秦家真的就要飞黄腾达了。是啊，还是花少厉害，不像皮洋洋那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在家混吃等死。呸呸呸，好好的，你提那个废物做什么？晦气，玉姐你好好和花少处，他才是我们秦家最理想的女婿。皮洋洋，不要怪我，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的高度很快就会超出你的想象，我一定会超越苏雪晴，我秦玉洁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花少，谢谢你。玉姐，你和我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我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办到。你的头是怎么回事？怎么弄的？都怪皮洋洋那个乌鸦嘴，居然被他说中了。昨天我喝完酒回家的时候，脚下踩空了，一头撞在了台阶上，就变这样了。秦玉洁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离婚那天，皮洋洋说花柳冰会在3天之内有血光之灾，没想到真让他说中了。难道他真的会看面相？叔叔阿姨，今天难得高兴，我请大家一起出去吃顿饭。我就不去了，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们去吧。我今天有点头疼，也不去了。玉姐有事就让她去公司，至于那老头子，不用管他，他和皮洋洋一样，也是个废物。那好吧，我们出去吃。雪晴，你弟弟走丢了，我和你爸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妈，怎么回事？小哲怎么会跑出去的？兰姨去客厅接了个电话，你弟弟就偷偷跑出去了。妈，您别急，我马上去找，小哲不会有事的。眼瞎了，装我这衣服你赔得起吗？你赔我冰激凌，你装了老子，还要老子赔你冰激凌？兄弟，他是个傻子，傻子也得赔我衣服，要不老子把你丢垃圾桶里去。小雨，把他丢垃圾桶里去。放开我弟弟。姐姐，你没事吧？姐姐，他打我，还弄坏了我的冰激凌。你为什么要打他？苏小姐，误会，我不知道他是你弟弟。他做什么？他弟弟就是个傻子，明明是他先撞到你的。妈，她是苏小姐，有花少在，难道你还怕他？是他撞了我，这可是我新买的衣服，要他赔，这不过分吧？你要他赔衣服，那也不能动手打他呀。他和我胡搅蛮缠，我不打他，难道等着他打我？交给我来处理。有你这个废物，想要当英雄？给他道歉。皮洋洋，你疯了吧？你让我给一个傻子道歉，是不是给你脸了？敢这么和我说话？皮洋洋，你疯了？你忘记在我家白吃白喝3年了，白眼狼。这不是在你家，还有我在秦家并没有白吃白喝。你每天倒是在家做了不少家务，除此之外，你还做了什么？要不是我，你觉得秦玉洁能拿到1亿的投资吗？你那吹牛的毛病还真是一点都没改，那是花少拜托他父亲在腾龙商会会长面前求情拿到的。花少，那1亿的投资是你拉来的？没错，是孟会长看在我爸的面子上给秦家的。谎言被戳穿，是不是很难受？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幸好我家玉洁和你离婚了，他花家都要霉运当头了，你还想依靠花家飞黄腾达？那好，祝你如愿以偿。你这张乌鸦嘴，上次害得我真的摔破了头，现在又在胡说八道。别急，这只是开始。皮洋洋，你给我等着，我早晚要干掉你。皮先生，真巧，我们又见面了。你个老六，分明是在等我，是很巧。正好，我有些事想要和皮先生聊聊，不知道皮先生现在是否方便？好，我也正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你们2人去山下等我，我和皮先生聊会。属下风雷堂堂主雷霆拜见九爷。免礼。风雷堂堂主，你在九玄门中身份是不是很高？算不上很高，九玄门中高于属下身份的还有不少。那风雷堂是干什么的？风雷堂是九玄门设在楚南的一处江湖堂会，主要职责是均衡楚南各大势力。有个叫蔡文山的人，你认识？他是风雷堂设在清江的分堂堂主，不过他不知道九爷的身份，只是奉我命令行事。那在清江还有哪些是九玄门的势力？这个属下确实不是很清楚。九玄门门规森严，各分支门派只能管好自己的1亩3分地。又是门规，皮洋洋差点要抓狂，他感觉自己是个大冤种，天下第一穷门主，还欠着1000多亿的奶粉钱。不过九玄门势力渗透各行各业，根系庞大，只要九爷一句话，各分支门派定然遵命。算了，既然是门规，我身为门主，自然要带头遵守。九爷，要不我让香红留在您身边，做你护卫？不用，我不需要什么护卫。那好，属下就不勉强了。你走吧，以后如果我有需要，会联系你。第2天，皮洋洋接到了顾天霜的电话。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出什么事了？欧阳燕被人抓了，现在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赵金刚做的？皮洋洋没有回答，直接向门外走去。到了门外，他给蔡文山打去了电话。我是皮洋洋，我现在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他是清江卫视的记者，叫欧阳燕，照片我等会给你发过来。皮先生放心，只要是在清江地面，就算掘地3尺，我也要帮你把人找到。随后，皮洋洋来到顾天霜家，他正站在门口，神情焦急地等待着。皮大哥，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表姐。你报警和通知家人了吗？
我不敢，如果让我大姨知道，肯定会疯掉。我爸妈要是知道，也会打死我。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会找到你表姐的。随后，皮洋洋来到翠微山庄。赵金刚呢？让他滚出来！你是什么人？敢直呼我们赵总的名字？找死是吧？说，赵金刚在哪里？赵总今天没来山庄，他去哪里了？这个我真不知道，他是老板，平时很少来这里的。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废了你的腿。我是真不知道啊，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皮洋洋的手机骤然响起。皮先生，查到了，你要找的那个姑娘被人带去了城西废弃化工厂。找到了，在城西废弃化工厂。欧阳大记者，你还真是勇敢，叶家的闲事你也敢管，勇气可嘉。你们居然敢绑架记者赵金刚，你这是在犯罪！敢和叶家作对，你的记者证呢？被收回去了吧？你混蛋，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我是混蛋。等会你就会知道，我混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天道轮回，赵金刚，你坏事做绝，老天不会饶过你的。就在这时，皮洋洋赶到。赵金刚，你这是找死！皮洋洋，你以为自己能打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你永远惹不起的存在。这个世上也许有我惹不起的人，但绝不是你，也不是叶家。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的下场。你不要过来，否则的话，我立即捏碎他的喉咙。我看你是真的在找死。想杀我赵金刚还没这么容易，只是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快找到这里。皮洋洋确实不敢轻举妄动，万一因为自己而害得欧阳艳殒命，那他将会愧疚一生。此时此地就是你的丧命之时，葬身之所，给我上！干掉这小子者，赏100万。随即，几个壮汉出现在了皮洋洋身后。我看谁敢动！声音不高，但透着一股威严与杀气。皮先生，我来晚了，请您见谅。这老者就是在清江有着绝对江湖地位的蔡文山，蔡爷。赵金刚和他的人都已经傻眼了。抱头蹲下，不然你们全都要死！此话一出，众人吓得瑟瑟发抖，纷纷抱头蹲下。赵金刚，你是越来越出息了，居然绑架一个女人！蔡爷，我敢得罪皮先生，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跪下！蔡爷，皮洋洋就是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废物，您为什么要这么帮他？就凭你这句话，就该把你沉了清江。我说的是事实，这个人全清江都知道。我不明白，以蔡爷的身份，怎么会对他这么尊重？阿龙、阿虎，赵金刚当老板当久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跪了。你们去教教他。蔡爷，您不能对我这样。你的靠山是叶家，所以蔡爷不能动你，是吗？哼，这就是你的倚仗。你以为搬出叶家就能压住我？你也太小看我蔡文山了。皮先生，怎么处理？要不我直接让他消失。不用，让他以后像狗一样活着。是，我明白。蔡爷，看在以前我曾经跟过你的份上，饶过我这一次吧。明天我会安排人接手你名下所有产业，如果你敢有任何隐瞒，你的家人也一个别想跑掉。欧阳记者，对不住，让你帮的忙，没想到给你找来这么大的麻烦。我也有责任，是我叫表姐去帮你的。你们不要内疚，这事不怪你们。我是记者，揭露社会黑暗是我的职责。皮洋洋，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交代？什么交代？你打了小雨和我妈，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我是打了他，但你妈我可没胖。当天发生了什么事，你清楚吗？我当然清楚，就是你因为被赶出秦家，心里不痛快，所以故意找小雨和我妈报复。这是秦雨雨说的，还是你妈说的？不用他们说，我都能猜得到。我真没想到你的内心竟然这么黑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以为是，蛮不讲理。好，我蛮不讲理，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前妻姐，你还真就说错了。我哪里说错了？苏小姐，这个人小肚鸡肠，你可要看清楚了，免得到时候和我一样后悔。这个你放心，我绝不会。那天我也在，是你弟弟先动手打的我弟弟，我老公只是为了他现在的小舅子，打了他的前小舅子，我觉得这没什么错。他就是为了讨好你，讨好你们苏家，所以这样做的。就是他以前在我们秦家也是哈哈狗一样摇尾巴，讨好我家里每一个人，和我姐离婚了，马上就反口咬人。就在这时，花柳冰走过来。你怎么来了？也是来参加商业会吗？我花家又不需要投资，我来这里当然是来为你助阵。随即，他傲然看向苏雪晴和皮洋洋：“你们来这里做什么？难道也想参加招商会？和你有关系吗？没关系，不过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现在整个清江都不可能有人会投资你们苏家。就是我告诉你们，其实哪家会被选中，早就已经定下了。这么说，秦家被选中了？当然，有花少在，这根本不算什么。花少好本事，居然可以左右腾龙商会的选择，厉害！孟会长和我爸10多年的好友，
这点忙只要我爸一句话的事。这样牛排，那花少敢不敢和我赌一场？赌什么？当然是赌钱。好，你说怎么赌？如果秦家拿到了投资，就算我输；反之，如果苏家拿到了投资，就算你输。苏家拿到投资？你开玩笑吧？你就说敢不敢赌？我有什么不敢？赌多少？500万。500万，你拿得出吗？别到时候输了赖账。我拿不出，但我老婆拿得出。你疯了吧？我现在为了拉投资焦头烂额，你倒好，和人赌上了，还一赌就是500万，关键你还没钱。对，输了算我的。好，那就这么定了。还好我姐和你离婚了，你不但是个废物，还是个傻子。老婆，你们先进去参加招商会吧。你不和我一起进去？我先在外面透透气，等会进去。我看你不是傻，是疯。你想给我打气，也不要和人赌啊，还500万。你放心，我今天给自己算了一卦，会有一笔飞来横财。神棍！等到他们走远，皮洋洋掏出手机，拨出一个电话。喂，我到山庄门口了。皮神医，我马上出来迎接你。皮神医，多亏了您，让我老婆怀孕了，我正想找时间好好感谢您一下，没想到您亲自来了。我今天来，一是看看孟夫人，二是感谢孟会长给苏雪琴送去的请柬。您可是我孟家的大恩人，不管让我为您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今天还有一件事要麻烦孟会长，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这个忙？您说。苏家急需要5亿资金，不知道孟会长在这次招商会上能不能？没问题，原本这次腾龙商会的投资是3个亿，既然皮神医开口了，那就追加到5个亿。那就多谢了。等会我给孟夫人开一副安胎汤，1个月后保证孩子平安降生。那太好了，多谢皮神医。那秦家呢？秦家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吧。待会见面先不暴露你和我认识，我还想整治一些人。皮神医请放心，我明白了。苏雪晴，你眼光很高啊，居然连我弟弟都看不上。你们叶家门槛太高，我不敢高攀。听说你看上了一个小白脸软饭男，人家刚被前妻赶出家门，你就迫不及待地和他领了结婚证，这是真的吗？这和你有关系吗？你在和谁说话？叶小姐说话，你也敢随便插嘴？什么人这么霸道，连人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你又是谁？叶小姐，他就是你说的小白脸。你就是那个在我弟弟婚宴上把我弟弟未婚妻抢走的那个人。我纠正一下，我那不叫抢人，而是接我老婆回家。不要脸！苏家和叶家早有婚约，分明是你横插一脚。你们应该知道，得罪叶家必然不会有好果子吃。他们居然还幻想着要拿到腾龙商会的投资，真是异想天开。你想要拿到腾龙商会的投资？怎么不可以吗？你觉得现在谁还敢投资苏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眼光。不要3年，苏家将站在清江之巅。你先别想苏家怎么成为清江之巅，你先想想，等会输给我的500万，该怎么拿出来吧？500万？什么500万？他说今天苏家会拿到腾龙商会的投资，我就和他赌了500万。你这么肯定苏家能拿到投资？对，他能拿到，而且能拿到5个亿。你大概不知道，今天腾龙商会的投资最高只有3个亿吧？既然这样，你敢不敢加大赌注？加大赌注？对，敢不敢加到1000万？好，我赌。我也赌1000万。你能拿出这么多钱吗？没有就不要随便和人赌。前妻姐放心，他要是真的输了，我会帮他把钱还上的。就在这时，孟庆峰走了过来。都在干什么？这么热闹？孟伯父好，叶家侄女回来了。看来今天的招商会引来了金凤凰啊！各位，1年1度的腾龙商会招商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整个腾龙商会的所有股东，欢迎各位的到来。还是和往年一样，先由有资金需求的公司进行陈述，然后由商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决定。下面哪家公司先陈述？孟会长，我是秦氏集团总裁秦玉洁，现在由我代表秦氏集团进行陈述。我秦氏集团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我的陈述完了。好，秦氏集团的发展，我们做过调查，的确势头强劲，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姐，看来没问题了，只要拿到这笔投资，我秦氏集团就起飞了。能不能冷静点？孟会长还没点头，一切都是未知。还有谁要陈述吗？错过今天这次机会，那就要等到明年了。孟会长，我是叶雅凡，我想陈述。这位姑奶奶跑出来捣什么乱？叶小姐，你是代表叶家要陈述吗？不，我代表我自己。那你先说说，你有什么想法？完了，叶雅凡肯定是针对我们来了。任何事情没有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难道你觉得我们能从叶雅凡手上抢过投资？那可不一定。孟会长和叶雅凡的父亲叶元阳是至交好友，你觉得他会冒着得罪叶家的风险把投资给我们？孟会长不是还没决定吗？
孟会长，我曾经在异国开过一家化妆品公司，如果孟会长相信我的能力，就请投资1个亿到我的新公司。叶小姐，请问你的公司名叫什么？暂时还没成立，所以还没想好取什么名字。也就是说，叶小姐是打算空手套白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难理解吗？就是字面意思啊。你懂什么商业运作？我是不懂，但我知道你这公司都还没有成立，万一你是个骗子，腾龙商会的投资岂不是血本无归？小子，我看你是疯了，你敢说叶小姐是骗子？怎么，我前期给你的骨头不够，另换主人了？皮洋洋，我看你是在找死。好了，各位不要争论了，还有没有人陈述？还有我，苏雪晴，代表苏氏集团陈述。好，苏小姐请说。孟会长，我看苏家就不必陈述了吧？陈述是每个人的权利，苏小姐既然要陈述，我自然要容许。孟会长，难道你还不知道苏家是什么情况？苏家悔婚，背信弃义，这样的家族值得腾龙商会投资。花少说的对，苏氏集团就是一个马上就要垮掉的公司，腾龙商会怎么能承担这样的风险？我看你们怎么拿到腾龙商会的投资，老子让你连陈述的机会都没有。孟会长，叶小姐的公司尚未成立都能陈述，我苏氏集团难道就不能陈述？苏小姐，请陈述。我苏氏集团受到了以叶氏为首的一些家族和以光辉药业为首的公司的联手打压。如果孟会长相信我苏家，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向辉煌。苏雪晴，你们苏氏集团旗下的医药公司总投资才多少？你居然说以20%的股份融资5亿？现在休会半小时，我先去和所有股东开一个电话会议，确定最终投资对象。皮洋洋，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期待出现奇迹呢。半个小时后，看看掉泪的是谁。老孟答应皮神医的事情可不能不算数。放心，我怎么可能去得罪皮神医？经过我们董事会全体通过，这次投资追加到5个亿。追加到5个亿，那还有2个亿打算给谁？这5个亿我只打算投给一家，最终确定投资的公司是苏氏集团医药公司。话音刚落，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们身上，完全的一脸不可思议。该起来发表获奖感言了。感谢腾龙商会对我苏氏集团的信任，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5亿资金，带着苏氏集团走出困境。苏小姐，明天我会亲自带着协议去苏氏集团与你商榷签订，请做好准备。你不是说你父亲和孟会长说好了，能让我秦家拿到1个亿的投资吗？这是怎么回事？孟会长，这不对吧？什么不对？我爸曾经和你说过了，你答应给秦家投资，怎么会变卦了？花少，话可不能乱说，我怎么可能私下答应你父亲？孟会长，整个清江的家族公司都终止了和苏氏集团的合作，你这个时候把资金投进去，无异于飞蛾救火。叶小姐，你这是说我在自取灭亡？我看好苏家的潜力，再讨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说完，大步向外面走去。花少，叶小姐，感谢你们的支持，请转账吧。苏雪晴，想不到孟会长会为了你苏家追加投资，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先不要管是怎么做到的，先把账转了吧。你堂堂叶家大小姐，不会赖账吧？苏总，有了这5个亿，苏氏医药一定能渡过难关。要想打破困局，除非我们能拿出一款震惊市场的产品出来。可是去哪里找一款能震惊市场的产品呢？不就是药品配方吗？看把你们给愁的。你能不能不吹牛？你是会点医术，但那和药品研究是2回事。对于我来说，真就是一回事。我告诉你们，药方我有的是，随便拿出一个配方就能震惊市场，你们信不信？你要是真的有这么牛的药方，秦氏集团还能是今天这个样子？我曾经给过他药方，可是他根本不信，还说我是江湖骗子。那不就是了？你觉得你的药方真的能用吗？那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福分，如果他早用我的药方，秦氏集团早成了秦江第一药企了。好可惜哦，秦家错过了你这样的一位大神。你说说看，你有什么药方？你不是说我吹牛吗？还问这个做什么？刚才是我着急了，要不你先说说。药名我还没想好，暂时就叫猛龙丹吧。猛龙丹，这是什么药？听上去怎么像是街边耍猴大叔卖的仙丹？那能一样吗？他们那是骗人的，我这个可是实打实的。说的这么天花乱坠，也没说这药是做什么用的。猛龙丹专治男人烦恼，一颗猛龙丹，它好你更好。这不是电视广告词吗？看来你没少关注这个广告。现在你们明白了。丽姐还真没说错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可惜了，这么好的药方，你们居然不识货，我就不进去了，在外面等你们。那好吧，记得来接我就行。忽然，一辆车飞驰过来，直接停在了他身边。苏雪晴这么积极，是不是决定放弃了，想早点来做交接？你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作证了？
当然，你早该把位置让出来了。苏总凭什么要把位置让出来？你算什么东西？我们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丽姐，走吧。什么东西？等会去了会议室，我看你们还怎么嘚瑟。爸，苏雪晴犯下的错，让她自己承担。至于我的股份，您就不要收回去了吧。小哲一直要吃药，每个月消耗巨大。我说话一向一言九鼎，你放心，小哲治病的钱我出。今天召开这次董事大会，主要是2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集团面临的困境，谈谈解决的方案。第二个议题就是苏雪晴是否继续担任集团总裁，进行表决。想解除苏氏集团危机，只有苏雪晴亲自去叶家道歉。对啊，祸是谁闯的，那就由谁去解决。如果叶少需要他侍候，那就留下来侍候他一段时间。亏你们还是苏家的男人，你让他去叶家当丫鬟，你觉得还有脸吗？董事长，我觉得要想苏氏集团渡过难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舍弃医药公司。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苏氏集团在没有投资医药公司前一直发展良好，自从投资医药公司后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谁还有别的看法？我觉得投资医药行业的决策是正确的，问题的根本就是我们拿不出一款能撼动市场的产品。雪晴，你说问题怎么解决？要想解决问题，首先是资金必须到位，尽快推出一款能撼动市场的产品。你不是说能在半个月内拿到5个亿的投资吗？请问你拿到了吗？拿到了。此话一出，全场一片愕然，就连苏保国也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苏雪晴，5个亿不是动动嘴皮就能拿出来的。你说你拉来了5个亿的投资，那资金呢？合同呢？对方已经说好，今天他会带着合同亲自来我们公司和我签订。你在哪里拉来的投资？腾龙商会，孟会长。腾龙商会的投资，你怎么可能拿得到？我为什么拿不到？腾龙商会今年的投资上限是3个亿，你说你拿到了5个亿，这怎么可能？如果大家不信，大可以一起在这里等。孟会长和我说了，他会在9点准时来我们公司。你是谁？给我站住！我是腾龙商会的孟庆峰，和你们苏雪晴总裁约好的。什么苏雪晴总裁？我们集团总裁是苏姓贤，你连名字都不知道。我看你是想进去推销什么乱七八糟的产品吧？我们来这里是对苏氏集团投资的，耽误了签订合同，你一个小保安能担待得起吗？小保安怎么了？我是奉我们集团总裁的命令，在集团董事会散会前，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孟会长，我看这苏氏根本没有诚心想要和我们腾龙商会合作，既然这样，我们走吧。不能走，我孟庆峰说出的话一言九鼎。皮先生，你怎么在这里？他们召开的是集团董事会，我一个外人不合适进去。我答应苏小姐说9点来公司签订协议的，现在就差几分钟了。孟会长，这里交给我，你们赶快进去吧。苏雪晴，已经9点了，你说的孟会长呢？合同呢？孟会长一定会来的，可能是路上堵车了。是吗？我看你就不要再找借口拖延时间了。我马上给孟会长打电话问一下。不用了，我已经到了。只见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孟会长带着助理走了进来。孟会长，苏保国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苏董事长，鄙人孟庆峰今天来贵公司商谈投资和签订合同事宜。孟会长能屈尊来我苏氏集团，我苏保国欢迎都来不及。苏小姐，不好意思，刚才在门口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所以迟到了，请苏小姐见谅。没关系，孟会长来得正及时。孟会长，我现在是苏氏集团代总裁，合同的事你可以和我谈。你是苏氏集团总裁？对，他叫苏兴贤，是苏氏集团代总裁。看来苏家并没有和我腾龙商会合作的诚意啊。既然这样，这笔投资我看就没必要谈了。孟会长不要生气，这个合同我亲自和你谈，也由我来签订。不必了，我是看在苏小姐的面子上，才打算投给苏氏集团的。不过现在看来，苏氏集团的管理有点混乱，这笔投资我还得慎重考虑。孟会长，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我向您道歉。我刚才之所以迟到，是因为被你们的保安拦住了。我和他解释说我们是和苏小姐约好前来谈投资合同的，可是那个保安一直不肯放我们进来。居然还有这样的事，苏兴贤，怎么回事？苏董事长，这是你们的家事，你们私下讨论。现在我说第2件事，苏小姐在苏氏集团没有职权，苏氏集团这是看不起我腾龙商会，还是看不起我孟庆峰？这是我的安排有问题，我现在就恢复他的职务。事情还没有确定之前就给他恢复职务，这不合规矩吧？你还要和我讲规矩？孟会长都已经站在这里了，还有什么事情没有确定？苏雪晴承诺的是拉来5亿资金，今年腾龙商会的投资只有3个亿。我腾龙商会投资规模还要受你限制，我这次就是带来了5个亿的资金。现在我正式宣布，苏雪晴恢复总裁职务，苏兴贤代总裁一职暂停，等候另行安排。苏小姐，恭喜你。
你怎么上来了？你没事吧？我为什么不能上来？我可是苏家姑爷，这公司是不是也有我的份？你想什么呢？你和苏总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没数吗？下面太热了，我上来吹吹空调。里面怎么样了？已经渡过难关了。苏总现在正准备和孟会长谈合同呢。会议室中，苏家人都充满期待。有了这5亿资金，苏氏集团就有可能渡过难关，以后有的是好日子。在正式谈合作前，我有个私人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不知道苏小姐能不能满足我这个好奇心？请说，只要我知道，我肯定会回答您。你和皮先生已经领了结婚证，皮先生现在也是苏氏集团的人了，他在苏氏集团任什么职务？苏雪晴顿时呆住，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求助地看向苏保国。小皮刚来我们苏家，现在还没有想到给他安排什么职务。孟会长，这应该不影响我们的合作吧？没事，不影响。我说了，就是一点好奇心。那就好，既然这样，那就请孟会长说说你们的条件吧。苏氏集团医药公司现在的净市值最多在20亿左右，腾龙商会投入5亿，那就是占比20%。孟会长的意思，腾龙商会占股20%？不是，我只要15%。老孟，你这有点黑啊！皮洋洋，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位是腾龙商会的孟会长？知道，老孟嘛，我认识的。小皮，慎言，这位是孟会长，不得无礼。皮先生，我正在奇怪，您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呢？苏保国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所有苏家人的脑子都转不过来了，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孟庆峰为什么要对皮洋洋这么恭敬。皮先生，刚才听您说那句话的意思，是对我们的股份比例有异议。我觉得你有点黑。小皮，这话不要乱说。我觉得就按照孟会长所说的，腾龙商会占比15%，这很合理。我可不觉得合理。你不要胡闹，这件事关系到苏氏的未来，有些话不该说的就不要说。苏氏集团的医药公司很快就会发展成为清江第一医药公司，腾龙商会哪怕只占其1%的股份，那也是不敢想象的。你还是闭嘴吧，现在雪清才是总裁，谈合同的事你不要插嘴。好，就按照皮先生所说，腾龙商会占比1%，我觉得很合理。孟庆峰居然答应了，还说这比例很合理。腾龙商会的孟大会长这么平易近人，通情达理的嘛。孟会长果然明智，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为今天的决定后悔的。雪晴，听同学说你结婚了，但不是嫁给了叶风流，是不是真的？就是他，皮洋洋，他就是你老公啊！我还以为他是你们公司的一个小保安呢。朱小姐，你老公不也是挺帅气的吗？帅有什么用？营养辣枪头一个。不会是你们两个吵架了吧？所以跑我这里来求安慰来了？没有吵架，他对我挺好的，就是。说到后面，好像有难言之隐，说不下去了。你怎么在我面前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告诉你也没事，反正你也已经结婚，早就懂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早就懂了？他是想说，他男人在生育那方面不行。你老公都懂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他男人不行，你行？你老公没乱说，是真的。最烦人的是，婆婆每天都催我们要个孩子，她这种情况，我去哪里要孩子？那她去看过医生吗？这种病应该能治好的吧？国外顶尖的男科医院都去过了，他们都没有办法。你们找的那些医生都是庸医吧？这么简单的病，居然毫无办法。你什么意思？那些医生可都是有名的专家。现在是个人就能叫专家，小丑在舞台，高手在流浪，这句话你们应该听说过吧？你这么说，是不是认识什么厉害的民间医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老公是医生？算是吧，好像还真的懂一点医术。什么叫懂一点？我明明是很懂，好吧？你觉得我老公这种情况还有救吗？我这里有3颗猛龙丹，你拿回去，今天晚上给他吃1粒，然后你就知道有没有救了。真的呀？如果这药真的能让他恢复，我一定好好感谢你。岂止是有救，简直是嗷嗷叫。艳丽，你别乱给老彭吃药，他都没给老彭看看，就胡乱给药，你也敢给老彭吃？谁告诉你们下药非得看到病人才能下的？你都没看到病人，你知道他什么情况？万一药不对症呢？想过后果吗？皮洋洋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盯着朱艳丽，像是出了神。你这么盯着我看什么？你老婆可在我身边。他是在提醒我，老婆不在身边，可以随便看。你的皮肤暗淡且有暗斑，如果你老公一直不恢复的话，暗斑就会越来越多。从我的脸上你就能看出老彭的毛病，中医真的这么厉害？他的医术也许没有他吹的这么厉害，不过那猛龙丹可能真的有效。他是想起那天早上看到的场景，认定皮洋洋肯定以身试药。我拿回去试试，万一行呢？保证行，今天晚上你就会知道了。今天怎么这么高兴？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
昨天晚上我让老彭吃了你男人给的猛龙丹，到现在他还躺在床上没起来呢。就这事，难道你不为我感到高兴吗？苏雪晴，你算是捡到宝了。只要你们公司把皮洋洋的猛龙丹开发出来，那肯定会不得了。如果是短效药，那和其他之类的有什么区别？我们拿什么去抢他们早已经成熟的市场？肯定不是一样的。老彭也吃过其他的，根本没用，但这猛龙丹吃下去就起作用了。这家伙什么药不好研究，偏偏研究这种药，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对了，皮洋洋呢？今天高兴，我请你们一起去吃个饭。我就不去了，公司一大堆事还等着我处理呢。皮洋洋，你怎么会在这里？有人请我吃饭，我就来了，有问题吗？看来你软饭吃得很顺嘴啊，这又扒拉了一碗。洋洋，这是谁呀？这是我前妻，秦氏集团总裁秦玉洁女士。前妻姐呀，挺漂亮的呀，你为什么不要了？感情不和，所以就离了呗。皮洋洋，我以前是真没看出你来，你吃软饭却有一手，这才几天又勾搭上一个，你难道不怕你那刚领了结婚证的老婆和你算账？你说苏雪晴啊，那是我闺蜜，你放心，我那姐妹大方得很。秦总，这样的男人，当初你选择把他赶出秦家是完全正确的。洋洋，你是被赶出来的？赶得好啊，秦玉洁是吧？可见你的命格根本不配拥有一个这样的绝世好男人。走，我请你吃饭，庆祝你脱离苦海。就他这样的废物，也敢说是绝世好男人？不说他了，走吧，胡公子应该快到了。说吧，为什么请我吃饭？明知故问，当然是因为你给的猛龙丹起作用了。我老公估计现在都没起来呢。这傻子多久没开荤了，这么卖命？对了，你这猛龙丹不会是短期效果的吧？怎么可能？你可不要今天再给他吃，要是连着吃，明天起不来床的该是你了。我就说嘛，不可能是短期效果的。可是苏雪晴就是不信，还说要我再试试看。这娘们对这个感兴趣？难道你自己没吃过？我哪需要吃那东西？吹吧你！说真的，你的猛龙丹这么好，为什么不给苏雪晴配方？这样的话，她的医药公司肯定能飞起。我给了呀，她不要，还说我这是街边耍猴大叔卖的仙丹。这傻女人，这么好的宝贝居然敢这么埋汰，还说她是清江商业界最有作为的青年企业家，我看都是吹的。就在这时，朱艳丽的手机响起。亲爱的，睡醒了？醒了，只是腰有点酸。一个朋友说是要请我吃饭，我看你在哪里，没吃饭的话，一起去吃点算了。我约了皮神医，请他吃饭。昨天的猛龙丹就是他给的，我总得感谢人家一下嘛。你约了皮神医，在什么地方？怎么，你要查岗？不是，我有几个哥们也很想要这种药，我想问问皮神医能不能多搞一点给我。我们在逍遥阁，你要是有时间就过来吧。我那朋友好像说的也是逍遥阁，那你和皮神医在那里等一会，我马上过来。老彭要过来，他说他的几个朋友也想要猛龙丹，你看没了，就3颗，都给你了。如果要的话，那得等几天，我重新炼制一点。那好，我们等。秦小姐，等会有几个做药材批发的朋友会来，你可得主动点，争取让他们和秦氏集团达成合作一下。胡公子，你的那几个朋友真的会愿意和我秦氏集团合作吗？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我胡家也有多年的生意往来。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投资，没有办法和你们胡家合作。你真想和我们胡家合作？当然，如果有你们胡家的加入，那我完全有自信能让秦氏集团发展成为清江第一医药公司。秦氏，就算你没拿到投资，也不是不可以合作。胡公子，你是什么意思？玉姐，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胡公子，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秦氏，我在第一次看到你就动心了，真的，我见过的女人也不少，但从未有人像你这样让我动心的。可是我是离过婚的人。我不在乎，我知道那个男人根本配不上你，你离开他是明智的选择。玉姐，如果我们成了一家人，以你的能力，加上我们胡家的药方，秦氏集团还怕发展不起来？对不起，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不想再有第二次，所以我必须慎重，希望胡公子能理解。没关系，是我操之过急。你说的对，我们也刚认识，需要时间彼此了解。秦总，我看胡公子是真心的，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黄秘书，不急，这种事要顺其自然，不能勉强。我相信我们之间的缘分，日久见人心，玉姐会了解我的一片真诚的。可是现在秦氏集团急切需要胡家金方来摆脱困境，谋求发展。黄秘书，你小看我胡某了，你以为我要拿胡家金方来要挟玉姐？今天我之所以约了几个做药品批发的朋友过来，就是因为我已经决定将胡家金方之中的逍遥丹配方拿出来，和秦氏集团一起开发。胡公子，你说的是真的，没和我开玩笑吧？只要我们之间的合作条款谈好，
逍遥丹的配方马上就交给你秦氏集团。那这药方拿出来，股份占比怎么算？我参，你引进。闻言，秦玉洁和黄海荣顿时张开了嘴巴，一脸的惊愕。胡公子，你没开玩笑？我从不开这样的玩笑。明天我就会带着合同去你们秦氏集团正式签订合同。彭兄，想见你一面真的难呀。胡公子，这位美女是谁？给介绍一下嘛。我叫秦玉洁，现任秦氏集团总裁，有幸和各位老板认识，以后秦氏集团的生意还仰望各位多多关照。玉姐，这几位可都是京江有名的药品批发商，尤其是这位彭玉清彭老板，他的公司都开到省城去了，规模可不小。过奖了，我那点小生意怎么能入得了秦总的法眼？彭老板谦虚了，我对彭老板的大名早有所闻，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庙门，今天见到尊严，真是荣幸之至。不好意思，我老婆也在这里吃饭，我过去打个招呼就过来。随后他来到了隔壁包间。老公，这位就是给你猛龙丹的皮神医。皮神医，我是彭玉清，非常感谢你的猛龙丹。朋友就在隔壁包间，想让我邀请你们一起过去，我就不过去了，这里吃着自在。老公，你去吧，我在这里陪皮神医。猛龙丹虽好，但不可多吃，那3颗药是给你分3个月吃的。皮神医，那3个月之后呢？当然是好了呀，不然你还想一直吃啊？真的，那可太好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一定重金感谢。重金感谢就算了，谁让我和你老婆聊得来呢？我和皮神医的老婆是闺蜜呢，你知道的，就是苏氏集团的总裁苏雪晴。彭玉清恍然大悟，顿时打消了疑虑。那我先过去陪朋友了，你们慢慢吃，我先失陪。你胡家是医药世家，知道男人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吗？你有这毛病，怎么不和我说？我胡家的逍遥丹就是专门治这种病的。我的病现在已经找到了对症的药，再吃2次就能全好了。那是什么药？居然能把你的病给治好了？猛龙丹，我就吃了1颗就有效。怪不得今天看你好疲倦，原来是昨天晚上折腾过头了。于老板，你那毛病也还没好吧？岂止是没好，还越来越严重了。你手上还有猛龙丹吗？要不先匀给我1颗。我这是一个疗程的药，给你了，那我怎么办？给我猛龙丹的神医就在隔壁包间，你快带我过去认识认识这位神医，也好解决我的问题。胡乱来，秦玉洁、黄海荣3人不禁一脸愕然，显得十分尴尬。好好的酒局，却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神医给搅了。走，我们也过去看看。彭老板，你说的皮神医就是这位？没错，他就是皮神医。可是这也太年轻了吧？年轻怎么了？谁说年轻就不能是神医了？就在这时，胡乱来，秦玉洁和黄海荣3人也走了进来。皮洋洋，你可真能吹！你要是神医，这世上还有庸医吗？你怎么知道我在吹？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以前靠着秦总吃软饭，这回摇身一变成神医了。我不管你是什么玩意，你没资格和皮神医说话。神医，就算我爸也不敢自称神医。你又是谁？城北胡家胡乱来。胡乱来，就你们胡家的医术也确实名副其实。你敢藐视我胡家医术？把敢字去掉，我就是藐视你胡家医术。胡乱来顿时大怒，一副就要大打出手的样子。皮神医是我的恩人，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皮神医在下于正立，有幸认识神医，非常荣幸。你也是想要猛龙丹吧？对对对，不管多少钱我买。于老板，你这毛病应该正好5年了吧？对，是正好5年。半年前你已经彻底失去了男人能力，是吧？太对了，这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连这要是都看不出来，那我不成庸医了。皮神医，请您一定给配几颗，价钱的话好说。我就先回去了，你们要的猛龙丹3天后去苏氏集团拿。苏总，秦氏集团已经和胡家签订了合同，胡家愿意拿出1张胡家经方，与秦氏集团共同开发。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我听说他们合作开发的药名叫逍遥丹，好像和皮洋洋所说的猛龙丹是一样的药。告诉你们，他胡家的逍遥丹，如果长期服用，最终就会彻底变成一个废人。你怎么知道？所谓胡家经方，是从一本古医集中遗留下来的，其中有一些重要缺失，以至于药方并未完全流传下来。就在这时，郑丽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苏总，好久不见，看来苏氏集团在苏总的带领下，马上就要重塑辉煌了。过奖了，以后可能还得各位老板多多支持。贴神医。闻言，苏雪晴和郑丽顿时一脸错愕。雪晴，老彭现在可是对你老公佩服的不得了，你老公的猛龙丹真的太神了。那他们这次前来，你不知道吧？他们知道了猛龙丹，一定要买几颗回去试试。猛龙丹真有这么好？
今天晚上你让皮神医磕一磕试试。你胡说什么呢？我们还……对，皮神医本来就很厉害，根本不需要那玩意。彭夫人没说错，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皮神医，答应给我的猛龙丹是不是准备好了？只见皮洋洋从兜里面掏出几颗药丸，1月1颗，不要多吃，吃多了腰子爆了可不能找我。看着他们那兴奋激动的神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抢到了能直接开出500万的彩票。这猛龙丹不会真的这么厉害吧？苏总，苏氏医药重新启动，我建议可以用皮神医的猛龙丹配方进行生产，投放市场。我完全有信心，猛龙丹肯定会轰动医药界。如果猛龙丹投产，我第一个和苏氏药签订销售合同。我会认真考虑对猛龙丹的研发，如果配方没有问题，我会尽快推动这款新药上市。那好，我们就不多打扰了，期待我们尽快进行合作，一起共创辉煌。雪晴，你可真是找到了一个好男人，我都有点嫉妒了。你家老彭不是挺好的吗？你有什么好羡慕的？他是很好，但不能和你老公比呀。好了，我也回去了。说，朱艳丽怎么会知道你厉害？他是猜的吧？你真没对他做什么？你不能这么冤枉好人啊！哼，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全是大猪蹄子。商量一下呗。不商量，我要9%的股份。我这配方随便找一家医药公司都能拿到30%以上的股份。你以为人家是傻子，随便你忽悠？反正就是9%的股份，不讲价。好，我答应你，不过最终还得要爷爷拍板。你是说猛龙丹是皮洋洋弄出来的？对，是他。今天于老板和彭老板他们简直要疯了，跟抢什么似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先行给他9%的股份，拿下猛龙丹的配方，毕竟他是苏家的女婿嘛，给他一点股份也是应该的。你等会把小皮叫来，我单独和他聊聊。小皮，看来你并非像传言中的那样啊。您是说我不像传言中的那样是软饭男，是废物和小神棍？你和雪晴商量个时间，办一场婚宴吧。我的孙女总不能这样不声不响的嫁给你。苏家以后就看你和雪晴的了，我老了也该休息休息了。玉姐，我言而有信，只要我们之间签订了这份合同，逍遥丹的配方我马上给你秦氏集团。我听说苏氏集团已经准备研发皮洋洋所提供的猛龙丹了。一听这名字，就像是走江湖卖蛇药的人取出来的名字，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果？我还听说了，有好几个老板都试了猛龙丹，都觉得药效不错，有很大兴趣和苏氏医药合作。这你也相信？这都是苏家人请来的托。如果你那个废物前夫真有那么好的药方，他还至于混到巨天桥下摆摊吗？黄秘书，你去把这份合同交给法务部，让他们看一下，如果没问题，我们就签字了。我爷爷和你说什么了？他说要给我们补办一场婚宴。补办一场婚宴？我爷爷真这么说？对呀，他还说不能让你不声不响的就嫁给我。那你怎么想的？我当然不干了。我们结婚本来就是假的，他这么一弄，那不弄假成真啊？怎么，你还觉得委屈了？我这是遵守契约精神，好不好？没说别的了。对了，还说要我和你早点生个娃。胡说八道，我爷爷怎么可能这么说？老爷子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没答应。你不答应，为什么？要是生了娃，你赖上我了，那我怎么办？我还赖上你？哪个你？还讲不讲道理了？既然你想生，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试试。疯女人！忽然，郑丽眉头紧锁，一脸的痛苦。丽姐，你那个又痛了，你快坐下，我去给你冲点红糖水。不用，我忍忍就好了。丽嬷嬷，你这可不是简单的痛经，而是子宫痉挛。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当然知道。丽嬷嬷的子宫颈管狭窄，经流不畅，引起痉挛。他说的没错，医生也是这样说的。想不到你对女人的病也有研究。我既然是医生，不管什么病都应该研究，这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你既然看出来了，会治吗？当然了，要不我叫什么神医？好好好，你是神医，赶紧给他治吧。随即，皮洋洋捻出一枚金针扎入其气海穴，紧接着又同时捻出2枚金针，分别扎入左右子宫穴。15分钟醒针，等着吧。就这么简单？不然呢？如果这么简单，为什么在医院治不好？不过，如果我再给他配一副药，就可以保证以后都不会再犯了。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你这么扎3针就能好？就在这时，郑丽忽然开口说道：“苏总，我感觉好多了，不那么痛了。”真的感觉好多了？但基本上没什么感觉了。他的医术确实很厉害。郑丽看向皮洋洋，满眼的感激和佩服。没想到一直治不好的毛病，让皮洋洋扎3针就给扎好了。15分钟后，皮洋洋取出金针。谢谢你。不用，只要你以后别老是那么凶巴巴的就行。信我的话，女人不能那么凶，那样容易长斑，容易变老。我凶吗？
和容嬷嬷差不了多少。唉，看在你给我治病的份上，这次我不和你计较。第二天，皮洋洋没事一个人在街上闲逛。大哥哥，买朵花吧，送给这位大姐姐，大姐姐一定喜欢。滚开，我不买。卫青，你不买也不要这样对小姑娘说话吧。她这么小出来卖花，肯定是家里遇到了困难了。娇娇，你喜欢啊？那我买给你。不用，我自己买。小妹妹，多少钱一朵？我买5朵。小女孩眼睛中闪过一丝喜悦，赶紧数出5朵花，递了上去。5块钱一朵，5朵是25块。小妹妹，我没带现金，我扫码给你。姐姐，我没手机，不能扫码。娇娇，我有现金，我来给。说完，掏出一张100元大钞，递向小女孩。照75。大哥哥，我没这么多零钱，我刚出来卖花。没零钱出来卖什么花？你怎么说话呢？我不要你给，我自己想办法。老板娘，麻烦你兑一点现金给我。不用兑，这花我买了送给你。娇娇一愣，不解地看着皮洋洋。卫青脸色骤然一变，狠狠看着皮洋洋。他是谁？我不认识。皮洋洋摸出一张100元大钞，递给小姑娘。大哥哥，我没零钱。你给我20支，不就是100块了吗？小女孩高兴地点了点头，再数出15支玫瑰，递给了皮洋洋。皮洋洋将玫瑰递向娇娇。小姐，希望你喜欢。娇娇有点懵，看着皮洋洋那微笑着的脸，有些恍惚。她迟疑了一下，但还是伸手接了过来。谢谢，我叫田娇娇，请问？这么巧，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格式一样，我叫皮洋洋。是很巧，认识你很高兴。在我面前装，你们早就认识了吧？男人要大度一点，不然的话是留不住好女人的。卫青，这不是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算了，我和你也说不清楚。道不同不相与谋，我们分手吧。我早就知道你在外面有小白脸，现在和我摊牌了是吧？好，分手就分手。田小姐，对不住，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小气。不用理他，不用3天，他就会回来求我。谢谢你的花，有机会再见。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一个人出来卖花？我叫朵朵，我奶奶生病了，要很多很多钱做手术，可是我家里没这么多钱，所以我不会带我去看看你奶奶，也许我能治好你奶奶的病。真的？你是医生吗？是真的，我的医术很厉害的。随后，朵朵和皮洋洋来到了医院，在经过护士站的时候，一个冷漠的声音传来：小女孩，你是117床的亲属吧？117床是我奶奶。你爸妈怎么还不来？你奶奶已经欠了1万多了，如果还不补上，就要停药了。姐姐，不能停药。想不要停药，就让你爸妈赶紧去把钱交了。病人病情严重，怎么能随便停药？他们又不是不交，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冷漠了？哼，这里是医院，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如果都像你们一样治病不交钱，这医院早就开不下去了。朵朵急得哭了，赶紧上去想要拉住护士的手，苦苦哀求：姐姐，不要给我奶奶停药，我一定会把医药费交上的。你爸妈是不是不想交医药费，所以不来医院了？不是的，不是的，爸爸妈妈在加班，他们等会一定会来的。你奶奶的病需要做一个大手术，可不是几万块钱能解决的。我看你们家的情况，肯定是拿不出这笔钱了，不如趁早把人拉回去吧。都说医者父母心，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这是医院的规定，不交钱就停药，到哪里去都是一样。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朵朵，咱不求他，你带我去看看你奶奶，也许我能治。李医生，病人已经昏厥，需要马上抢救。117床已经欠了1万多医药费没有交，家属避而不见，就算你把他救过来了，他们家属也不可能拿得出手术费的钱。他的病根本不需要手术。皮洋洋，又是你！你知道病人是什么情况吗？如果不尽快手术，他根本挺不过3天了。他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引起主动脉瓣狭窄，心动过速，呼吸困难。现在他的病情根本不适合手术，也不需要手术。不需要手术？那我倒是要请教，还有什么办法能减轻他的病症？只需要行针3次，另外辅以汤药3个疗程，他就基本能恢复正常。行针、汤药，你说的是中医那一套吧？你认为中医那一套真能治病吗？华夏医学流传几千年，期间出了多少名医，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你居然说没用？说完，皮洋洋捻出一枚金针。这里是医院，你一个外人，如果胡乱给病人施针，那是要承担责任的。病人现在情况紧急，你们却因为费用一事不进行抢救，那么我们自救有什么不可以？皮洋洋手中金针猛然一沉，扎入病人手腕上的神门穴。如果病人出了意外，你必须负全责。皮洋洋却没有理会他，第2针扎在了病人的少海穴上。朵朵，你奶奶没事了，
等会就会醒来。怎么回事？皮洋洋转头看去，当看清楚来人时，他露出了一丝微笑。皮神医，您怎么在这里？这一声皮神医让李登高惊呆了。爸，他是什么神医？他纯粹就是来捣乱的，想要搞坏我中心医院的名声。混账！皮神医是我们中心医院请都请不来的大神，你居然说他是来捣乱的？你在胡说八道！我现在就让你滚出医院！李登高吓懵了，不敢再轻易开口。这是五行护心针，也不完全是。李立夫双眼之中闪过一丝疑惑，能请教吗？这针法是从五行护心针演化过来的，经过演化后，不仅是起到保护作用，还能对病人心脏的病灶起到修复作用。没错，怪不得我总觉得这五行针法的确有点不同。爸，病人的病症经过专家组会诊，确定必须要经过手术治疗才能缓解病情。他就凭这几根针，难道就能修复病人病灶？中医要是这么厉害，还要我们西医做什么？闻言，李立夫立即瞪眼，手抬了起来。老李头，没必要动怒，和他们说中医，那就是对牛弹琴。他们从骨子里就认为中医不如西医，西医原本就比中医要强，这难道还要争辩吗？西医厉害，要是没有了那些高科技机器，还有生化手段，请问你们还会看病吗？还能诊断出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吗？如果像你所说，中医比西医强，那为什么现在中医已经基本看不到了？所有的医院都是西医。李立夫轻轻叹了一口气，这句话让他心酸。正是因为现在中医式微，作为中医世家的李家后人李登高坚持放弃家学，而选择了学西医。那是因为现在的人急功近利，中医看病不需要这么多检查，望闻问切就能诊断，而且诊断一般不需要任何费用。再有，中医所开之药都是取自大自然，药价便宜，虽然见效不如生化制剂的西药，但重要是治本，而不是如西药只是治标。李立夫听着不断点头，对皮洋洋所说表示认同。而西医首先就是一大通乱七八糟的检查，病都没查出来，几千块就不见了。所以中医损坏了一些资本家的利益，因为如果大家都信奉中医，一生病吃几副草药就好了，那这些医院和医院背后的药企还怎么赚钱？对，是这个道理。胡说八道，我就不信中医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杂草和你们手上的几根长针就真的能治病。你不信可以自己看啊。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李立夫、李登高全都看向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见病人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奶奶醒了。李立夫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你立即通知谢主任，让他马上过去。我立即过来。皮神医，我有点急事，先去处理一下。你去吧，不过这病人要马上出院，你给批示一下。你给117床办出院，可是117床还欠费1万多，全部免了。说完，急匆匆的就走了。我这就去给他们开出院同意书。而李登高的脸色十分难看，狠狠盯着皮洋洋。你这次运气好，不过你不要以为自己真是什么神医。我是不是神医，你说了不算。大哥哥就是神医。这时，朵朵的父母来到了病房，朵朵立即高兴地说道：“爸爸妈妈，奶奶就要出院了。”朵朵的爸爸张和平一脸的惊愕：“什么？出院？奶奶的病被这位大哥哥治好了。大哥哥说要让奶奶出院。”这位兄弟，这是怎么回事？你是这医院的医生吗？不是，我算是民间医生吧。你母亲的病并不严重，没有必要继续待在医院。可是今天下午医院还通知说要尽快手术啊，怎么突然又不严重了？那是他们误诊了，现在已经确定可以出院了。张和平的母亲忽然开口说道：“和平，我要出院回家，我不要待在这里了。”可是我们还欠医院1万多医药费啊，他们会让我们出院吗？爸爸，刚才院长爷爷说了，我奶奶的医药费免了，他让医生去给奶奶开出院同意书了。张和平更加不理解了，免了？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可是我母亲的病怎么办？我没事，我现在感觉好受多了。这位小伙子说了，他懂医术，回去后他给开点药吃几次就好了。随后皮洋洋把一张药方递给张和平，明天按照这张方子买药，早晚煎服，先喝1个星期，然后我再来给老人施针。张和平虽然现在还是一肚子疑问，但他还是点了点头。谢谢小兄弟，那我们就先回去了。需要我送你们吗？不用，我有一辆3轮车，可以把我妈拉回去。皮神医，等一下。他转头看去，只见李立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皮神医，能不能帮个忙？刚来了个病人，情况危急，我想请您去看一眼。皮洋洋微微蹙眉，如果回去太晚，苏雪晴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幺蛾子。这个人很重要，如果他在我们医院出了事，我真的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带我去看看吧。谢谢，有皮神医出手，万老爷子就有救了。
我爸要是在你们医院出了事，我会让你们医院吃不了兜着走。你们李院长呢？他不是号称国医圣手吗？他怎么不见了？李院长马上就来，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尽力。我不要尽力，我要保证。既然进了你们医院，你们就必须保证我爸爸的安全。听到这些话，李立夫的双眉微微一蹙，大步走了过去。李院长，我爸进医院的时候可是好好的，现在突然说不行了，你们必须要保证我爸爸不出任何意外。你放心，既然进了我们医院，我们肯定会尽全力救治。我不想听你这些话，你必须保证。治病哪有绝对保证的？你们是不是太霸道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对我万家说这样的话？万大少，怎么嘴巴还这么臭？这位是皮神医，万老爷子的情况，如果能请皮神医看看，也许他有办法。李院长，我把我父亲送你们医院，不是让你给我开玩笑的。老爷子的情况我已经看过了，我确实没有把握。李院长，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吗？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你和我说他是神医？万总，你别看他年轻，但他的医术的确是强我100倍不止。如果有他出手，老爷子一定可以脱离危险。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皮洋洋身上，但几乎都露出狐疑的神情。李院长，看来你是真不把我们万家放在眼里啊！我明确告诉你，如果我父亲在你们医院出了事，你这个院长也就当到头了。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让他去试试；如果不相信，那我就等着万总的雷霆之怒。李院长，你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如果皮神医不能救醒万老爷子，我自己辞去院长一职，并且终生不再行医。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他进去可以，但你必须作为主治。皮神医，拜托了。爸，他就是一个小白脸，软饭男，根本不是什么医生。李院长肯定是怕担责任，故意找这小子来顶雷。怎么，你认识他？他叫皮洋洋，在清江很有名的，原本是秦家的女婿，被秦玉洁给甩了，又勾搭上了苏雪晴，还在叶家的婚宴上搞出一场闹剧。原来大闹叶家婚宴的就是这小子。就在这时，皮洋洋一脸自然地走了出来。你不能走，我也没说我要走。李院长，今天这件事你必须要负全部责任。有点发懵的万金安猛然惊醒，大哥，爸醒了。请问李院长，我父亲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大概多久能康复？万总，老爷子的病，我现在也说不好。这么说，你们现在连病情都无法确诊？他的病情比较复杂，1、2句话也说不清楚，而且1个星期后会再次复发，神仙难救。这么准？你这是看病还是算命？你还真说对了，我不但会看病，还会算命。那请问皮神医要怎么治？简单，7粮好酒便可保平安。万金有、万金安同时怔住，一脸的不可思议。你开什么玩笑？我爷爷是心脏和血管有问题，你居然还让他喝酒，你这是治病还是要命？如果相信，明天我就把酒送到你们万家；要是不信，那就请便。皮洋洋说完，直接就走。等一下，请问是什么酒？我明天就去买来。我说的酒你买不到，只能我亲自调配出来的才有效。那好，就请皮神医明天将酒送到我万家。既然要酒，那就得先说好价格。不管什么酒，我万家还是买得起的。1000万1两。闻言，万金有、万金安的脸色瞬间大变。1000万1两酒，你怎么不去抢银行？我是良民，犯法的事情我不干。说完，皮洋洋打算离开。答应他。爸，您感觉怎样了？先别管我，答应他。万金有嘴角抽动了一下。皮神医，等一下。万金有一脸讪讪然走了过来。皮神医，1000万1两，这酒我买了。冤大头的钱就是好赚，没办法，我要赚奶粉钱。不过我有一个规矩，必须先付款。先付款？你这是什么规矩？难道还怕我万家赖账不成？适配这药酒需要用到几味十分珍贵的药材，如果到时候你们说不要了，那些药岂不是浪费了？还不等他争辩，万振山已经喊道：“把钱给他！”万金有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只得开了一张支票递给皮洋洋。好，明天上午9点，我会准时送到。小丹，你去门口等着，如果皮神医来了，一定要恭敬的把他请进来。万丹点了点头，便往门外走去。小白脸吃着软饭还不满足，居然还把主意打到万家头上来了，让我恭恭敬敬的把他接进来。我呸！小丹，你怎么在这里？三叔，爷爷让我在这里等一个骗子。这个中年人是万家的老三万金河。骗子？什么骗子？这个人忽悠我爸和我爷爷，他说他能治好我爷爷的病，只要爷爷喝下他配的7两酒。居然还有这样的事！你爷爷是不能喝酒的，这人怎么会让他喝酒？三叔，最可恨的是他的酒要1000万1两。什么？万金河不可思议的大声惊呼： 1000万1两酒，你爷爷居然还答应了！
钱都给了，我现在就是在等他送酒来。你爷爷糊涂了，你爸也跟着糊涂，这明显就是一个骗子。我看你也不用等了，他肯定不会来了。不来也不怕他跑掉。这个人我认识，他叫皮洋洋，是苏家女婿。就在这时，皮洋洋拎着一瓶酒走了过来。万大少爷，你亲自在这里等，这酒你拿回去，告诉老爷子，1天1两，分早晚2次服用，1周后他的病就会彻底治愈。你这是什么酒？居然这么金贵，敢要1000万1两？当然是治病救人的药，酒不值钱，但里面的药无价。你当我万家的人都是傻子吗？世上哪有这么贵重的药材？那就要看万老爷子的命贵重不贵重了。你最好祈祷你的酒不要让我爸喝出问题，不然的话，我万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爸，这酒不要随便喝，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我看这酒黑不溜秋的，像是酱油。我相信那小伙子，要不是他，我万家早已经吃稀了。说完，举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好酒，果然是好酒。万老爷子意犹未尽地看向酒瓶。爸，这酒不能多喝，1天只能1两。这酒确实是好，喝下去后头不晕了，手脚也不软了，可惜只能喝那么一点，不过瘾。请问您知道这村子里原来那户姓皮的是什么情况吗？你打听那户人家做什么？那户人家10几年前就已经被一场大火给烧死了。可是我听说他们一家9口有一个小孩没有找到。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你可以去问问圣武爷，当时是他收拾那家人的骸骨的，他比我清楚。圣武爷他在家吗？他不在家能去哪里？那就是他家。谢谢。有人吗？片刻后，一个老者缓缓走了出来。你是谁？要找谁？晚辈皮洋洋，请问您是圣武爷吗？你找我有事？我能和您聊聊吗？小伙子，你想聊什么？我想打听一下当年村子里那户皮姓人家的事。你想知道什么？我听人说，当年皮家9口人全部死于一场大火，在现场找到8具骸骨，一个小孩的骸骨并未找到。那是有人以讹传讹，没有的事。9具骸骨，1具不少，全部都在。皮洋洋一愣，有些狐疑地看着圣武爷。那是有人故意编出来，制造神秘的，根本没有的事。那当年他们家是怎么着火的？您知道吗？后来查了，是他们家在熏制腊肉，不慎失火了。皮洋洋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圣武爷的心中好像还有什么秘密不想说出来。您是不是有什么事不愿意说出来？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小伙子，你说你也姓皮，不会和这家人有什么关系吧？就是因为同是姓皮，所以好奇来问问。还有别的事吗？您一个人住这里吗？您的家人呢？我就是孤寡老人一个，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对不起，我不知道。要是没别的事，那就请回吧，我困了，想要先睡一会。说完，直接往屋子里走去。离开村子，皮洋洋心中有些烦乱。圣武爷明明心里有很多话，甚至很可能是当年皮家大火的秘密，但他就是不愿意说出来。难道他在畏惧什么？几天后，圣武爷，您怎么在这里？来城里买点东西，迷路了。皮洋洋对圣武爷的话不是很相信。离村子不远的白水镇，什么都有，犯得上跑这么远来到清江城？需要买什么？买到了吗？就是想买一把风扇，可是我没找到，还迷路了。现在商场已经关门了，这样我送你回去，明天我给你买一把风扇送过来。不麻烦你了，我随便找个地方过一夜，明天上午再坐公交车回去。没事，我开车送你回去，很快的。明天反正我也要去白水镇，顺便就给你带去了。那谢谢小伙子了。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我是给人开车的。你打听我们村那家姓皮的，是和他家有亲戚关系吗？不是，就是好奇，因为在清江几乎没有姓皮的。那一家人是从外地逃难过来的。老皮还会点医术，村里谁有个头痛脑热的，他鼓捣点草药，比去医院还灵验。可惜好人不长命，一场大火将这一家人全给烧死了。说到后面，圣武爷空洞的双眼中都是泪水。圣武爷，不要太伤心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不是伤心，我是后悔。当年我……算了，不说了。圣武爷心中明显还藏着不少秘密，可是究竟是什么秘密，他不愿意说。他为什么后悔？是当晚的那场大火原本可以避免，还是他有能力救人，却没有救？很快，车子来到高坎村。小伙子，谢谢你。刚打开房门进去，客厅的灯光骤然亮起。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悄没声息的。说去哪里鬼混了？这么晚才回来？大小姐，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就是为了问我这些无聊的问题？你自己做了什么无聊的事？为什么不敢说？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迷路的老头，我把他送回去，
所以回来晚了。皮洋洋，你最好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我苏家的声誉。说完后上楼去了。皮神医，你要去白水镇做什么？我想去看一个老人。哦，你要是有时间，就一起去看看。我有时间的，那我们走吧。皮神医，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人？是你的亲人吗？不是，他是一个孤寡老人，我无意遇到了，觉得可怜，就想去看看他。皮神医果然有爱心，这么有意义的事，我肯定要跟你去。小伙子，你又来找圣五爷？我给他送点东西。小伙子，你不错，圣五爷肯定会很高兴的。小伙子，你还真来了？当然，我说话就算话。风扇我已经给您买来了。这怎么好意思？其实我没钱买什么风扇，你还是带回去退了吧。这风扇是我送给您的，不要钱。这多不好意思，你和我非亲非故，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圣五爷，您不要和我们客气，我们是真心给你买的，您就收下吧。听到陆小婉的声音，圣五爷身躯一震，这一切皮洋洋都看在眼里。他是我的朋友，叫陆小婉，知道我要来看您，顺便也来看看。我不要你们看，你们给我滚！他怎么了？圣五爷，您这是干什么？我一个瞎了眼的孤寡老人，不需要你们可怜，你们的东西我不要，赶紧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说完，愤然转身进入屋。这圣五爷怎么这么大脾气？好好的突然就发脸了。你以前没见过他吗？我怎么可能见过他？这村子我都是第一次来。圣五爷，难道你真的打算一辈子这么躲着，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见了吗？你不是说他是孤寡老人吗？怎么还有亲人？陆小婉满腹狐疑，不解地看着皮洋洋。等会你就知道了。滚！我没有亲人。您的女儿差点死了，如果您继续躲下去，以后一定会后悔。他好像真的生气了，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皮洋洋轻轻摇头，眼眸中闪过一丝失望。两人刚刚转身，小皮，你想问什么？你就说吧。您昨天晚上去城里，其实就是想去自己女儿所住的地方走走，想听听他们的声音，是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人和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真的很奇妙。我在看到陆小婉的母亲圣洁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她和你一定有一种很亲近的关系。这么说，是你救了圣洁？算是吧。她小时候一场高烧，把肺给烧坏了，落下了病根。都怪我当年太大意了，以为小孩子发烧感冒吃点药就会好。虽然圣五爷没有直接承认圣洁是他女儿，但说出这段话就等于是承认了。他一脸的懊悔，空洞的双眼中泪水滚动。圣五爷，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没必要再自责了。圣洁阿姨的病现在已经好转了很多，我有把握把她完全治好。你真的有把握完全治好她？我有把握。小皮，谢谢你。您为什么要和女儿断绝关系？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我怕连累他们，所以我故意和她闹了一次，彻底伤了她的心。难道您打算永远不认小婉吗？我现在这个样子，怕吓到她。你知不知道，你在世上除了你的父母，还有一个至亲之人。你是说我爷爷那边吗？不是，是你母亲那边。我母亲是独生女，我的外公外婆早去世了，哪还有什么至亲？你的外公并未去世。听到这句话，陆小婉浑身一震，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你说什么呢？如果我外公还在世，我妈为什么要骗我？你先不要激动，如果我说的是事实，你怎么想？陆小婉愣住，狐疑地看着皮洋洋。小婉，他没骗你，我就是你外公。陆小婉惊愕地看着圣五爷，他的眼睛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与疑惑。我外公早去世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外公？小婉，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和你母亲，不过我真是你的外公。圣五爷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会这么多年都没有和你们联系。不过这些年来，其实他一直在关心着你们。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在你们所住的小区门口遇到了他，他一直站在门口，像是在等待什么。这和他是不是我外公有什么关系？他也许是在等别人。他的母亲不止一次告诉他，说他的外公外婆早已经去世，现在又突然冒出一个外公来，让他一时怎么接受？圣五爷叹息一声，转身往里屋走去。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不过我想，如果圣五爷真是你的外公，他肯定能拿出证据来。圣五爷颤颤巍巍地走出来了，在他的手上多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皮洋洋接过他手上的照片，一共有3个人，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女孩。小婉，这是你妈妈高中毕业那天，我和你外婆去城里接她回家，在公园拍的一张照片。陆小婉伸手接过那张发黄的照片，仔细地看了一眼，随即浑身一震，因为这张照片她
他曾经不止一次看到过，在他母亲的用来收藏首饰的小木盒里，就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他的心中已经开始相信，眼前的圣武爷的确就是他的外公。您真是我外公，可是我妈为什么说您早就去世了？事情已经过去10几年了，现在告诉你也没什么不可以。当年我得罪的人十分可怕，我担心他们会报复我们一家人，我就让你父母不要和任何人说起和我的关系，同时我坚决让他们不能回村里来看我。您究竟得罪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让您这么害怕？这件事和当年住在我隔壁的皮家有关系。听到这句话，皮洋洋浑身一震，眼眸中再次闪烁了一下。看来当年皮家的那场大火绝对不会那么简单。小皮，如果我说出往事，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您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答应。我想请你尽量照顾这一家人，尤其小婉。没问题，我会尽力而为。陆小婉诧异地看了一眼皮洋洋，眼眸中闪过一抹感动和温柔。当年皮家大火其实并非是无意失火，而是有人纵火。那天我喝多了酒，深夜起夜的时候，正好看到有几个人站在皮家门口，我正准备问他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一个人忽然转头看向我这边。那人身材很高，但很瘦，脸上戴着一张面具，看上去十分吓人。我当时吓得酒醒了一大半，不敢开口，一动也不敢动。随后几个黑衣人立即抽出了短刀，冲进了屋子里。当时我很想冲上去救人，但对方好几个人十分凶狠，我不敢出声。不到几分钟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在房子四周点起了火，大火很快将房子吞噬。后来我见他们走了，才敢大声喊失火了，把村里人叫醒来救火，可是一切都晚了。皮家9口全部死了？没有，老皮见我一个人住，每天晚上都会让他的小孙子来我家里陪我睡。那天晚上他在我家，正好躲过了一劫。那皮家的这个小孙子呢？他现在在哪里？圣武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没有看好皮家的小孙子，让他走丢了。我真的对不起老皮。那你应该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吧？他叫皮长青。皮洋洋愣住，心中竟然莫名其妙地闪过一丝失落。那他为什么会走丢？皮长青从小智力有点问题，那天我去地里摘点菜，见他还在熟睡，就没有叫醒他。皮长青居然是个傻子，我绝对不是那个皮长青。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是傻子呢？看来我和这家姓皮的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当我摘完菜回来，才发现他不见了。那后来找到了吗？没有，那孩子脑子不好，这么多年了，也许早已经不在了。唉，那个孩子太可怜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心有余悸，我担心他们看到了我会来杀我灭口。为了不连累你们一家3口，我就去找到你妈妈，让她不要再和我联系，也不要回村里。这件事都已经过去10几年了，当年的凶手可能也早已经忘记了。您为什么还要一个人生活在这里？闻言，圣武爷那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舒心的微笑。要不您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也好照顾您。孩子，我在这里生活了快1辈子了，去城里我只会不习惯。我在这里生活比在城里更好。那好吧，以后我有时间就来看您。这时，皮洋洋从兜里掏出一块玉佩。圣武爷，我身上有一块玉坠，不知道你以前见过吗？什么玉坠？你让我摸摸。皮洋洋将玉坠递了过去，圣武爷仔细地摸索着，像是在努力回想自己是不是熟悉这个玉坠。片刻后，圣武爷心中猛然一蹬，这玉坠怎么在你身上？这是我祖传之物，一直在我身上。您真的认识这个玉坠？没错，这是皮家的玉坠。当时皮家3个孩子，每人1块一模一样的玉坠，其中2块毁于大火，另外1块是在皮长青身上。话没说完，他猛然一怔，原本空洞的双眼骤然瞪大。你不会就是长青吧？你不会就是长青吧？我的名字是皮洋洋。圣武爷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了？24。年龄对不上，他要是还在的话，应该是23岁才对。对了，皮长青的左边屁股上有1块鸡蛋大小的暗红色胎记。那我身上没有。听到皮洋洋否定的话，圣武爷一声长叹，有些失落。10几年了，长青那孩子肯定是不在了。就在这时，皮洋洋的电话响起。是皮医生吗？我是皮洋洋，你是哪位？你好，我是凤城童子吉。童子吉，这是什么破名字？不好意思啊，没听说过。您不认识我，但肯定认识我父亲。你父亲是谁？我父亲是铜沟厂凤城商会会长。你找我什么事？我身上有点毛病，想找您给我看看。皮洋洋想了想，你在什么地方？我去找你。那太好了，我住在万隆大酒店。随后，皮洋洋来到万隆酒店。皮医生，您一定要帮帮我，要不我真的生不如死。不就是那方面不行吗？至于生不如死，
都是粘人，你应该理解我的痛苦。如果这方面不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这病并不严重，这3颗猛龙丹你吃了后就可以生龙活虎了。那太好了，谢谢皮医生。1个月1颗，记住时间，否则的话炸了我可不负责。多少诊费和药费，我现在就转给您。算了，就当是交个朋友。您刚才说交个朋友，怎么，洪少不会觉得我不配吧？哪能？是我受宠若惊，能成为皮医生的朋友，是我童子级的荣幸。皮洋洋心情极好，回到苏氏集团。这么高兴，不会又忽悠别人买了你的猛龙丹了吧？我那药还用得着忽悠？多的是人抢着要。你就吹吧，后天陪我去一趟凤城。去干嘛？凤城商会在后天会进行一次慈善拍卖会，我想去看看。慈善拍卖会？现在苏氏集团的资金不是很困难吗？你难道还想去竞拍那些只能看不能吃的玩意？苏氏集团资金是困难，但这次拍卖会，全省有名的家族和公司几乎都会派代表前去。你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去结识一些商场上的人，为苏氏集团铺路？看样子你还不算太笨。听说那天省城赵家也会派人去参加这次拍卖会。省城赵家很厉害吗？那可是我省10大家族之首，我和赵家一位公子还曾经是大学同学，只是毕业后再也没见过。他还很帅吧？那当然了，他可是我们那时候的校草。你吃醋了？你想多了，我是想，如果有人接盘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早点解放了？什么叫接盘？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就这么不讨你喜欢，这么迫不及待的要把我给推出去？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你要是有了真正喜欢的人了，我们之间的合约就能提前终止了。你在做梦？好吧，我陪你去，我本来就是你的司机。秦氏集团秦玉洁的办公室。秦总，你是说我们要去参加凤城1年1度的慈善拍卖会吗？这是我们秦氏集团的一次机会，如果我们能在拍卖会上认识一些商界名人，这对于我们秦氏集团将会有极大的好处。要不要叫上花赏一起去？以他花家在清江的地位，肯定会有不少人脉。你联系一下他，也不用特别邀请，说我要去参加凤城慈善拍卖会就是。秦总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苏雪晴、皮洋洋，你们给我等着！就算我没拿到腾龙商会的投资，我也会站在清江之巅，让你们只能仰望。次日早上，皮洋洋刚到客厅，就觉得气氛有点不对。苏雪晴微微蹙眉，一脸懊恼；郑丽也闷闷不乐，一脸愁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明天的凤城慈善拍卖会，我们去不成了。为什么去不成了？今年的慈善拍卖会改规矩了，必须收到邀请才能去参加。我还当什么天大的事？不就是拍卖会吗？不去就不去，说不定还省钱了呢。你有那钱去做慈善，还不如捐给我，我好拿去还奶粉钱。你们苏家可是清江5大家族之一，居然没有被邀请。你不知道，这次被邀请的都是必须有藏品捐献的家族或个人。我从不爱好那些东西，哪有什么藏品？不就是一件藏品吗？至于把苏大总裁愁成这样，放心吧，我出。两女一脸惊愕地看着皮洋洋，满眼的不可思议。你出？你那裤衩子都是我给买的，你能有什么藏品？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让你们进得去会场，这不就行了？你没开玩笑吧？你要是真能带我们进去，这次我一定给你奖励。好，如果我没做到，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我都不要了。好，一言为定。随后，皮洋洋来到外面，给童子吉打去了电话。皮医生，您找我什么事？我要去凤城参加慈善拍卖会，可是我听说需要受到邀请才能去。您要去拍卖会，那还需要什么邀请？拍卖会设在我们家的酒店，您要进去，一句话的事。规矩还是规矩，既然定下了，我也不能破坏。这样，我捐献1颗猛龙丹进行拍卖。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拍卖，是不是有点可惜？没事，这玩意吃多了也没用。那好，我马上回凤城，我们凤城见。你的藏品就是猛龙丹？你们不懂，对于男人来说，这是真正的宝贝。刚才的电话是打给谁的？童子吉。苏雪晴一怔，瞪大双眼。你叫皮痒痒，已经很奇葩了，居然还有人取这么奇葩的名字。你会不会普通话？我那是阳，阳光帅气的阳。几个小时后，车子来到凤翔大酒店，几个刚下车，一名保安就走了过来。本酒店这3天不向游客开放，请改天再来。我们是来参加明天的慈善拍卖会的。那请你出示邀请函。没有。保安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你不知道今年的慈善拍卖会需要邀请函吗？这不是皮洋洋吗？你怎么在这里？怎么，这地方我来不得？那为什么不进去？还被保安挡在门口。皮洋洋没有理会他，而是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皮医生，您是不是到了？我现在就在酒店门口。皮洋洋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就将电话挂掉了。皮洋洋，看
看不出来，你本事不小啊，在凤城也能找到熟人。前妻姐，他有没有本事和你没关系了，现在他是我的老公。秦玉洁被他的一句前妻姐气得面色都变了。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少爷啊，您怎么回来了？少爷？什么少爷？还能是什么少爷啊？当然是童家大少了。黄海荣、秦玉洁等人都吃了一惊。童少，我是清江秦玉洁。童子吉没有理会他。皮医生，对不起，我没来晚吧？不晚，正好。客房我已经安排好了，您里面请。秦玉洁一脸狐疑地看着皮洋洋几人进了酒店。你们还进不进？要进赶紧出示邀请函。进，当然进。这是我们的邀请函。保安接过邀请函看了一眼。你们谁绣花？花少还在后面，他让我们先进去。不行，邀请函的主人没到，你们不能进。皮洋洋和苏雪晴没有邀请函都能进，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好啊，那你也让童少出来接你们啊。秦小姐，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进去吗？沈景斌是省城10大家族之一的公子，但这人的长相实在差强人意，而且行为也很猥琐。不用了，花少等会就到，我还拿着他的邀请函呢。秦小姐，我代表我们沈家，诚心想要和你秦氏集团合作，不过看来秦小姐似乎兴趣不大，那就是我打扰了。说完，直接向酒店走去。沈公子，等一下。秦小姐还有事？我接受沈公子的邀请，我和你一起进去。给我们安排一个好点的包间。不好意思，包间已经全部有人了。此时沈景斌的目光落在了大厅一个中年人的身上。白三爷。白三爷？什么白三爷？白家是省城第3大家族，白三爷在那里，我过去打个招呼。白三爷，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您了。白正成淡然看了他一眼。你是哪位？就在这时，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白兄，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先通知我一声？童兄，知道你这几天肯定很忙，就不敢打扰了。皮医生正在和我儿子用餐，我特意过来打个招呼。你说的是哪个皮医生？当然是清江的皮洋洋了。另外还有哪个皮医生？是吗？皮医生也到了，那我也得去和他打个招呼。随后两人向里面的包间走去，沈景斌直接怔住在了原地，自己可是堂堂沈家的大少爷，居然被这么无视了。刚才的对话，秦玉洁也听得清清楚楚。又是2个称呼皮洋洋为皮医生的人，这皮洋洋究竟是什么身份？怎么会赢得这么多人的尊重？我有点不舒服，这饭不吃了，先回客房休息。说完，转身就走。此时的秦玉洁心烦意乱，根本没有心思吃饭了。爸，白三叔，1年前童高畅得了一种怪病，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听人说，清江有一名天阳上人，医术神奇，在儿子童子吉的陪同下，找到清江老街口，却发现天阳上人已经去世快2年了。恰好皮洋洋从天桥摆摊回来，遇到了童高畅。皮洋洋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知道了他的病情。这位大叔，你是不是最近头痛欲裂？检查却又一切正常。没错，你怎么知道的？他是天阳上人的传人，你的病也许他能看。可是童高畅见皮洋洋太年轻，医术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我这病，名医教授看了不少，都找不出病因。看来这是天要收我认命了。你的寿元还有近40年，怎么能说天要收你？那些名医教授看不出你的病因，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到家。要是让我给你治，10分钟就能给你根治了。闻言，童高畅顿时吃了一惊。这家伙年纪不大，口气不小，专家教授都束手无策的病，他居然说10分钟就能根治，这不是吹牛皮，就是得了失心疯。小伙子，即使你是天阳上人的传人，但也要学会谦虚。你敢不敢让我试试，给你扎上几针？不必了，我不想受那针刺之苦。人生处死无大事，你连死都不怕，又为什么会怕这几枚小小的银针？闻言，童高畅微微一愣。你说的也对，我既然死都不怕了，难道还怕被你扎几针吗？随后皮洋洋在其丰府、天灵、玉枕等穴位扎上了针，这种感觉十分奇妙。10分钟很快过去，皮洋洋起出银针。如果头疼病再犯，你可以去天桥砸了我的摊子。说完，皮洋洋转身就走了。福先生，这位天阳上人的传人叫什么名字？他叫皮洋洋，你叫他小皮就行。我记住了。若3日内我头痛病莫再犯，并送上厚礼酬谢。他说治好了，那必然是治好了。皮医生，没想到您会来凤城，多有不周，请见谅。老童，这次拍卖会是你负责吧？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么说，所有代拍品都是由你管理了？一般拍品已经在展示了，另外每年都会选出3样神秘宝贝，等到正式竞拍的时候才会展示出来。我能看看那3件神秘宝贝吗？皮神医想要看，那是自然可以的。这就是组委会挑选出来的神秘拍品。皮洋洋看到物品时顿时愣住。猛龙丹，
您说要捐献一颗猛龙丹，我就先把您给我的给捐献了一颗。好东西当然要大家共享嘛。接下来，皮洋洋被一块玉坠吸引住了，因为这块玉坠和他身上的那块一模一样，看不出有任何区别，也刻着个小篆体的皮字。圣武爷说过，这玉坠一共3块，其中2块已经毁于那晚的大火，现在这里又冒出了1块，难道这就是皮家老三皮长青当年所戴的那一块？皮长青果然还在世上。皮洋洋看着手上的玉坠，陷入了沉思。皮医生，这块玉坠您认识？这玉坠是谁捐献的？是省城赵家。你是说省城第一大家族的赵家？没错，是那个赵家。赵家不缺藏品，更不缺钱。这么一场盛大的慈善拍卖会，他们为什么只捐献这么一块普通的玉坠？说来也怪，自从成立这个慈善拍卖会以来，赵家每年所捐献的藏品都是这块玉坠。这么说，他们家量产这玩意？不是，就是这一块。这玉坠的右下角有一条几毫米的裂缝，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皮洋洋立即查看了一下，果然发现在其右下角有一道比头发丝还细的裂缝。每年的慈善拍卖会，这块玉坠赵家一定会出价拍回去。不过奇怪的是，这块玉坠每次起拍价才50万，可是赵家出价都是一口价5000万。这是什么骚操作？自己捐献的藏品，自己再花天价拍回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赵家这么做其实就是走秀，他们就是让大家知道赵家的慷慨。皮神医，您不会看上这块玉坠了吧？全场这么多拍品，随便您看上哪一件，我同价一定拍下来送给您。可是这块玉坠，您还是不要争了。为什么？这块玉坠，赵家每次又拍回去，已经成为了慈善拍卖会上公开的秘密。您要是和赵家叫价，可能会激怒他们，这实在没必要。皮洋洋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赵家毕竟全省第一家族，得罪他们肯定不是明智之举。谢谢提醒，我明白了。随后，皮洋洋正准备回客房去休息，在酒店大厅碰到一个气势不凡的年轻人。童子吉则是一脸惊讶地看着这位年轻人离去。不就是一个看上去有点身份的公子哥吗？至于紧张成这样？他是省城赵家的2公子赵德柱。赵德柱人长得不错，名字取得有点烂，万一没罩住，那不是打脸啊。回到房间，皮洋洋正准备休息，忽然听到有人在敲房门。请问苏雪晴小姐是住这里吗？请问你是？我和苏小姐是大学同学，我叫赵德柱。请稍等一下。随即转身进屋，将门轻轻关上。原来这家伙居然还是苏雪晴的追求者。赵公子，你也来参加这次慈善拍卖会了？我们赵家今年本来是委派我二叔来参加这次拍卖会的，但我爷爷指定让我代表赵家前来了。那要恭喜赵公子了，看来你在大学时立下的宏愿就要实现了。这是你最喜欢的蓝色妖姬，我特意为你定制的，预祝你这次慈善拍卖会收获满满。苏雪晴并没有接赵德柱递来的鲜花，难得赵公子还记得，我自己都差点忘记我还有这个爱好了。既然来了凤城，就好好放松放松，找找大学时期的回忆。往事往矣，现在我一心想要把苏氏集团做好。我们能在凤城相见，也算是缘分。这花还请你收下。不好意思，你的花我不能接，也没资格接。为什么？你是怕这花有毒吗？实话说吧，我已经结婚了，自然不能再收其他男人送的花。我结婚快1个月了，我老公就住在隔壁。皮洋洋其实就站在门口偷听，他一直想着要早点解除协议，现在真有一个男人在追求苏雪晴了，他忽然又有一丝失落的感觉。随后他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假装吃惊地说道：老婆，这就是你经常和我说的那个大学同学赵二柱子吧？苏雪晴、郑丽、赵德柱同时吃了一惊。赵二柱子，我老婆说你在大学的时候特别乐于助人，只要是女同学，还有你们的女老师保洁阿姨，你都会无微不至的关怀。赵德柱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狠狠地盯着皮洋洋。我什么时候和他说过这样的话了？郑丽却已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知道皮洋洋是在胡说八道。苏雪晴，你不会告诉我他就是你老公吧？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老公皮洋洋。洋洋，这位是我大学同学赵德柱，省城赵家2公子。赵公子，幸会。赵德柱将手中的鲜花狠狠地摔在地上，转身就走。给我查，今天晚上我要看到皮洋洋的所有资料。皮神医，我爸让我来请您去赴宴，另外他还邀请了凤城几个大家族，他们也想认识认识皮先生。这家伙这么有面子的吗？没问题，我们马上就去。老周、老谢，这位就是曾经救我一命的皮神医，那位是他的妻子，清江苏氏集团总裁。鄙人周莹耀，久闻皮神医大名，特设此褒宴，为皮神医、苏小姐接风洗尘。感谢周家主盛情款待。吃饱喝足后，皮洋洋看向谢来生，谢家主心里有事。皮神医好眼力，鄙人确实有点事，要先失陪了。老谢，到底出什么事了？谢来生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好像有点难以启齿。谢氏集团最近是不是经常出事？一些明明谈好，
可以确定的项目，莫名其妙就被人给抢走了。谢来生一惊，狐疑地看向皮洋洋。老谢，皮神医说的是真的吗？确实是这样，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几次意外，可是这样的事情一出再出，甚至已经死人了。闻言，谢来生猛然一惊。皮神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的办公楼风水有问题。谢来生的神情更加震惊了。没错，港区的龙大师也是这么说的。老谢，你不会真把龙大师请来了吧？龙大师的飞机马上降落，我家老三现在就在机场等着。龙大师的费用可不低，看样子你是真的遇到麻烦了。没办法，如果不想办法破局，谢氏集团都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了。港区的龙大师，他很厉害吗？港区的龙大师是风水界的顶级大师，是风水协会会长，一般的人根本请不动他。谢家主，这么说，龙大师已经来看过了？没有，我就是把照片和航拍视频发了过去，龙大师就断定这座办公楼的风水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龙大师还确实有点本事。老谢，你这办公楼已经修建有好几年了吧？怎么前面几年没出事，今年却出事了？因为建成了困惑局，在略懂风水的人看来，这是典型的聚财局，但其中有一处致命的缺陷，埋下了极大的隐患。皮神医还会风水？你忘记了，我师父是天阳上人，他无所不能，风水堪舆，只是他众多本事中的一样。对，我把这事给忘记了。天阳上人确实是奇人，他会的确实很多。就在这时，谢来生的电话响起，他赶紧接通电话，听了一句，便立即惊喜地说道：“好的，我马上就到。我家老三已经接到龙大师了，我得下去等着。各位，失陪了。”说完，急匆匆地往门外走去。出了饭店，皮洋洋抬头看向对面谢氏集团办公楼。你是不是想要去看看？如果想去的话，我和丽姐先回酒店。那也行，童少，麻烦你送一下他们。您放心，我一定安全送到。此时，谢氏集团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人。这龙大师喜欢这样的排场。龙大师的身份摆在哪里？听说龙大师特别喜欢旗袍美女。这是大师还是流氓？一个看风水的糟老头，居然还喜欢旗袍美女。两人正在闲聊的时候，只见一辆车停在了门口。谢来生赶紧迎了过去，从后坐下来一位老者。龙大师一路辛苦了，欢迎龙大师莅临谢氏集团。他微微点头，脸上浮现一丝微笑。今天有点疲倦，明天上午再来破局吧。我已经在酒店安排好房间，请大师一步。一个困惑局而已，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有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吗？年轻人，不要以为自己看过几本风水书，就以为自己是风水大师了。我倒要请教这位大师，这座楼的风水究竟有什么问题？你说的没错，这确实是困惑局。此局做成后，使用者前几年会财运亨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利害关系才会彰显出来。听到龙大师的这番话，谢来生同高畅的神情一正，这说法与皮洋洋在饭店的说法完全一致。那么请问大师该如何破局？大师自港区而来，已经疲乏了，需要休息。就算你懂一点风水之术，难道有资格和大师讨论？我看是徒有虚名吧。这年代是个人就敢称自己是大师，我看不是疲乏了，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破解吧。龙大师的面色骤然改变，双眼中爆射寒光，狠狠盯着皮洋洋。无知小儿也敢质疑老夫？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小伙子，也许你是懂点风水，但这位是港区的龙大师，业界的大咖，你怎么敢质疑他不会破解？既然是大师，又怎么会怕我质疑？龙大师，当年建成这座办公楼的时候，我也曾进行过风水堪舆，没想到好心办坏事，如今谢家困了缠身。大师若是能及早破局，晚辈感恩戴德。他就是我们凤城有名的风水大师郭有年，估计龙大师就是他联系请来的。好，既然你们都想知道破解之法，那我现在就说说。谢先生，你这座办公楼背靠青山，面临风水，本应该是绝好的招财风水局，可是这座办公楼的设计有很大的问题。听到龙大师开口，几乎所有人都认真倾听，尤其谢来生更是仔细地听着，唯恐错过一个字。办公楼面东向西，正好从早到晚吸纳日精，而整座大楼缺少宣泄之处。所谓盈满则亏，盛极必衰。所以这座楼建成后，为你谢家带来了不少财运，可这些财运至今已经盈满，变此走入衰落。果然不愧是港区第一大师，说的就是通透。可是大师说了这么多，究竟该怎么破解？可惜，因为对面所建的这座紫云楼挡住了风水，将原本的风水彻底破坏，以至于财路不畅，阳火难宣。
听到龙大师的这番话，周莹耀的面色变得有点难看。紫云楼是他周家花费重金打造的特色饭店，龙大师嘴唇上下这么一碰，他的紫云楼就成了破坏谢家风水的建筑。那大师，这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把对面的紫云楼给拆了，以后都不要建造任何东西。谢来生的神情非常尴尬，他当然知道拆掉紫云楼不现实。大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不拆紫云楼？老夫已经说了，这是唯一的办法。龙大师，你是不是和我周家有什么恩怨？为什么非要拆掉我的紫云楼？舍小保大，理所当然。你紫云楼的损失可以让谢家赔给你吗？谢先生，如果对面的紫云楼不拆，请恕老夫无能，这一趟只能白来了。真是长见识了，这就是港区第一风水大师的实力，佩服佩服。你阴阳怪气的说什么？难道老夫所说的破解方式不对吗？你说的方式确实没错，可以破解，但绝非唯一方法。此话一出，几乎所有人都露出惊愕之色。小子，你是不是太狂妄了？连龙大师的话你也敢质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龙大师就算再厉害，难道能保证从不犯错？年轻人，既然你认为那不是唯一办法，那你倒是说说，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在此两处挖掘出2座池塘，装上喷泉，并将2座池塘连通，上面雕刻2条飞龙，喷泉自龙嘴中吐出，则困火局自然破解。谢来生、周莹耀、童高畅等人一脸茫然，但龙大师的神情显得有点吃惊。当然，池塘中如果养一些观赏鱼，并将2座池塘设计成太极图案，则效果更佳。妙，真的是太妙了。老郭，你说什么太妙了？这位皮先生所说的破解之法真的太妙了，根本不用拆紫云楼，谢氏集团的困火局就彻底破解了。郭有年的这一番话，龙大师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龙大师，不知道您对皮先生所说的方法有什么看法？他所说的方法也未尝不可。那就由劳大师来奉承一趟了，所有开销我会支付给大师100万的辛苦费。不是说好1个亿的吗？怎么成100万了？听到这句话，众人都惊呼出声，皮洋洋也一样瞪大了双眼。上下嘴唇这么一碰，就是1个亿，这比抢银行还来得快。老夫无功不受禄。说完，气呼呼的大步离开了。皮先生，非常感谢，今天要不是你，不但我谢氏集团的问题不能解决，还逼得我谢家和周家有了嫌隙。没什么，举手之劳而已，我只是不想你们被那什么龙大师骗了，所以才出手。我请龙大师前来，谈好的酬金是1个亿，现在这个问题是你给我们解决的，这1个亿的酬金自然应该给皮先生。谢家主这么客气，那我就收下了。万家主，那里是一口水井，是一口水井，不过已经废弃了。龙大师往前几步，来到废井前，盯着看了好几分钟。龙大师可是看出了问题。水主财，有此景在，万家的财运当不错，你们居然在上面覆盖石板，这是阻断财运之举。而且石板阻断之后，居者体虚气衰，易怪病缠身，身体时好时坏。万振山微微一惊，随即恍然大悟地说道：原来如此，我就说皮洋洋是个骗子，他不过是恰好碰上了咱爸身体反复的周期。龙大师这么说，我家酒店的生意一直做不起来，还有我爸的身体反复发作，都是因为这口井吗？龙大师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盖上石板，阻断降符。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你们万家最近可是破了一笔不小的财。对，我们万家确实被一个小子用7两酒给骗了7000万。听到万金河的话，龙大师微微一怔，这家是冤大头吧？是谁比我还会忽悠？居然用7两酒忽悠了7000万。龙大师，既然您看出了问题所在，想必能破解吧？龙大师表情显得十分凝重。既然这家人是冤大头，我可不能错过机会。要破解也不是不能，不过其中有一个不小的麻烦。这有什么麻烦的？既然是这口井不能封，打开不就是了？如果事情都这么简单，那还有我们这些风水大师做什么？万振山赶紧瞪了万金河一眼，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随即微微躬身，恭敬地问道：什么麻烦？请大师明示。你家的这口井极可能有神灵居住。这么说吧，井龙王你们应该听说过吧？闻言，万金有失声惊呼：您是说这井下有龙王？对于这么玄幻的事，他觉得难以置信。龙大师赶紧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不要高声，然后退了3步说道：福泽厚重之家才有可能引来井龙王，这本是你们万家极大的福缘。可是你们居然封住了水井，使得井龙王不见天日，难免愤怒。万金河撇嘴，他心中显然不相信什么井龙王，而万振山则是一片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明白了，大师的意思是打开水井还不行，还必须安抚井龙王，让他不要生气。对，要想安抚井龙王，我必须做一场法事。做法事
是不是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确实需要很特别的东西，那就是损耗我的功德和修为。修为还好说，我日后可以修炼回来，但功德有点麻烦。请大师明言。如果我耗损功德为你万家做法，则你万家就会欠下我的功德。若此功德无法偿还，则一样会损你万家福报。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欠下大师的功德？自然是直接买来功德元宝，烧化给景龙王。这样的话，就不用消耗大师的功德了。这不就是要钱吗？我们不是给了1个亿了吗？龙大师的出场费就是1个亿，至于要做法事，当然是另外付费。这胃口也太大了，1个亿还不满足，做法事还另外收钱。请问大师需要多少钱？根据需要损耗的功德来计算，大概2000万嘛。不过你们不要误会，这钱不是给我，是给景龙王。闻言，万金和气的咬牙切齿。我万家还真是冤大头，谁都能敲竹杠。皮洋洋敲走了7000万，这里又来了一个狮子大张口的。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请大师准备法事。龙大师一副大师的表情，缓缓点头。这场法事做完，万家就会顺风顺水，财运不断。那就有劳大师了。我先回酒店休养，下午的法事消耗太大，必须要养精蓄。爸，我看你那酒就别喝了吧，皮洋洋那小子就是胡说八道的。这酒这么贵，不喝是不是浪费了？再说了，龙大师还没有做法事，我看为了保险，我还是喝了的好。说完，他仰头将那半杯酒喝了下去。这是第7天了吧？按照皮洋洋的说法，喝完这半杯，您的病就会完全好了。对，这样的话，我就不怕再犯病了，双保险吗？打开井盖，迎接降服。只见一名壮汉上前，将井盖一把掀开。龙大师对着井里丢了一把糯米，然后让助手点燃元宝。随着火光冲天而起，龙大师对着井口念念有词，万家人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不知道他念叨些什么。法事做完，他擦拭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摇摇晃晃，像是要倒下。龙大师，你没事吧？没事，刚刚损耗功德太多，有些虚弱是正常的。那我万家已经没事了吧？当然没事了，景龙王已经收到功德，不会再为难你们万家。待明日，你们在院子中挖出一个水池，将井水积蓄，万家的财运就会扶摇直上了。龙大师辛苦了，请回酒店休息。不用了，我已经在这里耽误1天了，港区还有好几个客户在等我，我必须连夜回去了。说完，然后就往门外面走去。爸，这就可以了。他是港区的龙大师，他说可以了，那就肯定可以了。可是我刚才在后院的时候，怎么感觉凉飕飕的，心里有点发毛。瞧你那没出息的样！一句话没说完，突然身体骤然一抖，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像是被高压电击中，浑身剧烈抖动。爸，您这是怎么了？妈的，刚才那老头就是个骗子，我去把他追回来。说着，他一边掏出电话摇人，一边快步走了出去。随后，万金友和万金安将万振山抬到了床上。赶紧把咱爸送医院去，他这是又犯病了。我就说了，皮洋洋的酒纯粹是忽悠人的，按照他说的喝了7天，现在还不是一样复发了。还有那个狗屁龙大师，拿了钱就跑路了。大哥，咱爸这情况我看不像是旧病复发，好像是出现了新症状。万金友一愣，转头看了一眼床上的万振山，那也不能说不是皮洋洋忽悠了咱们，谁知道他那是什么酒，喝了会有什么反应？随即他掏出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万总，是不是你们请的大师给你们看风水，看出什么问题了？万金友原本准备开口质问的，听到皮洋洋的这句话，不禁一愣。你怎么知道？说吧，什么事？是不是老爷子又出什么问题了？你说我爸喝了你的酒，他的病就能完全好了，可是现在他又倒了，老爷子又晕了。那倒没有，你还是赶紧来一趟吧，要不然我爸可能快不行了。没事，老爷子死不了，我现在就过来。皮洋洋心中也有点奇怪，让龙大师看个风水，怎么还把万振山给看倒下了？咱爸怎么看上去像是中风了？先等皮洋洋来了再说，那个老神棍也别想就这么跑了。不到半个小时，皮洋洋便来到了万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喝完你给的酒，我爸的病就会完全好了吗？怎么又变成这样了？皮洋洋看向床上的万振山，很快双眉一凝。你们家今天做了长法是吧？此话一出，众人都是目瞪口呆。皮洋洋只是看了一眼万振山，居然就知道万家今天做了一场法事。老爷子今天喝完酒后，是不是意识很正常？这几天都很正常，喝完酒后精神都很好，能吃能睡，这就对了。所以说你们花的酒钱不亏，其实老爷子的身体确实是完全好了。那我爸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因为你们今天做了一场法事的缘故。
胡说八道！一场法事怎么会把我爷爷做成这样？因为给你们万家做法事的人道行太浅。你是说我爸他是邪气入体？没错。皮神医，你既然能看出来，那能化解吧？皮洋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做法事？在什么地方做的？先带我去看看。那个龙大师说我家后院的一口水井不该封闭，激怒了景龙王。好吧，先带我去看看后院的水井。刚进后院，他便感受到一丝阴凉之气从水井部位传来，看向那块被挪开的井盖，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去把水井封上吧。万家三人怔住，面面相觑，一个让打开，一个让封上，这究竟谁说的对？如果不封上，老爷子只怕过不了今天晚上。听到这句话，三人不敢再犹豫，随后派人盖上了井盖。家里有朱砂吗？没有的话，公鸡血也可以。另外还要一支毛笔。有朱砂，以前我爷爷的一个朋友来玩的时候，曾经留下一盒朱砂。随即他就跑了出去，没多久就拿来一盒朱砂和一支毛笔。皮洋洋用毛笔蘸上朱砂，对着虚空点点画画，嘴中呢喃有词。万家兄弟看得目瞪口呆。好了，去看看老爷子吧。皮神医，这样就可以了？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明天早上，你们请人在这水井上修建一座太极亭，同时在前院挖一座蓄水池，水池中必须养有活物，鱼和王八都可以。话音刚落，就见万振山走了过来。皮神医，老夫惭愧呀！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了老夫，可是老夫却一直怀疑你的药酒有问题。要不是你再次出手，我这条老命就算是交代了。老爷子，您的阳寿可不会这么早就结束，且有的活。您能算出老朽还有几年可活？老爷子，天机不可泄露。你们记住，皮神医是我万家恩人，以后万家上下，不管是谁敢对皮神医及其家人不敬者，家法伺候。万金油等人立即神情恭敬地站得笔直，同时连连点头。皮神医，这次费用多少？我听说万家除了酒店，还经营有一个药材基地，是吧？没错，万寿山药材基地就是我万家产业。你们应该听说了，我已经给苏氏医药提供了药方，一款叫猛龙丹的药，马上就会面世。如果你们能签订下原材料供应合同，你们也算是搭上了苏家的顺风车。猛龙丹就是你做出来的吗？你知道猛龙丹？我听耀华药业的老板说过，他搞到了几颗，说效果太好了。我相信皮神医，别的不说，就是给我喝的药酒，如果生产，肯定也会震动市场。还是老爷子识货。金油，明天去一趟苏氏，一定把这个合同签下来。皮神医，那猛龙丹还有吗？哪天卖给我几颗？今天没带。以后你就是我大哥，我再也不会和你作对了。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等一下，皮神医还没说酬金多少呢。合同就是酬金。此时的秦家气氛有点古怪。玉洁，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公司的逍遥丹马上就要投产了，可是我们还没有解决原材料供应的问题。这么多药材基地，随便找一两家合作就是，至于为难成这样吗？哪那么轻松？逍遥丹中有一味很重要的药，虽然有很多地方种植，但只有万寿山的品质最好。我们既然要做，肯定就要做最好的，要不拿什么去和别人竞争？那就去找万寿山啊，咱们有钱，难道他们还不卖？万寿山是万家的产业，而且万寿山的药早就被天南6省中几个大药厂订购了。你可以请花柳斌陪你一起去啊，花家也是清江5大家族之一。花柳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他怎么陪我去？这时，一直坐在不远处的秦四海突然说道：“当初非要离婚，现在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不离婚？难道和那个废物商量？他能拿出什么主意？他未必就是废物。他不是废物是什么？有时间在这里唧唧歪歪，还不如去把地拖了。”秦四海随即起身，向卫生间走去。你也和皮洋洋一样，都是废物。这个家要不是我们2个女人撑着，早不成样子了。此时，秦玉洁猛然觉得自己的父亲虽然好像很木讷，但其实他的内心也许比谁都清楚。也许父亲知道皮洋洋的一些什么秘密。玉姐，你这是要出门吗？胡公子，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是特意来看你的。你们这是要去哪里？我打算去一趟万氏集团，想要谈下万寿山的合作项目。那正好，我陪你一起去。我爸和万金有算得上是朋友，我去的话，他多少会给一点面子。秦总，有胡公子帮忙，这个合同一定能拿下。秦玉洁虽然不太希望胡乱来一起去，但听到他和胡家有交情，便点了点头。那好吧，有劳胡公子了。你说万氏集团会主动来找我们签订合同，没开玩笑吧？我从不开玩笑。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也应该主动去万氏集团。有道理，毕竟是我们有求于人。万寿山的药可是紧俏货，根本不愁销路。你们真的要亲自去万氏集团？对，去万氏集团。来到公司楼下，苏雪晴
郑丽回办公室去拿资料，皮洋洋给万金油打去了电话。老万，你别过来了，苏总说要亲自过来找你。那好，我在公司等候你们。不到半个小时，车子来到万氏集团总部大楼门口。几人刚下车，就看到秦玉洁往公司里面走去。秦玉洁怎么来万氏集团了？说不定也是来签订原材料供应合同的。我爸是你们董事长的朋友，我们今天来是和你们公司谈合作的。就算是我们董事长的朋友，那也得预约。我们来是签订合同的，要是给耽误了，你承担得起吗？既然是签订合同，为什么没有预约？如果随便来个人就说是来签订合同的，那公司的规矩还有什么用？胡少，让你爸给万董事长打个电话，难道还不让上去？胡鸾来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他说自己的父亲和万金友是朋友，其实是吹了一个牛。对呀，让你爸给万董事长打个电话，这事情不就解决了？既然把牛吹出去了，也只能硬着头皮走到一边去打电话了。皮洋洋、苏雪晴、郑丽三人就站在不远处看着。完了，我把预约的事给忘记了。见个人而已，哪有那么多麻烦？说着，几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请问你们董事长办公室在哪一层？你们是谁？找我们董事长有预约吗？没有。皮洋洋，就凭你也想见万家的董事长？你没看到我们没有预约都见不到吗？你们见不到，不代表我见不到。我就不信，一样都是没有预约，我们见不到，你就能见到。就在这时，万丹屁颠屁颠地走了过来。大哥，你怎么来这里了？闻言，众人全都瞪大了双眼。大哥，听说你要亲自来我们万氏集团，我特意下来迎接。我陪他们过来谈合作的事情。是苏总吧？跟我上去吧，我爸早就在等着你们了。随后几人跟着万丹往里面走去。秦玉洁几人一脸的惊愕，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这废物怎么认识万公子了？陈经理，刚才那3位是谁？她是我前妻秦玉洁。万丹愣了一下，他们既然来了，也请上来吧。此时，走开打电话的胡鸾来一脸讪讪然地走了过来。刚才他确实打了一个电话，苦苦哀求自己的父亲，结果胡金芳在电话里将他一顿臭骂。秦总，董事长在顶楼，你们可以上去了。早就说了，我爸和你们董事长是朋友，非要逼得我打个电话。还是胡少厉害，这么牛的万氏集团，说进来就进来了。小事一桩，只要是玉洁的事，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他心中还真就以为是自己父亲给万金友打过招呼了。这老东西藏得还挺深，居然和万金友的关系这么铁。玉姐，您放心，既然我爸打过招呼了，万董事长肯定会愿意和秦氏集团合作的。等见到万董事长再说吧。万董事长，我是苏氏集团执行总裁苏雪晴。苏小姐，久仰大名，今天苏小姐能亲自莅临我万氏集团，万某非常荣幸。这位掌管着万氏集团的万董事长，居然这么谦和的吗？万董事长客气了。万金友拿起桌子上的一份合同递给了苏雪晴。苏小姐，请先看看这份合同，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签了。就在这时，秦玉洁几人走了进来。你找谁？万董事长，我叫胡鸾来，是胡金芳的儿子。胡乱来，你来我这里做什么？我陪秦氏集团的秦总来拜访万董事长，同时想谈一下和万氏集团的合作。爸，那位是皮神医的前妻。万金友怔了一下，看向皮洋洋，是我前妻秦玉洁。万金友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声。皮洋洋的艳福还真不浅，这两女的都是公司总裁。秦氏集团什么项目想要和我们万氏集团合作？准备租用酒店吗？万董事长，我公司在开发一款新药，用到的原材料中有一种只有你们万寿山药材基地的品质最好，我想和万董事长谈谈，看看能不能从你们万寿山基地采购。你说的不会是公丁香吧？对，是公丁香。秦小姐，可能你来晚了，每年公丁香的产量十分有限。万董事长，请您一定想想办法，哪怕是给我们供应一部分也行。你要是需要别的药材，也许我还能想想办法，但如果是公丁香，那就真的爱莫能助了。为什么呀？卖给谁不是卖，我们给的价格不会比别人的低。闻言，万金友的面色微微一沉。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秦玉洁赶紧在黄海荣的手臂上碰了一下。万董事长，您看能不能给我胡家一个面子，将公丁香供应一部分给秦氏集团？是个人就来找我要面子，我给得过来吗？万董事长，刚才我爸给你打了电话吧？他没和你说吗？你爸胡金芳，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电话？胡乱来的笑容猛然僵住，不可思议地看着万金友。要不是我爸给您打电话，他们怎么会让我们上来？你想什么呢？我是看在他是皮神医前妻的份上，才让你们上来的。闻言，几个人顿时感觉到无地自容，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秦小姐，公丁香的供应我已经答应给苏氏集团了，如果没别的事，你们请便吧。秦玉洁的面色苍白，狠狠地瞪了胡乱来一眼，转身就走。胡乱来也十分尴尬，搞半天自己原来是小丑。他跟着秦玉洁也走了出去。
胡少，以后没有把握的事不要随便保证，这样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那个皮洋洋太可恨了，他肯定是想要报复你，所以故意让你难堪。我就不相信，没有万氏集团的原材料，我秦氏集团的逍遥丸就生产不出来。皮洋洋闲得无事，来到了影视基地。大唐水镇影视拍摄基地，老板，他们这是在干嘛呢？他们都是群演，在这里等着揽活呢。小兄弟，我看你挺帅气的，可以去试试，说不定能给你一个好点的配角呢。是吗？能给我什么角色？至少不可能让你演死尸，怎么的也得给你整个有2句台词的。听到老板的话，皮洋洋咧嘴大笑了起来。小兄弟，你别笑，很多明星大腕都是从群演做起来的，就凭你这形象气质，说不定以后就能成为大明星。好，我去试试。皮洋洋哈哈大笑的走了，他当然不可能去试。你放心，这部戏是我妹妹主演，也是我唐家投资，只要我一句话，让你演个女3号没问题。真的？你说话可要算数。当然算数，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我姐姐肯定会让你进剧组。昨天晚上我就是你的人了，难道还不算是你的女朋友？只要你能让我进剧组，演上女3号，我以后都是你的。随后皮洋洋跟着二人来到一个池塘边，整座池塘亭台水榭，假山回廊，布置得十分优雅。一名穿着古装的女子正躺在一把摇椅上，在其身边站着一个看上去有几分妖娆的美女，正在不断地摇动手中的纸扇。看到这一幕，皮洋洋不禁微微一怔。明星都是这调调的吗？自己又不是没手没脚。小妹，唐瑞景微微仰头看了一眼，你来这里做什么？小妹，这是我女朋友萌萌，她现在是我们唐氏影视的签约艺人。你们这戏不是刚拍吗？听说女3号还没最终确定，你看能不能让萌萌来演这个女3号？你女朋友？唐鹏云赶紧点头，一脸恳求地看着唐瑞景。好，我知道了，等散班了，我和曹导说说。说完，摆了摆手，示意唐鹏云和萌萌先离开。还别说，这个萌萌纤纤细腰，确实算得上是一个美女。这个女人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就在这时，唐瑞景站了起来。当唐瑞景站起来的时候，皮洋洋眼前一亮，这个女人果然名不虚传，漂亮。找一个群演这么费劲吗？如果还找不到，今天就别拍了。这么热的天，你让唐小姐在这里干等着。摇扇子的男人声音尖锐，倒有7分像是女人的声音。这家伙演太监简直是本色出演。就在这时，一个戴着球帽的中年男人正气喘吁吁的大步走来。我回来了，演员找到了，居然是陆小婉，她这是跑影视城来做群演了。唐小姐，你看她怎么样？符合你的要求吗？就他吧，和他说一下剧情，早点拍完，早点休息。他只是剧组临时找来的演员，所演的角色自然十分简单。听了一遍，他便牢牢记住了。不要紧张，争取一遍过。唐小姐，可以是拍了。随后，唐瑞景来到一座亭子中，缓缓坐下。此时，陆小婉也换了一身古装出来了，活脱脱一个古代的丫鬟装扮。与陆小婉同时出来的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走到了亭子中，站在了唐瑞景的身旁。Action！ 在曹导喊开始之后，陆小婉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还转头去看摄影机。陆小婉，你不要紧张，放松心情，我们再来。陆小婉点了点头，但神情依旧十分紧张。Action！ 曹导再次喊开始，陆小婉立即急急慌慌地向亭子跑去。不知道是剧情需要，还是她过于紧张，一脚踢在进亭子的台阶上，身子飞了出去，直接撞在了唐瑞景的身上，一个踉跄，眼看就要栽入池塘中。惊慌失措的陆小婉用力一拉，将唐瑞景拉了出来，但他自己失去重心，一头栽进了池塘中。皮洋洋见状，没有犹豫，奋力游向陆小婉。唐瑞景虽然幸免掉进池塘，但他被陆小婉拉回来后，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快叫救护车！好在皮洋洋很快就将陆小婉抱上岸，他没什么事。走，你先去换了衣服，这戏咱不演了。你们快送他去医院啊！皮洋洋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要想他不死，你们就赶紧散开。听到皮洋洋的这句话，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他。你懂医术？他不但懂医术，而且医术还很厉害。他现在需要流通的空气，还有你们最好不要搬动他，否则的话，他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都散开，快点散开！皮大哥，唐小姐不会有事吧？他现在很危险，就算救护车赶过来，怕也是来不及了。胡说八道！我妹妹就是头撞了一下，晕倒了，哪有那么严重？小婉，人家不相信，这不能怪我。唐少，他真懂医术，我妈就是他给治好的。给我滚！唐鹏云怒吼。陆小婉摇了摇头，无奈地转身去换衣服了。小兄弟，你真懂医术。如果不是撞这一下，他现在可能更危险。曹导一脸愕然，他有点不明白皮洋洋这句话的意思。他的脑子里有病，长了血管瘤，压迫脑干神经才会导致昏迷。唐小姐脑子里有血管瘤。你听他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妹妹的身体一直好得很，怎么可能脑子里长瘤？
他这分明就是在咒我妹妹。爱信不信。我给唐小姐做助理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她脑袋里面有瘤子。唐小姐分明就是刚才受到惊吓，又撞破了脑袋，才昏迷过去的。没错，就是这样的。曹导，那个陆小婉不能放走，她必须承担所有责任。如果不是陆小婉，唐瑞景就掉池塘里面去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一旦掉下去，神仙难救。要不是陆小婉毛手毛脚将我妹妹推开，我妹妹又怎么会受到惊吓，又怎么会撞到脑袋？你们这是非要把责任推到陆小婉头上？这本来就是她的责任，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还不马上施救，她就算能活过来，也会变成植物人。曹导急了，这要是唐瑞景真的变成了植物人，他就彻底完了。小兄弟，你有什么办法吗？我是可以救他，可是你们不信。这时，陆小婉已经换完衣服走了过来。大哥，你怎么还不救他？他们不相信我，我怎么救？他真的懂医术，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皮大哥，求求你，快救救他！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拿针。皮洋洋捻出一枚金针，直接扎在了唐瑞景的头部，随即唐瑞景就醒了过来。皮洋洋取出金针，大步向不远处的陆小婉走去。唐小姐醒了，我刚才怎么了？快送我妹妹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一定不能有任何问题。你刚给唐小姐看了，她不会有事吧？她暂时死不了，不过会比较麻烦。那你不能治吗？你觉得他们会让我治吗？好了，你先别管他了。你告诉我，开始在演戏的时候，你是因为紧张而摔倒的吗？不是，是剧情设计。可是我没想到。好了，我知道了。那整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唐小姐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有病？谁也不确定，所以你们还不能走。行，去医院。你妹妹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到底出了什么事？刚才拍戏的时候，一个叫陆小婉的群演差点把妹妹撞进池塘，结果她的头在柱子上磕了一下，人就昏迷了。这么说，瑞景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那个叫什么陆小婉的人搞出来的。对，就是他，跟陆小婉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居然说我妹妹脑袋里面长有瘤子。他们在哪里？他必须给我唐家跪下道歉。我已经让人看住他们了。好，如果我女儿有事，我就让他们陪葬。就在这时，李立夫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唐董事长，你不要着急，现在你女儿正在做全面检查。我女儿从小身体就好得很，她怎么可能会得什么脑动脉血管瘤？我看肯定是有人胡说八道。如果没有，那自然是大好事。如果真有，也不要着急，我们医院在这方面是权威，一定能尽最大努力治好唐小姐。此时，一个医生急匆匆地走了过来。谢主任，唐小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唐小姐的脑干上有一个动脉瘤，已经压迫神经，非常危险。此时，皮洋洋、陆小婉等人就在不远处。唐小姐还真的脑袋里面长了瘤子，现在知道为什么当时唐瑞景会失去控制了吧？就算唐小姐脑子里真的长了瘤子，你们也不能走，必须等事情完全搞清楚。李院长，瑞景还年轻，可不能出什么问题，一定要救救他。唐董事长，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女儿的病情很不乐观，这个血管瘤的位置十分不理想。什么意思？你女儿脑子里的血管瘤已经比较大了，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一旦爆裂，就算能抢救过来，也极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或者瘫痪。唐新修的脸色顿时大变。你们医院不是脑外科的权威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了？这位就是我们医院最有名的脑外科专家，也是我们医院的脑外科一把刀，邱康泰主任。邱主任，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女儿。我是医生，有办法一定会全力而为。现在你女儿的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开颅，将血管瘤切除。开颅？唐新修虽然他不懂医术，但也听说过开颅的风险极高，这是唯一的办法。唐小姐的血管瘤位置十分麻烦，所以手术风险系数极高。成功率是多少？不到30%。不，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倒是知道有一种办法，也许不用开颅，就能治愈唐小姐的血管瘤。唐新修猛然一怔，立即一脸希望地看着李立夫。李院长，快说，是什么办法？就是中医的九阳溶血针，辅以龙息针法，也许能有机会让唐小姐脑子里的血管瘤消失。李院长，你不就是精通中医吗？这么说，你有办法？我只是在医典上看到过有这样的治疗先例，但我并不会这一路针法。我倒是知道有一个人，他一定会。是谁？他在哪里？他叫皮洋洋，我曾亲眼见他用过龙息针法。唐小姐真是幸运，如果不是有人早期干预了，可能她都来不了医院。什么早期干预？她不是突然昏迷的吗？在来医院之前，有人用了手段抑制了唐小姐脑子中的血管瘤，没有马上爆发。曹能，当时是谁干预了？
辣的年轻人给唐小姐扎了一针。这么说，皮神医已经出手给唐小姐医治过了。随即，李立夫来到皮洋洋面前。皮神医刚才一直在忙，怠慢了。老李头，没事，我们是作为嫌疑人，在等候唐大户的处置呢。皮神医，是唐某有眼不识泰山，还请您出手救救我女儿。叫我出手可以，不过唐董事长，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这个我懂，诊费我一定一分不少。随后，皮洋洋来到重症监护室。唐小姐的病情比较复杂，一次是治不好的，最少需要5个疗程。以后要请唐小姐做好工作安排，一旦耽误治疗，就会前功尽弃。只要能治好我女儿的病，一切都听皮神医的。那好，你们先出去吧，我现在就为她施针。10分钟后，皮洋洋从病房走了出来。皮神医，怎么样？我女儿没事吧？放心，皮神医的治疗肯定有效，唐小姐可以拔掉管子，恢复自由了。唐心修一怔，冲着皮洋洋深深鞠躬：“谢谢皮神医，谢谢。”他的治疗一共要5个疗程，1周1个疗程。另外，我还要给他开一张药方，早晚兼服。不过要注意，不要做剧烈运动。唐瑞景这时也直接走了出来。谢谢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皮神医，诊费多少？我现在就给您转过去。唐董事长，当初皮神医救治顾老爷子的时候，顾老爷子是给了2000万的酬金。您看，3000万够不够？多少随意，只要唐董事长觉得合适就行。10天后，楚南省医学界会有一次医学大赛，我想请皮神医代表我清江出战。赢了有奖金吗？有，除了大赛奖金，省市各部门还有额外的奖励。听说今年的比赛还有樱花国的人参加，还有小本子。对，好像叫什么一拓狗师，号称是樱花国的国医圣手，很有名气。皮洋洋双眼瞪大，一脸的震惊。一坨狗屎！你确定这是人名？皮洋洋一声，李立夫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樱花国人的名字是很古怪。好，我去参加这次比赛。只要有你在，我相信这次我清江一定能翻身。好了，我们先走了，我请你吃饭。那当然，你刚赚到了3000万，我可要吃一顿好的。没问题，你说去哪吃？陆小婉想了想，去独具一味。独具一味在什么地方？你跟我走，我带你去。随后，两人来到一家饭馆前，看到这家饭馆的门脸，皮洋洋不禁一愣，因为这家饭店就一间门脸，看上去就没有档次，倒像是一家快餐店。小婉，你确定是在这里吃？对，你别看这店子门脸不怎么样，其实里面的菜很不错。哟，小婉来吃饭了，这位是你男朋友吗？红姨，你别瞎猜，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我们饿了，快去给我们炒几个菜吧。今天带朋友来吃饭，红姨请客，让你萧叔给你们做几个拿手菜。今天皮大哥请客，我得好好宰他一顿。对，我请客，你看他平时喜欢吃什么，都给炒上来。好，那我去安排了。小婉，你为什么会去做群演？是缺钱，还是爱好，或者是想当明星？我今天没上班，就想去赚点外快，可是没想到第一次当群演就搞砸了。你很缺钱吗？不缺，我妈都出院了，家里的负担一下轻了很多。那你为什么这么拼？当群演也赚不到什么钱，有时候一个盒饭就打发了，你不知道？我知道，但我还是想试试。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想和我说？博士，上次你说我歌唱得好，完全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发展，我想试试。这和你去做群演有什么关系？这也不是一条路啊。今年楚南卫视将会举办一场歌手选秀节目，我想去参加，可是我已经打屁了，要想参加这个节目，报名费就得10万。以你的条件，是可以去试试，说不定就拿到大奖了。没那么容易的。你要相信自己，你行的。你不知道，这行的水太深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水太深，什么意思啊？我听说报名费是10万，另外还得给前来选拔的工作人员一个大红包，才能有希望通过海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黑？现在的社会就这样，想要出人头地，就得遵守游戏规则。妈，给我钱，我没钱了。就在这时，一个趾高气扬的声音传来。皮洋洋、陆小婉闻声诧然看去。小婉，你在这里？我来吃个饭。吃饭啊，吃饭好。你这顿我请了。萧云，他是谁呀？她是陆小婉，我前女友。陆小婉的面色骤然一沉。你胡说什么？谁是你前女友？怪不得不承认，原来是有新男朋友了。就在这时，王雅红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一把将萧云拉开2步。你捣什么乱？我没钱了，给钱。昨天才拿了2000，今天就没了，你干什么花了？交女朋友不要钱啊，和朋友在一起玩不要钱啊，2000够干什么的？快点，给我5000。没有。店里生意这么好，
你说没有？说完，转身就往收银台走去。陆小婉见状，立马过去扶起了王亚红。萧云，你混蛋，他可是你吗？有你什么事？你疯了？你还让我们活不活了？萧云根本就不理他，继续将盒子里的现金往裤兜塞，哪怕是一个钢镚他也不放过。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铁瓢，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你给老子滚！以后这个店你不要进来，这个家你也不要回来。不回就不回，你以为我稀罕回来？说着，他大摇大摆地过去，搭着女孩。美美，我们走。中年人王亚红恨恨地盯着他们的背影，气得咬牙切齿，浑身颤抖，却又无可奈何。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一闪而过，拦住了他。小子，你究竟是什么人？敢管我的闲事？你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你伸手想要就要，不给就抢，你觉得你还配做人吗？老子怎么做事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本来不想管，可是你恶心到我了，自己的父母你也敢动手，你不觉得你自己连个畜生都不如吗？萧云气得脸色苍白，指着皮洋洋，想要破口大骂。这样的儿子你们还认他？和你什么关系？就在这时，萧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赶紧掏出手机接通，只听了一句，面色骤然改变，手机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肖向东、王亚红看到他那惊慌的样子，也同时吃了一惊，错愕地看着他。他们又在催了。萧云苍白的嘴唇抖动了一下，慢慢的点了点头。萧云，这段时间你已经从家里拿走10几万了，你究竟在外面做什么？萧云忽然对着王亚红跪了下来，王亚红更加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啊！你是不是在外面欠了别人的钱？叔叔阿姨，萧云是欠了别人的钱。你这今年从家里拿走的钱还少吗？怎么还会欠别人的钱？我赌博输了。兔崽子，你居然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家里给的钱都输了，我不服气，就借了高利贷，想要翻本，可是完了，家里的钱都被你给掏空了，你居然还借了高利贷，你这是要把我和你爸往死里逼啊！对方说了，如果今天不还1万的利息，就要剁了萧云的一只手。闻言，王亚红一下瘫坐在了地上。家里哪里还有钱？肖向东的面色也骤然一变。我们报警没用，以前有人报过警，最后还是被他们收拾了。你究竟借了多少？萧云伸出一个手掌，50万。那是高利贷，现在利滚利已经滚到500多万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50万，利滚到了500万。完了，就算把房子卖了，垫子盘出去，也还差一大截。我借给你1万，先把今天这一关过了。看得出来，陆小婉和王亚红的关系应该还不错。我今天就当一回英雄，去找这些人算算账。说吧，那些人在什么地方，叫什么？我去会会。你去会会？皮大哥，你不要冲动，那些放高利贷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人。没事，我相信只要是人就会讲道理的。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会和我们讲道理吧？试试嘛，万一他们是讲道理的人呢？他们万一真要动手，我也不怕他们。真去啊？他可是八哥，听名字很厉害，去认识认识。难道你想一直这样被他敲竹杠？萧云终于咬了咬牙，好，我带你去。你们放心，我会把他完好无损的带回来的。你借了50万，然后你又陆陆续续还了多少？前后一共还了70多万。那个赌场就是八哥的？规模很大，据说他有很强大的背景，所以一直在开着。我会带我进去，你不要急着去找八哥，你只要跟着我就行。你想做什么？我帮你把500万赢回来。你疯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在那里面是不可能赢得到的。你们赢不到，不代表我赢不到。两人来到一座废弃的工厂，工厂大门口站着2个壮汉。这么明目张胆的吗？兄弟，是我，这是我朋友，他想来玩玩。你这朋友看样子是大款，既然想进去玩，那就去吧。说着，按了一下手中的遥控器，那扇铁门缓缓打开。钱拿来了吗？朋友，不急吧，我先玩玩，不就是1万块钱吗？等会我给。这位少爷开的是好车，就停在外面。哦，那行，玩吧，祝你发大财。说完，带着人就走了。乌星爸正在沙发上做着美梦，鸡哥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将他给惊醒了。奔丧啊，吓老子一跳！八哥出事了，萧云带来的人赢了。奶奶的，赢了你给他就是，又不是没人在这里赢过，至于这么大惊小怪？不是，他赢了5000万。乌星爸吓了一跳，马上跳了起来。什么情况？真的邪了门了！那小子的手气逆天，一次压3个1中了，接着压3个6又中了。听说我们厂子里来了位赌神，兄弟以前混哪条道的？最开始是混老街，后来是混天桥，现在是在你这里。闻言，乌星爸一脸懵圈，人家是问你江湖道，你却回答街道。兄弟还挺幽默，你就是这里的老板。乌星爸，大家赏脸，叫我一声爸哥。
行吧，你既然是这里的老板，那我问你，还赌不赌了？乌星爸的脸色再次变了变。小少，你这朋友不错啊，以前怎么没带来玩玩？你也别打听了，我叫皮洋洋，以前我不知道这里，今天是无意遇到萧云，让他带我来玩玩的。乌星爸眼睛闪烁了一下，扫视他的马仔，马仔都是一脸懵，轻轻摇头，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确定皮洋洋不是什么大有来头的人后，他决定亲自下场。好，兄弟既然还没尽兴，那我亲自陪你赌上一把。好啊，老板亲自摇头子，我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手气。这时，乌星爸眼珠子转了转，我们换个玩法，你我各摇一次骰子，谁的点子大谁赢。好，有意思啊，我也正想玩玩，还从没摇过那玩意。大哥，他可是新疆骰子王，你怎么敢和他摇骰子？骰子王这么牛的吗？等会你就知道什么叫牛了。怎么玩？很简单，一把定输赢，谁的点子大谁赢。好，赌注多少？我是主，你是客，你定。既然一把定输赢，那就5000万，我全压。他的话刚说口，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5000万，一把全压，我怎么感觉我不是在新疆，而是在澳岛呢？这下刺激了，老子今天就算输掉10几万，能看到一场这样的豪赌也值了。兄弟爽快，那就按照你说的，一把5000万，你是客，你先来。不用，你先，我还没玩过，看你怎么摇，学学。好，小兄弟可看好了，一把定胜负，你可不要反悔。乌星爸拿起桌上的骰子，手腕骤然加速，骰子在里面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清脆悦耳。啪的一声，头钟扣在了桌子上。乌星爸将骰盅盖子拿开，果然3颗骰子全都是6点朝上，18点，3颗骰子最大18点。皮洋洋就算摇出花来，也只能平局。小兄弟，该你了。我看这位兄弟就不必试了，8个都已经是18点了，难道你还能摇出个19点？兄弟，有本事你把骰子劈成2半，那你就有机会赢。随即众人捧腹大笑了起来。你小子拿小兄弟寻开心呢？骰子在骰盅里，怎么可能劈开？小兄弟，请吧。皮洋洋没有说话，拿起骰盅就快速摇了起来。乌星爸俯身玩味地看着皮洋洋。小兄弟，开吧！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皮洋洋缓缓将骰盅揭开，只见一颗从中劈开成2半，一面6点，一面1点，变成了4颗骰子。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透着一股难以置信的惊诧之色。我操，还真劈开了！你作弊！你自己说的，让我有本事把骰子劈成2半，现在我做到了，怎么想耍赖？我那是玩笑话，不能作数。老板，你可是骰子王，既然以点数大小定输赢，我现在摇出来的是19点，是不是比你的大一点？所有的人全都惊愕地看着乌星爸。做生意最讲究的是诚信，你要是赖账，以后这里谁还敢来玩？乌星霸气地咬牙切齿，面色变得十分吓人。好，这把算你赢，还敢不敢继续来？萧云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低声说道：大哥，赢了1个亿了，见好就收。来就来，反正是赢的，大不了退给你。兄弟豪气，这把我们换一个玩法，还是摇骰子，这次摇6颗，不过是比谁的点子小。行，上次比大，这次比小，公平。赌注多少？既然我已经有1个亿了，那这把就压1个亿，还是一把定输赢。好，爽快。这一次他摇得更快，上下前后左右变换不停。小兄弟，看好了！乌星爸满有把握地将骰盅缓缓打开，只见6颗骰子叠罗汉一般叠成16，最上面那颗是1点。完了，这是1点，再怎么摇也不可能把点子摇没吧？这次我看你还咋玩？有本事你把6颗全劈开！皮洋洋不动声色，抓起筛盅摇了起来。随后他缓缓将骰盅揭开，露出里面的骰子，6颗骰子全部一分为2，就如被刀子切开的一样，整齐划一。鸡哥发出一声惊恐的惨叫，呆若木鸡。幸亏你提醒我，让我全部劈开，现在我这里是没点，是不是比1点小？乌星爸的嘴角抽动，他什么样的高手都遇到过，可是今天居然遇到一个这么逆天的人。大哥，你赢了！你究竟是什么人？玩到我乌星爸头上来了！随着他的这一声怒喝，几个马仔立即围了过来。完了，这下彻底玩完了！大哥，赶紧认个错，这钱不要了吧？为什么不要了？那可是我赢来的，这么大一个厂子的老板，不可能赖我这点账吧？胆子不小，玩钱玩到我这里来了，你还想要2个亿？你说我出钱，骰子是你们提供的，骰盅也是你们的，你说我怎么出的钱？我说你出千，你就是出千，你以为你真的能拿走这2个亿吗？做梦吧，都给我上！哼！你到底是谁？少废话，
快给钱，2个亿1分都不能少。2个亿，你要我给，我也给不出，除非梅夫人点头。梅夫人是谁？你幕后的老板？对，我只是给他看场子的。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惊动他。管他什么夫人，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给他打电话，今天我非要拿到那2个亿，把免提打开。你要死啊？这个时候打什么电话？梅夫人，赌场出事了。你乌星爸难道还摆不平，还要给我打电话？今天碰到高手了，我没干过他，现在他逼着我要2个亿。什么2个亿？他们来了多少人两个。废物！你们这么多人，2个人都对付不了，给我等着，我马上过来。这梅夫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居然掌管着这么大一家赌场？你最好别打听，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等梅夫人到了，她的手段会让你痛不欲生。是吗？你这么说，我倒是非要见识见识了。真没想到，这赌场幕后的老板是梅夫人。要是我，什么2个亿，早不要了，小命要紧。1个小时后，一个身穿长裙的女人走了过来，在她身后站着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彪形大汉。是你赢了他2个亿。那你说他和我赌，他输了，是不是应该给我钱？该给，当然该给。他回答的这么干脆，皮洋洋反而愣住了。不过我可没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如果你想要，就跟我回红梅山庄。皮洋洋忽然心中一阵恶寒，盯着梅夫人上下看了一眼，忽然吐出3个字：你有病。好家伙，到底是谁有病？这大哥真是不知道畏惧的吗？我是有病，你能给我治吗？所有人再次愣住了。耐治，不过要先把欠我的钱给了。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他输给你的钱，我1分不少给你。另外，我还给你一笔报酬。好，一言为定。那走吧，和我回红梅山庄。让他跟我一起去，还有他的账一笔勾销。梅夫人看向萧云，点了点头。大哥，你真的要去红梅山庄？当然要去，我的2个亿还没拿到呢。随后，皮洋洋来到红梅山庄。开始吧，看看你能不能治好我的病。皮洋洋快速捻出几枚金针甩了出去，分别扎入了梅夫人的手腕、后背。10分钟后，皮洋洋取出金针。你的病已经好了，以后不用受那种折磨了。你真是医生？你刚才不是已经验证过了吗？你怎么看出我有病的？我是医生，望闻问切是基本本事。如果我连你的病都看不出来，我还怎么算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那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了？你这是痛感成瘾症，其实也可以说是受虐症。梅夫人忽然一声叹息，好几次我都想从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你的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人为形成的，能说说吗？我以前是一个舞蹈演员，18岁的时候，一个导演看上了我，让我去他的剧组演女1号。我当时以为我的运气来了，可是去了剧组才知道，他们拍的是那种片子。我知道真相后，不想演了，坚持要离开。他们把我交给了幕后金主，他让我和他喝一杯酒，然后就放我走。就是这一杯酒，彻底毁了我的人生。这个金主究竟是谁？他是新疆第1豪门叶家的家主叶天雄。皮洋洋无比震惊，叶天雄已经年近80，比梅夫人足足大了30几岁，他居然能对一个10几岁的姑娘下这样的毒手，确实禽兽不如。想不到吧？他还说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最希望看到的礼物就是一个能让他再次心动的女孩。你放心，他过不了80。他下个月就80大寿了，现在他的身体都好得很，怎么会过不了80？皮洋洋只是微微一笑，也没有解释。好了，你的病已经好了，我也该走了。我的病真的好了吗？当然，刚才我已经用针法将你身体里的毒素全部给逼了出来，以后你都不会再犯这种病了。谢谢，你让我做回了正常人，我答应给你的钱，现在就给你。说完，转身向房间走去。皮洋洋看着他的背影，这个女人这么可怜，我在拿她的钱，是不是有点过分？你不要觉得我可怜，这些钱原本就是那个混蛋的，你现在治好了我的病，这些钱我必然要给。每张支票上都写着1个亿，皮洋洋没有犹豫，接了过来。陆小婉、王雅红和萧云的父亲，还有萧云的女友美美，都在门口焦急地等着。萧云，他们真没为难你们吗？真没有，而且我欠他们的钱，他们也不要了。萧云的父母顿时惊呆了，几百万说不要就不要了。两人顿时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们走吧，让他们一家人好好聚聚。谢谢你，皮先生，要不是你，我们家就算毁了。皮大哥，你真的太神了，不但救了我，救了唐瑞景，还救了萧云一家。你不要去做群演了，如果你参加比赛需要钱，可以问我，我看好你的将来，就算我对你的将来投资。那如果投资失败了呢？失败了就失败了呀，这也没什么，哪有投资一定成功的？
如果失败了，我还不出钱，那我就只能以身相许了。你别胡思乱想，我不会趁人之危的。过几天是我奶奶生日，我想送她一件礼物，你能陪我去看看，帮我参谋参谋吗？参谋我可不会，不过可以陪你去走走。谢谢。那我们现在去城南的古玩一条街。去古玩街？你奶奶喜欢古董啊？她喜欢收藏各种佛珠，我去看看有没有好点的，给她买一副，她肯定喜欢。随后，两人来到古玩一条街。巧的是，今天正好是古玩街的大事，整条古玩街就显得十分热闹。街道边摆满了小摊，唐瑞景被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他拿起一串佛珠仔细看着，好像很有兴趣。小姐，这串佛珠可是唐代流传下来的，出自净土寺，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出家的寺庙流传下来的。虽然不是唐僧所戴的佛珠，但也很稀有。这家伙还真是张嘴就来，这就是前不久才加工出来的，却愣生生被他说成是唐朝的了。真的，这是唐朝的佛珠。小姐，遇到就是缘分，你一眼就看中这串佛珠，说明你与佛有缘。如果你将它请回去，一定会得到佛祖的庇佑。这小摊老板还真不愧是走南闯北的，一张嘴说的天花乱坠。那这个多少钱？说钱就俗了，应该是请佛珠。这么说，是不要钱？那当然是需要的。如果小姐真的看上了，那就给8万。唐瑞景感到很意外，小摊老板把这串佛珠吹上了天，结果只要8万。老板见唐瑞景似乎犹豫，算了，我看这佛珠和小姐有缘，给个6万8吧。唐瑞景眉头微微一蹙，就要放下。那小姐能给多少？80。唐瑞景不再犹豫，将手中的佛珠放下，转身就走。别走啊，80就80，给你了。真是太可恶了，居然想骗我，还好有你在，要不我就上当了。古玩界就是这样，都是靠吹出来的。好的东西早都被一些收藏爱好者或者一些附庸风雅的人收藏了，真正流落民间的宝贝，凤毛麟角，不是那么好遇到的。可是80块的东西，他居然说8万，这也太欺负人了。他们本来就是流动摊贩，宰一个算一个，就希望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小白，做下这一单，然后他就马上换地方了。这么说，你不是小白？懂那么一丢丢。还好我把你拉来了，那家店看起来不错，我们去那里看看。你这珠子卖多少？我们老板本来说是要卖20万的，这样我看2位也是有缘人，我去向老板讨个人情，18万就出了，您2位看怎么样？你看这是真的吗？小姐，你只管放心，我们百宝斋在古玩界的声誉是首屈一指的，所有的商品都是货真价实，绝不可能出现假货。皮洋洋看向伙计，似笑非笑地问道：是吗？先生，这样的满水波纹银子海皇是可遇不可求的。确实，满水波纹的银子海皇，就算找出来2颗一模一样的，都是算是十分珍贵了。你这里可是10颗，就这么珍贵的一串珠子，你居然只卖18万。我们百宝斋的传统就是这样，多少进多少出，不会随意宰客的。唐瑞景有点心动了，看着皮洋洋，你看行吗？皮洋洋从他手上接过珠子，在手上掂了掂，做工倒是不错，可惜精致过头了。说着，将珠子轻轻放在了柜台上。唐瑞景立即明白过来了，这么大的店也卖假货的吗？小姐，刚才是和您开个玩笑，哪能真把这珠子卖给您？说着，从柜台中又拿出一串，小心翼翼地摆在柜台上。这一串6万吧，可以买了。先生，您这也太会出价了，就这串您怎么的也得出8万才合适吧？就6万，卖的话就成交，不卖的话，那请你收好。6万是真卖不了。小七，6万给他们了。这位先生眼力好毒，看来是个行家，就算是交个朋友了。这次没错了吧？这次错不了，买下吧，你奶奶肯定喜欢。那麻烦你给我包一下，我送人的。等包装好，两人正准备离开，皮洋洋的目光忽然瞥向柜台上的2块镇纸。这2块镇纸黑不溜秋，看上去并不起眼，表面粗糙，就是2块没有经过精致打磨的石头。可是皮洋洋却切实感应到了这2块石头中所散发出的灵气。2位，本店的好东西可是不少，不多看看了。还能有什么好东西？朱家乐眼珠子一转，随后从柜子里拿出一件物品，摆在柜台上。看看这个，这可是我刚从国外淘换回来的好东西。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只翡翠鼻烟壶，倒也不是什么赝品，确实是鞭子国时期的东西，也算有一点收藏价值。就这还好东西，也就10几万的东西吧。厉害，小兄弟的眼力真的厉害。这鼻烟壶确实是我花费13万收购回来的。朱家乐现在已经确定，像这种玉石、文玩之类的，皮洋洋可能是真行家，想要蒙他比较困难。不知道小兄弟对字画可有兴致？皮洋洋正想着要把那2块镇纸拿下呢，没想到朱家乐问起字画来了。他知道做这一行的都是人精，越是你想要的东西，他越会漫天要价，所以他必须装着无意的样子，
才能让这个人精放松警惕，让他顺利带走那一对镇纸。皮先生，你看上什么了？我买下送给你。皮洋洋治好了他的病，他一直想要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一下。算了，估计他们也不可能真的有什么好的收藏。先生，请上眼。他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副卷轴。随后他将卷轴缓缓打开，一幅山水画卷逐渐呈现在皮洋洋和唐瑞景面前。先生，可有什么见解？画得不错，这家伙装的，谁不知道画得不错？这应该是倪瓒的晚年作品吧？果然淡然于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者走了过来。穆大师，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小店了？皮洋洋瞥了一眼，嘴角撇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个所谓穆大师，其实就是朱家乐找来的托。朱老板，你不厚道。前几天我来你这里，你怎么不把这幅画拿出来？你是怕老夫出不起价吗？穆大师见怪了，这幅画我是前日才拿到，正好这位先生非说本店没有什么好玩意，这不就拿出来给鉴赏一下。原来是这样啊。随后他拿着放大镜，一点一点的仔细看了起来。看到他那认真和吃惊的样子，皮洋洋不禁暗暗好笑。不愧是倪瓒大师的作品，笔法自然，意境强大，技法更是超绝。这幅画早年流落海外，据说去年被我国一位爱国富商以极高的价格竞拍回国，没想到居然重现在清江。不瞒穆大师，那位爱国商人就是我的一位好友哦。当时他可是花费了2600万才将这幅画拿下的，要不是他手上的公司遇到资金困境，也不会拿出来让我给卖掉。2600万，物有所值，物有所值啊！要不是老夫近日刚花费重资收购了一尊玉鼎，手上资金紧缺，这幅画老夫必定要拿下。穆大师说着，抬眼看向皮洋洋，这位年轻人，你觉得此画如何？皮洋洋其实第一眼就看出，这其实只是一副高仿赝品，什么物有所值，完全是这两人在唱双簧，想要引他入局。画得不错，可惜是赝品。年轻人，话可不能乱说，你要是真不懂，实话实说就是，没必要不懂装懂。小伙子，既然你认定这是赝品，那你说说，是凭什么判断出来的？这幅画要说画工笔法，的确堪称精湛。不过鉴赏古画，不是一味的只凭着这一点来做出判断。放眼现代，画工笔法比古人强的也不是没有，不是吗？哼，那依你说，要凭什么做判断？凭其画风，或者凭这张画纸的年份，就能判断出是否作假。胡说八道！第一次听说凭什么画风来判断真假的。你说画纸年份，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出。这幅画难道还没有年份吗？说复杂了，我怕你不懂。这画纸确实发黄，并非是它年代久远，而是因为这张画用特制的茶水涂抹过，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旧手段。你们既然是古字画爱好者，想必是懂的吧？你说这张画是通过茶水做旧而成，有什么证据？老板，能否将画轴卷杆拆开，真假一看便知。这可是价值2000多万的画作，你说拆开就拆开，万一有了损坏，谁负责？如果拆开，我无法证明其是赝品，我负责。好，大家做个见证，如果他无法证明这幅画是赝品，你们必须给我讨个公道。说着，他小心翼翼地将画卷卷杆拆开，将画纸抽了出来。这怎么是白的？这下，就算不懂鉴赏古字画的人，也都明白过来了。还真是假的呀！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那朋友分明是花了2000多万在国外竞拍回来的。这位先生没有说错，这幅画确实是赝品。你谁呀？怎么也帮着胡说八道？这位是省城来的王兴渊大师，他说的话，你敢说是胡说八道？此话一出，全场震惊，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王兴渊身上。既然王大师都这么说了，这幅画必然是赝品。亏我还把他当好朋友，居然用一幅赝品来忽悠我。这画虽然是赝品，但模仿者功底深厚，做到了惟妙惟肖，所以这幅画也不是一文不值。你什么意思？一幅赝品，就算画得再好，又能值几分钱？你要是正品，我还真买不起。不过这赝品嘛，我倒是可以弄回去，装门面，唬外行还是可以的。他居然说要弄一幅赝品回去装门面。这样我也不让你吃亏，我出5000，你把它卖给我，怎样？小友，你这玩的是哪一出？明知道是赝品，你还要花费5000买回去？难道你的爱好是收藏赝品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老板，这张画撕了也就撕了，卖给我，至少你还能小赚一点。我这张画是花800收回来的，这一下就赚4200，傻子才不干。好，既然小兄弟有这个爱好，我也不能太小气，那就按照你说的，5000卖给你。家里倒是缺2块镇纸，老板，你那2块镇纸要不也一并送我算了？你要这玩意做什么？
买了画回去，总要在几个朋友面前显摆一下。这2块石头拿回去，也显得我专业不是。此话一出，引得众人一阵轰然大笑。行，那2块石头还真不值钱，小兄弟看上了就一并拿走吧。随后，唐瑞景抢着把钱付了。2人刚走出百宝斋，皮先生，请留步。只见王兴渊急匆匆地追了上来。老王头，还有事？我的一位老友知道了你有一块蚩尤令牌，托我问问你，那块令牌是否有意出手？皮洋洋心中暗暗惊喜，那令牌的灵气已经被我吸纳干净，留着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如果能变现，还可以用来还奶粉钱。你都追到清江来了，这个面子我当然要给。那好，我现在就联系我的那位朋友，让他马上来清江。那不用，我过2天就要去省城，到时候我带过去就是。皮先生要去省城？对，省城要举办一场医术比拼，我去看看。其实我的主业是医生。王兴渊顿时一脸惊叹，皮先生了不得，年纪轻轻就身负多种本事，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老王头，你还有别的事吗？我想问问，刚才那2块镇纸是不是也藏有什么秘密？就是2块石头，如果有什么秘密，还能逃过你的眼睛。老朽明白了，那老朽在省城等候皮先生光临。说完，皮洋洋和唐瑞景转身离去。刚才这一幕，穆大师、朱家乐都站在店门口看着，见王兴渊对皮洋洋这么恭敬，一个个差点惊掉了下巴。王大师，刚才那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您怎么？老夫在古玩界从不服人，但皮先生是老夫唯一由衷折服之人，亏你们还把他当菜鸟，想要蒙他，真是可笑。说完，大步离去。朱家乐、穆大师全都懵了。我的镇纸。皮洋洋来到省城，他对这里完全不熟悉，想先在城里转一转。就在这时，发现前方发生了交通事故。作为医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救人。越野车里的司机已经当场死亡，轿车车主是一个20来岁的女孩，已经昏迷不醒，瞳孔已经扩散，来不及了。皮洋洋立即捻出一枚金针，扎入了女孩的风府穴，同时他在其玉枕穴上用力按压。女孩头上原本还在流血，但此时已经停止了。医生惊疑地看着皮洋洋做完这一切。你是医生？皮洋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血虽然止住了，但他还有救。随后他又在其头部3处穴位上扎了3针，在女孩左右手的虎口处扎了1针，在其耳后根处扎了1针。原本已经昏迷不醒的女孩，不一会缓缓睁开了眼睛。太神了，真的太神了！她虽然醒了，但身上多处骨折，必须尽快手术。你们赶紧把她送医院去吧。随后护士赶紧将移动平床推了过来。这位先生，请问你是哪家医院的？我不是医院的，从清江过来，就是路过这里，遇到车祸，顺手救人。要不你和我一起回医院，等这位小姐的家人过来。不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你们还是尽快给她手术吧。能请教先生大名吗？皮洋洋。医生，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没有危险吧？幸好现场有一位好心的市民，是他果断出手，现在看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了。请问那位好心的市民留下联系方式了吗？他叫皮洋洋，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找到他，这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广为宣传。就在这时，一个挺拔的中年人快步走了进来。皇叔，我知你怎么样了？顾统领怎么还把你给惊动了？黄离身上多处骨折，需要尽快手术。这人是清江顾家老三顾志清，也就是顾天霜的三叔。这么说，黄离不会有危险了？应该不会了，多亏了那位叫皮洋洋的小伙子。你刚才说是谁？皮洋洋？刚才那接诊医生说，那小伙子就是叫皮洋洋。他说他是哪里人了吗？说是清江的，路过省城。黄离真是好命，居然遇到了这位神医。你还记得我上次受伤之事吗？当时医院说要截肢，就是他，不但治好了我，还保住了我的腿。原来当年救治你的就是这位叫皮洋洋的小伙子。你有没有他的电话？能不能请他来一趟？顾志清掏出手机，拨通了顾天霜的电话。小双，你和皮神医是不是一直有联系？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三叔要找他。你联系一下他，就说他刚才救下的那个女孩，她的家长想请他去楚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让他一定要去一趟。那好，我马上联系他。顾小姐，有事？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你怎么没声没响的跑省城去了？我来省城有点事，你要是有事的话，过几天我回来了再联系你。不是我的事，你今天是不是救了一个遇到车祸的女孩？这么快连你都知道了，你也成天师了。是我三叔找到我说那个女孩的父母在找你，请你一定去一趟楚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在他需要的是外科手术，我去做什么？那女孩的爸爸是我三叔的朋友，你要是去了，我三叔也有面子，向我求你，等下次我请你吃饭，吃大餐。皮神医，烦劳您走一趟。就在这时，一个护士走了出来。我女儿怎么样了？
病人在手术中大动脉破裂，引起大出血，医生正在抢救。你们一定要保证黄离的安全。家属放心，有骆主任在，一定会尽力保证病人的安全的。皮洋洋毫不犹豫地直接往急救室里冲了进去，不到3分钟就出来了。皮神医，黄离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没事了，应该很快就会做完手术。太感谢了，我想请皮神医暂时留下来，看看情况再走。1个多小时后，骆东来走了出来。除了开始出了一点小意外，手术很成功。谢谢骆主任。皮先生，非常感谢你刚才出手。如果你有想法，可以来我们医院上班。我懒散惯了，受不了医院的条条框框。没多久，黄离就被推了出来，只等着麻药过了后就能醒过来了。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能不能留一个电话？万一有点什么事，我也好找你。皮洋洋没有多想，直接把电话告诉了他。我先转给你10万，等我女儿康复了，再让她好好感谢你。皮神医，你这是路过省城，还是打算在省城停留一段时间？后天还要参加全省的医术比拼，不知道需要多久。你是来参加医术比拼的，那太好了，有你出手，今年清江一定会拿到好名次。这位是陆奇峰，省城陆家的老爷子；这位是罗萧然，省城古玩协会的会长；这位是朱成金，省城博物馆馆长。罗会长，你不会真的想要买下他手上的蚩尤令牌吧？那可是5个亿。如果物有所值，我为什么不买？皮先生，能鉴赏一下你手上的蚩尤令牌吗？随后皮洋洋掏出令牌递了过去，罗萧然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块令牌，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只是一脸的严肃。罗会长，你可要看仔细了，这可是5个亿，不是小数目。太震撼了，真想不到我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蚩尤令牌。皮先生，请说出具体价格，我马上转账。闻言，朱成金、陆奇峰吃了一惊，错愕地看着那块黢黑的令牌。罗会长，我觉得为了稳妥起见，还是请朱馆长帮你去做一个碳检测吧，这样才可保证万无一失。不用，就算我会走眼，但我相信王大师。我对这些玩意其实也不是很懂，就按照老王头的估价，5个亿吧。好，我现在就给你转账。罗会长，我看你还是做一个碳检测比较放心。朱会长，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的眼神吗？王大师不要误会，毕竟是几个亿的买卖，小心一点总是没有错的。这样吧，罗会长就听他们的，拿去检测。好，那就拿去做一个检测。罗萧然倒是不担心，直接打电话让自己的财务马上转账5个亿给皮洋洋。皮先生，2天后在龙泉山庄会有一场省城藏品鉴赏交流大会，不知道皮先生有没有时间赏脸光临？我不知道明天的医术比拼哪天结束，如果2天后结束了，我一定参加。随后李立夫也赶到了省城，约皮洋洋见了个面。明天参加评判的是我省著名的国医圣手杜回春，除了我省各城的选手，还有樱花国来的一名神医一坨狗屎。一坨狗屎？他是想来我们华夏耀武扬威的吧？没错，他来华夏之前就放出话来，说华夏的中医都是徒有虚名，早已经没落。他这是不知道祖宗的厉害，才敢口出狂言。第2天比赛开始，主持人在讲台上介绍着比赛规则。比赛时间为2个小时，这期间每一个医生都要对接诊的病人进行诊断，开出药方，然后交给裁判复诊，并对其开出的药方进行裁定。随后比赛正式开始，皮洋洋第一个接诊的是一个老者，他的病是脚背上长了一个脓疮。皮洋洋只是瞥了一眼，便抓起纸笔，刷刷刷写了一张处方，交给了一边的工作人员。小伙子，你看都不看就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您放心，照我说的去做，一定会好。裁判杜回春看了皮洋洋的药方，那真的太妙了。刚才那小伙子说，只要用他开的药方抓药，煮水泡脚，我这脚上的脓疮就会好。没错，照他说的方法，最多1周你的脓疮就能基本痊愈。这小伙子是神医呀！医生要我动手术，要把我的脚给切了，可是这小伙子简单一副药方，就保住了我的脚。第2个人来到皮洋洋面前，手不断地在身上到处挠，他的手臂都已经被抓出一条条血痕，看上去有点惨。你是浑身刺痒，不断变化位置，至今日是第3天。对，正是这样的。去医院检查，他们给我开了一些外涂的药水，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随后皮洋洋将手中金针扎入其颈后，醒针15分钟。下一个。第3个病人腹胀如鼓，皮洋洋看到这个人，没有问话，去那里站着。皮洋洋在这人的脐下扎了一针，不一会就见他弯腰哇哇大吐起来。10来分钟后，大家惊讶地发现他那高高鼓起的肚子已经瘪了下去，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随后他来到第2个病人面前，你的病也好了，下去吧。太神了，真好了，不刺痒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便已经看完了10个病人。李立夫原本还有点紧张的心，此时完全放松下来。
最终，皮洋洋以2个小时接诊67人，无一例误诊，毫无疑问的夺取第一。这次楚南全省医术比拼，取得第3的是临城代表苗毅，取得第2的是省城代表柳文。这次医术比拼的第1名得主是来自清江的代表皮洋洋。另外，今天还有一场比试，是由樱花国的一名医学代表挑战我们这次比赛的第1名。樱花国的中医术本来就是从我们华夏传过去的，现在居然上门挑战祖师爷了，真是不自量力。什么给皇族看病的神医，不就是御医吗？我觉得皮洋洋一定会取。皇叔，你怎么来了？是公务还是？我是来看皮先生比赛的，上午有个紧急会议，所以耽误了。省内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皮先生拿到了第1名，等下他要接受樱花国代表的挑战。那就好，总算还能看到最精彩的一场。说完，他对台下的几个随从招了招手，2个随从立即抬着一张巨大的支票走了过来，上面赫然写着5000万。今天我们的代表要和樱花国人比赛，这是省城商会特意捐款设立的奖金，如果我们的人赢了，这5000万就是给他的奖金。这奖金可不少，要是樱花国的代表获胜，那怎么办？不可能，我相信皮先生。皇叔，你为什么这么相信皮先生？你和他很熟吗？一面之缘，但他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无条件相信他。听到这句话，杜回春的眼眸中露出吃惊的神情。看到那张支票，皮洋洋眼睛放出光芒，他顿时振奋起来，看向黄安平，微微点头一笑。黄安平也点头示意，神情中对皮洋洋充满了信任。现在由樱花国派出的1家代表伊托狗师登台，挑战这次楚南医术比赛的第1名皮洋洋。一坨狗屎都来参加比赛，这是欺负我华夏无人了吗？看他那个样子，就想上去在他脸上踩上几脚。他们本来就是强盗和小偷，根本不知道人还有一张脸。好好的中医学，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了汉方医学；好好的中药，他们就叫汉方药。希望皮神医能将他完美击败，让樱花国的人知道，凭着剽窃老祖宗的东西是不行的。他不可能是皮神医的对手，等着皮神医将他打成一坨狗屎。一坨狗屎上台后，神情冷傲地扫视四方，居然有一种睥睨众生的感觉。本人一坨狗屎，多年来敬仰华夏医学，一心寻求机会前来华夏切磋学习。今日得此良机，能与华夏医学大家进行同台竞技，倍感荣幸。望此次华夏之行能让我见识到华夏几千年传承的神奇艺术。狗师先生，请入座。不急，先说说挑战的方式和规定。比赛规定不是早就制定了吗？那样的话太简单了，我们各自挑选3名病人，让对方诊治，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诊治，即为胜出一方。此挑战3局2胜。这方法不错，我接受挑战。一坨狗师见皮洋洋已经接受挑战，目光凛然地扫视一眼，并有屈。有请那位坐着轮椅的先生上台。坐在轮椅上的人耷拉着脑袋，看上去就是奄奄一息。听到一坨狗师的话，一名年轻人立即推着轮椅向舞台走去。我看这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吧？这病人一看就是医院放弃治疗的。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居然还推到这里来了，这摆明了是故意为难皮神医。皮先生，你挑选谁？就清江队伍中的第1人吧。大家看了过去，见这人是一个年轻人，红光满面，眼光有神。这皮洋洋也太随意了，这个年轻人就算有病，也严重不到哪里去，这不是摆明了让一坨狗师占便宜吗？随后2个人分别来到自己的病人面前开始诊治。我爷爷的病看过不少医院，都没有什么起色，难道你想当场治疗？他的病情是很沉重，但也还没到不可治的地步。随后皮洋洋在老者的双手、双腿上扎了4针。皮洋洋叫来的年轻人来到一坨狗师面前，一坨狗师看了一眼，拿起笔写下一张方子，递给年轻人。你是患有水谷之疾，达数月之久，近日常感肠胃不适，腹胀屁多，口臭严重，你照此方抓药，早晚兼服，1个月后便可痊愈。就这么简单？不，就这么简单。裁判杜回春看了一坨狗师开的药方，这个樱花国的神医看来名不虚传，他根本就没有诊脉，居然就判断出了这个人的病情。这张药方的确是很对症。按照一坨狗师提出的挑战规定，皮洋洋已经输掉了第1局，因为此时皮洋洋还在给那老者扎针。我的腿有感觉了，有点热。爷爷，你不会是幻觉吧？不是，是真的有感觉了。3年前他摔了一跤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他的双腿也是从那个时候彻底失去了知觉。医生，我还能站起来吗？当然，不过要想完全恢复正常，还得多做几次治疗。那太好了，我要是还能站起来，简直就是在世为人。10分钟后，金针全部起出。你站起来试试。随后老者一咬牙站了起来。我站起来了，我真的站起来了。
你再走2步试试。现场再次紧张起来，这老者不但站起来了，还能走。天哪，他真的能走了！太不可思议了！就算皮神医的时间用的比那个什么狗屎要久，但我还是觉得皮神医赢了。神医，你真的是神医啊！没想到我爷爷还能站起来，还能走路。皮洋洋把一张药方递给年轻人，照此方抓药，早晚煎服，15天后可以去清江找我复诊。老者重新回到轮椅上坐下。小伙子，你不要太厚道了，人家是要算计你。皮洋洋微微一笑，不以为然。您回去多做一些康复锻炼，这样会好得更快。下一位呢？就那个婴儿吧。病友区中有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一脸焦急地站在那里。女人抱着婴儿来到皮洋洋面前，神医，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皮洋洋扒拉开襁褓一角，看到小孩的手，心中微微一惊，小孩的手居然像是果冻一样，几乎是透明的，十分诡异。女人见皮洋洋什么也不说，有点急了，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神医，求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一拓狗士看到皮洋洋蹙眉，嘴角撇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皮洋洋给他选的病人此时也走了过来，只见年轻人的脚上有一个红肿的包，像是就要破了一般。皮洋洋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就这样的也敢叫上来，这不是摆明了要输给我吗？大夫，快给我看看，我的脚一天比一天痛，都快不能走路了。你这是毒疮，我给你开敷药，你拿回去后将其捣碎，配上香油调和，然后敷在毒疮上，3日必好。说着，信心满满的开始写起了药方。这么简单吗？我可是看了好多医院，又是吃药又是敷药，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是他们没有对症下药。药方交给了年轻人，年轻人接过药方，来到了杜回春面前。杜回春接过药方，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年轻人红肿的脚。皮先生太大意了，怎么选一个这么简单的病例来挑战？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这药方能行吗？杜回春点了点头，能行。你要不想死，就不要离开这里。年轻人一惊，狐疑地看着皮洋洋，又看了看裁判，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皮先生是说这位年轻人吗？当然是他，我就是脚趾上长个毒疮，怎么还要命了？你要是信我的，就在那等着，我给这孩子看完再告诉你为什么。你先等一下吧，看来皮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你不要急着离开。危言耸听，一个毒疮而已，被你说的这么严重，我看你是不想服输，故意拖延时间吧。皮洋洋懒得理他，而是已经写好了一张方子，走到了杜回春面前。麻烦你们把这些药马上准备好，并研磨成粉送来，然后用牛奶调制成糊糊状。杜回春起身接过皮洋洋手上的药方，刚看了一眼就吓了一跳。银龙须、磨红草，照这张方子买下来，得大几10万。既然是挑战，病人需要的药材肯定是免费的吧？那是当然的，我马上把这些药材调来。他直接给省城的几家大药房打去了电话，让他们马上将所需要的药材送来现场。这小孩究竟是什么病？怎么需要这么多稀缺的药材？他得的是郁积症，1万分之1的几率，十分罕见。如果不马上治疗，他活不到5岁。闻言，杜回春直接愣住了，惊愕地看着皮洋洋。什么是郁积症？就是小孩先天发育畸形，生下来后浑身透明，肌肤像果冻，如果长时间见光，甚至都会融化。那能治好吗？当然能，只要药来了，他服用一次就能完全恢复正常，以后再也不会复发。随后，皮洋洋把那个年轻人叫了过来。还好你今天来了，要不然明天你就得躺板板了。闻言，年轻人吓了一跳，一拓狗是不服气地走了过来。胡说八道，就算毒疮再严重，也不过是截肢而已，怎么可能要命？你管这叫毒疮？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这是红线隐。红线隐，这是什么病？你们看他的脚背，是不是有一条红线蔓延出来，沿着小腿、大腿向上蔓延，现在已经过了其腰部。杜回春弯腰仔细看了一眼，果然有一条红线，这是怎么回事？这条红线就是他脚上毒疮中的毒素，在逼近其心脏部位，一旦过了第2个肋骨，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他了。年轻人啊的一声，吓得差点栽倒。皮神医，那这张方子还能治我的病吗？你要是嫌死的慢，你就用。他一把将手中药方丢在了一拓狗尸的脸上。你就是个混蛋，想害死我！你以为他说的都是真的？他那是瞎编的，我从未听说过这世上有红线隐这种病。这时，杜回春忽然想起了什么。我想起来了，确实有红线隐这种病，我是在一本奇病录里面看到的。你们看，他身上的红线还在往上面长，照这个速度，今天晚上肯定会长到心脏部位了。狗尸先生开始是误诊，只要皮先生对这个小孩的病情没有误诊，这一局就是皮先生胜了。就在这时，药材磨成粉末加牛奶调制好的药糊糊已经送来。你找个地方把这些药糊糊喂下去。女人赶紧接过皮洋洋手中的药，向一个阴暗的地方走去。
趁着这点时间，皮洋洋对年轻人说道：“你把脚架在凳子上，我现在就给你治疗。”年轻人心中已经害怕到了极点，闻言赶紧照做。皮洋洋手中的金针快如闪电般扎在了男子的脚上，同时左手真气涌出，快速进入男子。只见那条红线就如温度计一样，缓缓往下退缩。所有人都是一脸的惊愕，这样的神奇手法，伊拓狗是他是闻所未闻。不一会，男子脚上的脓包就消失不见。谢谢神医。不多时，女人已经为婴儿吃完了药糊糊，吃完了就没事了。我的孩子真的好了？当然好了，以后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不会再复发那种病了。谢谢神医，你救了我孩子，也救了我。回去后1周内不要过度的晒太阳。好，我知道了。皮先生不但治好了属于他的病人，还把你负责的病人给治好了。我看这挑战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吧？伊拓狗师面色十分难看，这一局我输了。见伊拓狗师不放弃，杜回春面色一变，有些气恼。你这是什么意思？按照规定，10个字挑战3局，这才是第2局，1比1平，第3局才能决出最终胜利者。真不要脸！明明自己误诊了，要不是皮神医，那个年轻人可能就出大事了。他居然还敢舔着脸说1比1平。你今天才知道这国人不要脸的吗？就这点水平，也敢跑来我们这里耀武扬威？1比1就1比1，继续吧，我一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哎呦，痛死我了！快给我看看，我要死了！只见2个年轻人抬着另外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走来。就他了。皮洋洋见那几个人走路的姿势，就已经明白，这些人其实也是巨国人。几个年轻人将人抬到皮洋洋跟前，直接放在地上。哎呦，痛死我了！皮洋洋看了一眼，左手悄然捏动指诀。你什么地方痛？你是医生，难道你不会看啊？皮洋洋微微蹙眉，缓缓蹲下，左手不动声色地在其腰间轻轻一按，一缕肉眼不可见的煞气立即侵入年轻人的体内。你这病比较严重，已经病入膏肓了。看样子啊，你这是从脚下开始疼痛的，然后一路向上蔓延，一旦过了胸口，你就一命呜呼了。送他来的2个年轻人同时爆出一阵大笑，就像是刚才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志川君，他说你快要死了。只见地上的志川双脚开始抽搐，脸色变得苍白。志川君，别装了，他就是个庸医，你根本就没病。他居然说你病入膏肓了。志川就像没有听到一样，依旧在不断的抽搐。见志川没有反应，心中惊疑。志川君，不用装了。我没装，疼死我了，已经疼到大腿上了。你怎么真的病了？真恶心，居然做出这样的安排。痛死活该！谁让他不安好心？我要是皮神医，就不治他。伊拓狗师这次是给谢天干看病。皮洋洋前1日说他有病会半身不遂，只是他不信。你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只是肝胆不调。我给你开一副药，你回去服用5天就能调理好。我不会口歪眼斜，半身不遂吧？怎么可能？那是脑风之症。你好好的，怎么会得这种病？我想也不可能。皮洋洋那小子果然是在吓我。救我！救我！这时候感受到痛感一直向上慌延，很快就到了腰部的痔疮慌了。他像狗一样爬到了皮洋洋身边。我先给你扎一针，暂时压制疼痛蔓延，但如果要想完全治好，必须用一种特殊的药膏。随后皮洋洋在痔疮的胸口扎下一枚金针。你等着，我让人去配置乌金膏。快，乌金膏！皮洋洋古怪的一笑，转头看向杜回春。能不能借一个人用一下？杜回春还有点懵，茫然的点了点头。你们去下水沟挖几斤黑泥来，记住把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去掉。见此人一脸的惊疑，那就是乌金膏。他已经明白皮洋洋肯定是要恶搞那个痔疮了，这正好合了他的心意，所以毫不犹豫的去挖了。我已经看完了。谢天干拿着方子看了一下，这个巨火神医果然有2把刷子，他所开的方子的确比我谢天干开出来的更加高明。突然他一头栽倒在地上，左手左脚麻痹，口歪眼斜。不好，他确实是脑风发作了。一拓狗是惊愕地看着倒在地上的谢天干。起来，装什么装？他不是装的，是真的脑风发作了。不可能，刚才我给他诊脉的时候，他的脉象稳定，根本没有脑风之症，他肯定是装病的。亏你还是这国3大名医之一，真病假病都看不出来吗？一拓狗是神情再次改变，俯身去搭谢天干的腕脉。老子都快要嗝屁了，你还在搭脉，还怀疑老子是装病？老子装你大爷！可惜他的怒骂变成了毫无章法的屋外声，就算世界上最牛的鸟语专家也只能翻白眼，一个字也听不懂。你误诊在先，现在又不能确定患者病情，这一局还用继续下去吗？谢天干的病情就是刚刚突然发作的，这么巧的事都让我遇到了。随后谢天干浑身上下都已经扎满了针，宛如刺猬。皮洋洋一直淡然地看着，不禁微微摇了摇头。这是天罡地煞针。李立夫看出了一拓狗师所用的针法，他就会天罡36针，天罡地煞108针，他还不能完全掌握。
就在这时，那个年轻人提着一个桶回来了。什么玩意？怎么这么臭？黑乎乎的，看上去怎么这么恶心呢？这不会就是皮神医药的乌金膏吧？简直比香还臭！皮神医，这就是你要的黑金膏，我给您弄来了。说完，他放下桶，转身就跑了。乌金膏来了，你是现在治疗，还是拿回去自己治？现在治，现在治。那好吧，你们2个去把他衣服都扒了，然后把乌金膏涂满他全身，半个小时后就不会疼痛了。伊拓狗师依旧在给谢天干扎针，他捻起最后一枚针，正要扎下去。你这一针下去，他轻则失语失聪，终身瘫痪，重则一命呜呼。危言耸听。随着话声，他手上的银针准确无误地扎入了谢天干的眉心。皮洋洋微微摇头，却不再多说什么。我的病人已经看完了，他已经在好转，马上就可以起针了。此时，知川身上已经抹满了黑泥，整个变成了一个黑人。皮先生，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他得的是气滞血瘀之症，若不及时疏导，1日之内便会活活痛死。那乌金膏又是什么？怎么这么臭？乌金膏是老祖宗千年智慧所成的一种神药，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备用，所以才有这种臭气。就在这时，原本一切正常的谢天干开始抽搐起来，而且不仅仅嘴歪了，双眼直往上翻白眼。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的病人已经治好了吗？不可能啊，我所下的针都是正确的啊。那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先是误诊，没有查出他的病情，现在又下错针，就你这医术也敢称作是这国前3？还不赶紧想办法？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这么死了？伊拓狗是额头上的冷汗直流。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皮先生，你一定有办法吧？还请你出手。比赛还在进行，我要是干预他的治疗，这怕是影响公平吧？你觉得还有必要继续比下去吗？伊拓狗是神情黯然，低头说道：“这位皮先生的医术在我之上，我甘拜下风。”你就是昨天在医术比拼上拿了第1的皮神医？是我，你这是风邪侵体，引起心脏衰竭，导致供血不足所致。没错，柳神医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说我的病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不是不能根治，只是这病治起来有点麻烦。哦，你的意思是我爷爷的病能完全治好？你要是真的能治好我的病，不管什么要求，只要我赵家能做到的，一定全力以赴。我现在就给你施针，老爷子做好就可以。随即皮洋洋捻起一枚金针，扎入赵卓然心脏部位偏右1寸部位。很快，赵卓然的心脏周围扎下了7枚金针。这样就能治好我爷爷的病吗？当然没这么简单，除了扎针，还需要药物的辅助治疗。等会我给他开一张药方，1周后进行第2次治疗，如此3次之后，他的病才能彻底康复。如果我爷爷的病真的治好了，我一定好好感谢你。10分钟后，皮洋洋起出金针，同样是施针，你这几针下来，可比柳神医的那几针效果要明显多了。随后，皮洋洋从兜里掏出那枚在凤城拍卖得来的玉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玉坠应该原本不是赵家之物吧？这块玉坠是在5年前有人送来我赵家，送玉坠之人要求我赵家每年拿出来在慈善拍卖会上拍卖1次。那个人是谁？你为什么要听命于他？那个人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位好友，叫燕钱。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自从5年前他把玉坠交给我之后，再也联系不上他了。现在玉坠已经易主了，按理说幕后的主人燕钱应该要出来了吧？他还消失不见了，难道他已经死了？好了，赵老爷子，如果燕钱再和你联系，请务必要告诉我，我要见他一面。没问题。皮先生的诊费是多少？等你去清江，我给你完全治好了之后再说吧。爷爷，你去清江的时候，我也想去。可算有让你动心的年轻人了，我还以为你的眼光不会有看上的人呢。爷爷，我哪有动心？从赵家出来后，他给雷霆打去了电话，让他调查一个叫燕钱的人。明天是叶家老爷子的80大寿，苏总，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给他祝寿？那天的寿宴怕是会有变故。什么变故？难道还有人敢去叶家老爷子寿宴上闹事？皮洋洋轻轻摇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车子很快开到苏氏集团，两女下车后，皮洋洋的手机忽然响起。皮先生，出事了，小婉不见了。怎么回事？他昨天下午去参加试镜，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来。我们打他手机打不通。那你们报警了吗？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知道了，您别急，我现在马上过来。很快，他便来到陆小婉家的小区门口。皮先生，我知道你的本事大，认识的人多，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小婉。她要是出事了，我也活不成了。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她。您先和我说说，昨天是什么情况？昨天下午，有个人找到他，说是让他去录音棚试镜。我们没有多想，就让他跟着去了。可是皮洋洋听完，心中已经基本明白了，十有八九，陆小婉是遇到了骗子。阿姨，先去家里找一件小婉的衣服，最好是最近穿过的。
没洗得更好。回到家中，盛杰很快拿着一件内衣走了出来。就这件是昨天刚换下的，还没来得及洗。扎一点血滴上去。盛杰找来针线，在手指上扎了一下，挤出一点血滴在胸衣上。皮洋洋拿着胸衣，快速捏着指诀。天令归我心，9天追人魂，长手轮3春。3分钟后，皮洋洋突然双眼一睁：“阿姨，不要担心，小婉现在没事，我一定会把她给您找回来。”谢谢。要是找回小婉，你让我们家做什么都可以。皮洋洋没有回答，直接向门外走去。上车后，他给蔡文山打去了电话。蔡爷，有件事要你帮忙。皮先生，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出城西南30公里，是什么地方？是鸡公岭。皮先生在那里遇到麻烦了吗？你马上调几个精干的人去鸡公岭下等着，我马上到。好，我亲自带人过去。没多久，他来到鸡公岭，蔡文山已经带着几个人赶到了。皮先生，究竟出什么事了？我的一个朋友被人抓走了，应该就在这山上。等会你的人仔细搜索，如果有所发现，不要惊动对方。什么人居然敢动皮先生的朋友？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记住我说的话，让你的人注意一点。您放心，这些人跟随我多年，十分精明。这山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原来有一座尼姑庵，不过几年前就已经废弃了。好，你和我上去看看。这是给老爷子准备的寿礼，不能有任何意外。威哥，这里这么偏僻，不可能有人找到这里来的吧？小西使的万年船，你打起精神给我看好它，别出什么幺蛾子。他刚从屋里出来，就见一个人影缓缓向他们走来。你是什么人？这里是尼姑庵，你们一帮大老爷们守在这里做什么？看来你是冲着我们来的。没错，如果你们识相，就把那个被你们绑走的女孩给交出来。就凭你也敢说这样的话？随即发出一声激烈的口哨声，只见几个人围了过来。小子，你的胆子确实不小，不过今天你注定要死在这里了。是吗？你看清楚，他们是你的人吗？威哥一怔，蔡爷，你怎么会来这里？马上交出那个女孩，我可以饶你一命。我在山上布置了不少暗哨，居然还是让这么多人无声无息地摸上来了，看来已经全部被这些人给解决了。蔡爷，我知道你的威名，不过我不能把她交出来。蔡文山不清楚这些绑匪的目的，也不敢轻易动手，万一给陆小婉带来伤害就麻烦了。据我所知，这小姑娘家并非什么大富大贵，你绑架她意义何在？这件事您就别问了。总之，等这件事完成后，我一定会给蔡爷一个合理的解释。看来你是真不想活了。阿龙、阿虎，救人！他的话音刚落，阿龙、阿虎、皮洋洋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尼姑庵中负责看守陆小婉的人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就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了。皮大哥，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事了，不要害怕。你们为什么要绑架陆小婉？威叔咬紧牙关，不肯出声。阿虎抓起一个小弟，直接将他向上抛了出去。我说，明天是叶家老爷子的80寿诞，我们是奉命绑架这个女孩，作为寿礼，明天送给叶家老爷子。叶家老爷子德高望重，怎么可能要你们做这样的事？蔡爷，我句句是真话。皮先生，我看这小子没安好心，想挑拨我们去对付叶家人。叶家老爷子德高望重，他也配？蔡文山一愣，惊疑地看着皮洋洋。现在我该怎么做？你把这些人守住，明天中午之前不许他们离开。明天上午11点，你准时带着他们去寿礼现场。我要给叶家老爷子上一份特殊的寿礼。好，这里交给我，你尽管放心。小婉，你和我下山，你爸妈在家里等你，非常着急。皮洋洋把陆小婉送回家后，并未返回公司，而是来到红梅山庄。皮神医，你这是有什么事找我？明天是叶天雄的寿宴，你打算给他一份什么样的寿礼？那个老东西不配我给他祝寿。不，明天的寿宴你必须去，我给他安排了一出大戏，你应该去看看。一大早，秦玉洁也在准备今天的寿礼，只是寿礼却让他有点为难。正在这个时候，秦四海拿着一罐茶叶出来了。这是皮洋洋拿回来的，我觉得这是好茶，我喝了有点浪费。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就把这罐茶叶送给叶老爷子做寿礼。秦四海，你是不是脑子缺根弦？皮洋洋给你的能是什么好东西？搞不好是哪个垃圾箱里捡回来的吧？你们为什么就是看不起皮洋洋？我告诉你们，先不说这里面的茶叶怎样，就是这只茶罐就价值10万以上。你疯了吧？这样的罐子那时候在合作社才几块钱一只，你居然说它价值10万以上？爸，你认识古董？这罐子你温伯伯看过的，他想要15万买，我没卖。那你真是个傻子。秦玉洁却心中一动，一把接过了罐子。玉洁，你不会真打算拿这只破罐子去做寿礼吧？不要到时候没讨好叶家人，反而把叶家老爷子惹火了。我先拿去让温伯伯再看一眼，他要是说没问题，我就拿它去做寿礼。说完，秦玉洁已经抱着罐子朝门外走去。
皮洋洋拿回来的东西，你们居然也相信？真是的！你敢相信吗？80岁的老爷子过手，竟然派人绑架一个小姑娘作为自己的寿辰礼物。你说这只瓷瓶值20万？温墨大师确实是这么说的。来这里之前，我还特意找他重新做了鉴定。二叔，你是懂古董的，你给看看。这应该是近代的，做工粗糙，肯定是出自民窑。也就是说，这玩意不值钱了。呼呼外行也许还行吧。闻言，叶风柳接过罐子，冷然盯着秦玉洁。秦小姐，我看你是真没把我叶家放在眼里啊！拿这么一个破玩意来给我爷爷祝寿。随即，砰的一声，瓷罐瞬间砸得粉碎。都怪咱爸，居然相信皮洋洋那小子能给他什么好东西，现在把我们给坑了。就在这时，一个头上挽着道士髻、身穿道袍的老道大步进来。黄真人，您怎么来了？我与令尊可是多年好友，令尊寿诞，我岂能不来祝贺？随后，他俯身捡起几片茶叶，凑近鼻子轻轻闻了闻。黄真人，这些可不是什么好茶叶，是一个不懂礼数的人送来做寿礼的。只见黄真人眉头微微蹙起，摇了摇头。叶公子，这可不是一般的茶叶，这是极品猴魁。你可知道这茶叶在市面上是多少钱一斤吗？足足100万。闻言，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黄真人。这种品相的猴魁居然被撒了，真是暴殄天物啊！这茶叶居然值这么多钱，皮洋洋在哪里弄到的这么好的茶叶？各位好友，各位亲朋，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老朽今天的80寿宴。就在这时，苏雪晴、皮洋洋也来了。苏雪晴，你居然还有脸来我们叶家？叶公子，今天是老爷子80寿诞，我来为老爷子祝寿，是理所应该的。为我爷爷祝寿的人多的是，不差你苏家。你少来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我们叶家不欢迎你们。我爷爷近日不在清江，去了滨海，今日前来，我也是奉了我爷爷的委托。我再说一次，叶苏两家势不两立，叶家不欢迎你们。小柳，来者是客，岂能拒之门外？说出去，别人还以为我叶家没有容人之量。多谢老爷子宽宏大量，我代表苏家祝老爷子健康长寿，福与天齐。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该来，搞得好像我们是来认错的一样。今天如果不来，就会错过一场好戏，到时候你会觉得很遗憾的。好戏？什么好戏？就在这时，红梅山庄主人梅夫人也来了。好戏开始了。叶老爷子，每晚停住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此时的叶天雄心中确实有点紧张，昨天他还亲自给梅夫人打了电话，让他今天不要离开红梅山庄。谢谢梅夫人。就在这时，梅夫人突然大笑了起来。叶天雄，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来给你祝寿的吧？梅夫人，你什么意思？我叫梅婉婷，在我18岁那年，被迫成为了叶天雄的情人，后被叶天雄带回清江，并被其圈养在红梅山庄。梅夫人的这番话，现场顿时安静下来。这件事瞬间让不少人凌乱了，心中对叶天雄的认知彻底被推翻，一时之间难以置信。我说了，今天这里会上演一场好戏，你们只管看就是，这才只是刚刚开始。梅夫人，请自重，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编出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想讹诈我叶家，那你就想错了。叶天雄这些年给过我不少钱，我想要钱还需要问你们讹诈吗？你胡说八道，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离开。叶天雄，你除了红梅山庄，还有好几座山庄，每一座山庄中都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苦命女人。这一句话不至于一个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开，引起一阵骚乱。此时的叶天雄面色阴沉，双眼中迸射寒光。梅婉婷，你疯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诋毁我？我诋毁你？梅夫人再次放声大笑了起来。今天你一定在等一件特殊的礼物吧？会有人为你物色一个年轻的女孩送到你的床上，没错吧？你闭嘴！这些年我可曾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这么对我？风雷堂清江分堂蔡文山前来给叶老爷子拜寿，你看看这位姑娘，是我给你备下的寿礼，可还满意？蔡文山，我与你并无仇怨吧？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故意陷害我？这个人叶老爷子应该认识吧？救我，老爷子救我！这人是谁？他可是青龙会老大，一直效命于叶家。怎么，叶老爷子真不认识了？胡说八道！我叶家从不与江湖帮派有任何来往。顾威，看来叶家老爷子并不认识你，你和我说的假话呀！郭威浑身一震，惊恐地说道：“我没有说假话。那好，那你就把昨天和我说的话在这里说一遍。我是奉叶老爷子之命，物色一名年轻女子，我们绑架了陆小婉，准备今天晚上送到松月湖边的别墅中去。你胡说八道！”话音刚落，叶天雄砰的一声倒在了台上。报应，这就是报应。有人曾经和我说过，他过不了80大寿，
看来他没有骗我。话音刚落，梅夫人也倒了下去。皮洋洋的眼眸中也闪过一丝黯然，他早就看出梅夫人在来这里之前就服了毒药，他今天是一心求死。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等我？我能看看你的屁股吗？别，你究竟是什么人？想要做什么？在你的左边屁股上是不是有一个燕子印记？闻言，皮洋洋猛然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少爷，是老奴无能，20年前将少爷弄丢了。原本以为少爷可能早已经遭遇不测，没想到老天有眼，少爷居然还好好活在世上。皮洋洋感觉到一道惊雷在自己的头顶炸响。从小到大，师傅还有福伯都说我是在罗汉山捡回来的，可现在宴前却称呼我为少爷。我是哪家的少爷？我究竟是谁？少爷，以前的事你一点也不记得了吗？我只知道我叫皮洋洋，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不，你姓燕，你是京城燕家的小少爷燕阳宇。我是京城燕家的少爷燕阳宇。没错，所有燕家男丁身上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记。这么说，我真的是燕阳宇。随即他上前2步，将燕前扶了起来。我年轻的时候犯过不少错，是你爷爷燕雪松救了我，并让我进入燕家，给我改名燕前，后来让我当了燕家的大管家。燕家当时可是京城第1豪门，可是一场横祸降临，几十口人一夜之间殒命，杀手肆虐，家主情急之下将小少爷托付于我，让我务必将你带出京城。我逃至清江，本以为已经摆脱了追杀，不料对方依然追了过来。一场激战后，我身负重伤，坠落悬崖。当时你就放在这个位置。你是在这里被打下悬崖的？没错，我原本以为必死，却没想到坠下悬崖时正好被一根突出的树枝挡了一下，捡回一条命。但等我醒来，重新回到这里时，小少爷和那些杀手都已经不见踪迹。那你知道凶手是谁了吗？没有，20多年来，我无一日不在寻找当年的凶手。这时，皮洋洋掏出了那枚玉坠。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既然我姓燕，玉坠也是我燕家的信物，那为什么在玉坠上刻着的是一个皮字？这玉坠并非燕家祖传之物，而是家主无意获得。原本一共有5块，另外4块在其他4大家族手中。既然另外4块是在那4家手里，你手上的玉坠是哪里来的？说来也巧，我在与杀手拼杀时，无意从其身上抢夺过来的。我听高坎村的圣武爷说，当年在他隔壁的皮家一共有3块玉坠，那皮家又是怎么回事？按照雷霆、赵主任和燕前所说的话来判断，当年凶手其实就是为了我身上的玉坠而灭门燕家。那么皮家的3块玉坠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皮家几口人已经全部被大火烧死，玉坠也不知去向。老奴怀疑当年的血案很有可能是黑神殿所为。黑神殿是什么组织？一个江湖门派，势力十分庞大，在各地都设有分部。你怎么会觉得当年燕家的血案和黑神殿有关系？燕前从身上摸出一块黢黑的令牌，递给了皮洋洋。这是我在返回京城燕家大火现场在灰烬中找到的。经过我多年的查证，这块令牌来自黑神殿。黑神殿，如果真是他们所为，我一定灭了他们。只要找出凶手，老奴必定陪着少爷讨回这笔血债。那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少爷不必担心，我有地方住，就在清江。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及时告诉我。家主要是知道小少爷还活在世上，而且还一身本事，必然全下欣慰了。福伯，你知道京城燕家吗？福伯依旧是那种古井无波的表情。不知道。我屁股上的燕子印记，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一个胎记，能有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说你是什么天选之人？燕家是京城第1家族，他居然说不知道。我姓燕，我是京城燕家的后人。上人把你捡回来的时候，你身上就只有1块玉坠，所以你姓皮。你倒是想姓燕，可是燕家的祖宗不会认你这个冒牌货。还有，你要是真敢姓燕，皮家的先人一定会爬出来找你。皮洋洋眼珠子一转，忽然好奇地问道：那领导在什么地方？你先赚够奶粉钱，8月15前，我自然会告诉你的。苏总，秦氏集团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还能有什么事？肯定是他们的逍遥丹出问题了呗。确实是，早期服用逍遥丹的人，最近忽然发现功能基本丧失了，而且他们很多人去男科医院去治疗，男科医院也没有任何办法。苏雪晴则是一脸愕然地看着皮洋洋，马上通知销售商，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告知所有销售点，贴一则告示。什么告示？凡是近期服用过逍遥丹的患者，不要盲目服用猛龙丹，那样不但没有效果，还会引起不良反应。丽姐，按照他说的去办。秦氏集团，秦玉洁已经焦头烂额。秦总，几个代理商都已经到公司了，
他们是来追究责任的，怎么办？联系胡鸾来，让他马上来公司。现在逍遥丸出了问题，一定是他提供的药方有缺陷。好，我马上去打电话。秦玉洁随后来到会议室，冲着所有人深深鞠躬。各位，对不起，出了这样的事，是我们秦氏集团的责任，我在这里郑重向各位道歉。道歉有什么用？现在我公司连门都不敢开，全被一些前来维权的患者给堵死了。逍遥丹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公司别的药品销售，现在外面都在疯传，说我们公司卖的是假药。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吧？如果处理不好，大家都别想好过。我很理解各位现在的心情，请大家相信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方法，给大家一个交代的。能有什么方法？这款药如果检测出有问题，我们还会受到处罚，甚至被关停，这损失算谁的？各位，逍遥丹的配方是来自胡家金坊，胡家代表胡鸾来，马上就来公司，等我们做出评估后，再给大家一个答复。你们把药效吹得那么神奇，结果却是这样。我老婆天天吵着要和我离婚，你说这怎么办？就在这时，胡鸾来急匆匆的来了。我胡家金方是不可能有问题的，我只负责提供药方。现在产品出了问题，肯定是出在生产环节。听到这番话，秦玉洁顿时懵了。胡鸾来这是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秦氏集团啊！事已至此，我们之间的合同立即终止，期间所造成的损失一概由秦氏集团负责。几个销售商的态度完全一致，秦玉洁的面色变成了死灰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完了，秦家完了。皮洋洋从苏氏集团出来，就给燕钱打去了电话，让他去燕归楼等着。千亿奶粉钱，光靠运气一点一点的赚，不知道要赚到什么时候去了。距离8月15也没多少日子了，如果不抓紧时间赚钱，到时候拿什么上领导？钱爷，问你一件事，你要是方便就告诉我。少爷垂问，哪有不方便的？你手上有多少钱？少爷缺钱，你不是苏家女婿吗？苏家卡你开销。我能开销多少？我要钱急用，不好问苏家。说来惭愧，当年老主人给我的钱是10个亿，这么些年我不敢过于激进，只是做了一些小投资，赚的不多，也就100来亿吧。皮洋洋心中一突，双眼睁大。100来亿？确切的说是130亿。少爷，如果不够，我这里还有一点，虽然不多，但也是少爷的。说话的女人叫徐玲，她曾经在京城燕家是皮洋洋的奶妈。您的钱为什么也是我的？我现在没有什么亲人，只有瑶瑶和少爷。瑶瑶还小，用不上这笔钱。如果少爷要用，可以先拿去。徐姨，您的钱就没必要了，给瑶瑶留着。如果少爷需要，我可以把燕归楼卖出去。那可不行，我现在把这里当成我的第2个家了。你要是把它给卖了，我以后想回家怎么办？谢谢少爷，可是我真的想帮少爷。你要帮我，以后有的是机会，总有一天我会让燕家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燕前，徐玲同事一震，肃然的点了点头。少爷，你说吧，要多少？我不需要你给我钱，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少爷请吩咐。叶家马上就会出售资产，别的你不要买，买下 BK 广场。燕前和徐玲同时吃了一惊，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BK 广场据说当初叶家投资了上千亿，少爷真想要买下？少爷，你不是开玩笑，投资1000多亿的项目，你让我100多亿买下来？不是100多亿，是100亿，多1分都不要。我是听说 BK 广场出了事，好像是风水有问题，那叶家也不可能这么便宜卖掉吧？风水有没有问题，得分在谁手上。叶家如果不卖掉 BK 广场，他们就会撑不下去。所以您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找叶家谈。我明白了，既然少爷这么有把握，我肯定遵照吩咐去做。记住一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那是我让你买的。最好钱爷在清江注册一家公司，再去谈判。我明白了，这是少爷准备重新崛起燕家了。少爷放心，你说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燕家能否重新振兴，就靠你们助我了。上集说到，秦氏集团生产的逍遥丹出了问题，秦玉洁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她神情恍惚地回到家中。妈，等会记得和我姐说，你看皮洋洋那小子都开那么好的车了，我开的还是那辆皮洋洋都不想要的破车。你说的也对，现在那辆破车的确不符合我们的身份了。我要买辆奔驰大 G， 妈出去打牌，我开车送你去，你也有面子。就在两人高兴的时候，秦玉洁进了屋，坐在一角的秦四海看出了女儿的神情不对。你们能不能不要老想着买车的事？玉洁不容易，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先让她再缓缓。瞧你那窝囊样，公司现在这么好，赚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我姐这么辛苦，买辆车不是应该的吗？弟姐，我们家那辆破车是不是该换掉了？换车？对啊，你弟弟也老大不小了，你让他整天开着那辆破车，哪有女孩看得上他？妈，买车的事能不能缓缓？还缓什么？你现在把公司做得这么好，家里买辆车不是很正常的吗？
公司现在遇到困难了，能不能挺过去都不知道，你们还想着买车？闻言，一家人全都呆住了，惊愕地看着眼圈发红的秦玉洁。不是说一直发展的很好吗？前不久还引进了新的生产线，怎么突然就困难了？公司生产的逍遥丹出了问题，所有的经销商都要和我们终止合作，还要追究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听到这句话，秦玉浑身颤了一下。逍遥丹出了什么问题？一些服用过逍遥丹的患者反映，在服用一段时间后，不但药效没了，还让他们完全丧失了功能。秦玉的面色顿时变得苍白，双手发抖。严金凤惊愕地看着他：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也吃了？可是我没感觉到哪里不对啊。你还没有女朋友，为什么要吃逍遥丹？你那么凶干什么？吃了就吃了，几颗药值多少钱？至于让你气成这样？秦玉洁有点抓狂，他知道和严金凤说不清楚。你不要再吃了，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吧。有这么严重？要是不严重，公司至于会遇到危机。那药方不是胡家给的吗？怎么会出问题？别提胡家了，出了问题了，他们倒是甩得干净，什么责任都不承担。我说过，做什么事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来。你就别马后炮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要是有本事，倒是说一个解决的方法出来。都怪皮洋洋那张乌鸦嘴，他好几次对我姐说逍遥丹有问题。这个白眼狼都离婚这么久了，还憋着害我们家。你们是怎么想的？皮洋洋提醒玉姐，明明是好心。他能有什么好心？他是被我们扫地出门了，想要报复我们秦家。你们别争了，这事确实不能怪他。他提醒我几次，我都认为他是故意吓唬我。现在看来是我错了。皮洋洋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你们偏不信。你闭嘴吧！给了你一罐茶叶，你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你也就那点出息。姐，那现在这事你打算怎么办？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我看不如去求皮洋洋，他肯定知道解决的方法。小皮是个重情义的人，不会见死不救的。你想什么呢？你让玉洁去求皮洋洋，他算什么东西？秦四海虽然一如既往地对严金凤感到害怕，但这一次他像是鼓足了勇气。皮洋洋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不堪，他是有真本事的人，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而已。爸妈，你们不要争了，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说完就朝门外走去。秦玉洁此刻感觉到头痛欲裂，秦四海也没有了心情，跟着走了出去。玉姐，有些事不能总听你妈说，你得自己有个主意。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皮洋洋已经离开了秦家，还怎么可能帮我们？试试吧，也许他会念及你们当初夫妻一场，出手帮这一次。沈少，你别急。我能不急吗？这逍遥丹怎么没用了？你不会还不知道吧？逍遥丹出问题了，长期吃的话会对男人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闻言，沈景斌浑身一怔。逍遥丹是你们公司生产的，有问题你怎么不早说？故意坑我？要不是今天上午很多经销商前来公司终止合同，我也不知道逍遥丹出事了。此刻他感到绝望，也感到无比惊恐。随即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艾少，你有没有吃过逍遥丹？没有，我听说逍遥丹出事了，幸好我一直吃的是猛龙丹。猛龙丹没出事吗？没有啊，猛龙丹很好用。一个腿断了的人都比我强。猛龙丹哪里能买到猛龙丹？苏氏医药出了声明，说凡是吃过逍遥丹的都不要吃猛龙丹，否则的话会造成终身无法逆转的伤害。闻言，沈景斌一脸的绝望，他赶紧又打出去一个电话。猛龙丹是皮先生的配方，他是神医，肯定有解决的方法，你直接去找他。皮先生是不是皮洋洋？就是他，你最好早点去找他，免得时间拖久了，问题越来越严重。挂了电话，沈景斌都要哭了。还越来越严重？这已经够严重的了。上集说到沈景斌吃了逍遥丹后，身体出现了问题。第二天，他就来找皮洋洋。兄弟，能不能借一步说话？皮洋洋上下看了他一眼，心中便大概知道了情况。都叫上兄弟了，看来这家伙是真急了。你我的交情还没到那一步，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他没有像沈景斌一样压低声音，吓得沈景斌四下张望，生怕别人知道他的糗事。兄弟，请你帮个忙。你是因为吃了逍遥丹，身体出了问题，想让我给你治病吧？对，你有办法治吗？当然，只要我出手，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请兄弟出手，至于诊费，一切好说。不过诊费有点贵，你看看要不要治？是，再贵也要治，1000万1两。我亲自调配的药酒，用了几十种珍稀药材。闻言，沈景斌瞪大了双眼，他简直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什么酒要1000万1两？你可以去问问万家人，万家老爷子差点嗝屁，喝我的药酒，现在还不是活蹦乱跳的。好，我买，我马上就给你1000万。你这病大概需要7两酒，你要给我7000万。他怔怔地看着皮洋洋，一时半会说不出话来了。喝我的酒，你就又能生龙活虎了，以后再改吃猛龙丹。
还不是嗷嗷叫？哦，我买，不过我手上没这么多钱，我要打电话回去。那沈少现在打电话筹钱，我回去给你取酒。没多久，皮洋洋就拎着一个瓶子回来了，里面装着黑不溜秋的液体。转完账，拿到酒，他一阵肉痛。1天1两，不可贪杯，喝多了，你这小身板可受不了。兄弟，这酒真的有效吗？你放心，效果杠杠的。嘿嘿，好，要是有效果，我一定给你宣传。这1000万1两的酒，一般人可买不起。这世上的大冤种虽然多，但也是有限的。你给沈少的药酒，不会就是当初你给万家老爷子的那些吧？差不多吧，就是往里面放了2颗猛龙丹。你不是说近期吃了逍遥丹的人不能吃猛龙丹吗？我要不这么说，能有今天的大冤种给我送奶粉钱吗？苏雪晴、郑丽顿时一脑门黑线。我去燕归楼吃饭了。说完便往外面走去。走这么快，怕我蹭你一顿饭？他最近怎么老是去什么燕归楼吃饭？妈，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姐和花少的婚事定下来，这样秦氏集团的危机才能化解。你放心，花少本来就喜欢你姐，我姐毕竟是2婚了，不知道花家会不会愿意。2婚怎么了？他们又没孩子，有什么影响？皮洋洋，你怎么阴魂不散，到哪里都能遇到你？杨子，他们是谁？前丈母娘和前小舅子。皮洋洋，你不要得意，玉洁马上就要嫁给花少了。你是想要我恭喜你们秦家，恭喜秦玉洁？当初不知道你那死鬼师傅用了什么花言巧语，才让秦家的老爷子同意让你进了秦家。这就是你的前丈母娘啊！看来你离开秦家是正确的。你谁呀？也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他是我朋友，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和秦家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严金凤气的脸色都变了，难看到了极点。你什么玩意？苏雪晴好，捡破烂当小三，臭不要脸！严金凤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皮洋洋，你敢对我出手？你为老不尊，嘴上无德，你有什么气可以冲我来？不要祸及无辜。说完，皮洋洋就朝饭店里走去。秦宇看着皮洋洋离去的背影，但又不敢多说什么。包间中，花柳冰吃惊地看着愤怒的严金凤走了进来。阿姨，你这是怎么了？还不是皮洋洋，我妈就说了他一句，他就动手打人。欢少，你要是以后和玉洁结婚了，他打我就是打你的脸，这口气你得帮我出啊！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后悔的。你看你和我姐的事能不能确定下来？玉洁离了1次婚，虽然我不在乎，但我的家人都很在乎。花少，那要怎样才能让你家里人同意？秦氏集团现在正面临退货危机，我与玉洁结婚后，秦氏集团肯定需要我花家出手相救，不过我花家不能白救秦家。闻言，严金凤、秦宇惊愕地看着花柳冰。那花少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秦氏集团归属花氏集团旗下，实际控制人是我，秦玉洁依然可以是秦氏集团总裁。听到这里，母子2个明白过来了，花柳冰这是想要吞并秦氏集团。我知道你们也做不了主，你们回去后和秦氏家族的人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可以，我就和玉洁订婚。我回去就和玉洁商量，一定会给你一个答复。说着，拉了一把秦宇，狼狈地向外面走去。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真以为我会稀罕？不是因为你秦氏集团，我会费尽心机去追她秦玉洁。上集说到秦氏集团生产的逍遥丹出了问题，秦玉洁走投无路，只能找皮洋洋帮忙。说吧，找我什么事？秦氏集团的事，逍遥丹出事了，你都知道了吧？我知道，原来我提醒过你几次，可是你不信。你和我说过，逍遥丹的配方有问题，需要完善，你有办法改良，是吗？我当然有办法。你能把逍遥丹的改良方法告诉我吗？皮洋洋轻轻摇了摇头，秦玉洁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瞬间破灭。皮洋洋，你非要这么绝情吗？你觉得你有资格和我说这句话吗？以前是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你，可是现在都已经这样了，还有必要揪着以前的事不放吗？我揪着以前的事不放，我有找过你们家半点麻烦吗？反倒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在我面前挑衅。那你为什么要打我妈？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长辈。他难道没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吗？他承认自己确实说了你几句。他说苏雪晴是捡破烂当小三，臭不要脸。听到这句话，秦玉洁微微一怔。他真的这么说的？你自己的母亲什么德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秦玉洁的脸色变得苍白。我知道是我妈不对，我代表她向你和苏总道歉。道歉就没必要了，你我既然已经离婚了，那就是桥归桥，路归路，以后还是互不打扰了吧。你真的不能帮我吗？我是曾经想过要帮你，可是你已经将我心中仅有的那一点眷恋消耗殆尽了。我在苏氏医药有股份，如果我出手帮你们，那不是帮自己的竞争对手吗？好，我明白了，既然这样，那打扰了。说完，大步向外面走去。苏雪晴的办公室，听完郑丽的描述后，她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郑丽。她真是这么说的？当时秦玉洁的脸都白了，看上去非常绝望，我看着都有点不忍心了。其实这家伙
还是挺有原则的。我看这不是原则，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喜欢上你了。我可没看出来，快去忙工作吧。秦氏集团暂时起不来了，我们必须把产能搞上去，同时做好迎接新客户的准备。叶氏集团这几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短短几天，市值就蒸发了将近40%。大哥，这怎么办？如果还不拿出办法来，叶氏集团就真的完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舍居保帅了，将出问题的 BK 广场卖出去。那可是我们叶氏集团目前最大的项目，把它卖掉，是不是太亏了？我们叶家的风水问题就是出在 BK 广场。罗真人说了，是有人在针对我叶家下手，我倒想看看是谁在和我叶家作对。叶元兴猛然醒悟过来，轻声说道：大哥的意思是破坏 BK 广场风水的人，其目的就是要拿下那里。应该是，要不然他为什么只搞这一个地方？只可惜连罗真人也破不了他设的风水局。有道理，等找出这个人，我非干掉他。少爷，叶家出公告了，准备出售 BK 广场这个项目。你还没去吧？叶家刚刚发布的公告，我觉得不用急着去，毕竟是风水有问题的项目，不会有人抢的。我怎么把这点给忽视了？叶家人不是傻子，他们指定要割舍 BK 广场，肯定是想找出破坏其风水的幕后之人。钱爷，您提醒了我，您确实不用着急，等2天再去。随后，他驱车来到叶家大院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从身上取出一张符咒。叶家人，你们想要干掉我，那我只能让你们没有好日子过了。所有孽债皆因你叶家杀意而起。说完，他手一扬，符咒像是风中树叶，飘飘扬扬飞上了半空，悬停在叶家大院上空。皮洋洋快速默念了句朕，只见飘在空中的符咒骤然在。2天后，叶家兄弟齐聚叶氏集团小型会议室。大哥，公告已经发出去2天了，还是没有任何人来询问，肯定是都知道那里风水有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来吧？如果还不赶紧卖出去，银行和相关部门就会采取强制措施了，到时候叶家就再也难翻身了。大哥，咱爸把公司交到你手上，这才几天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就在这时，叶风柳急匆匆地闯了进来。爸，有人来了。没看到在开会吗？有人来了，至于这么大惊小怪？不是，是来买 BK 广场的。在哪里？把他请到这里来。不用了，我已经不请自到了。只见烟前走了进来，自我介绍一下，烟前，宇阳投资公司总经理，这位是我的助理徐林女士。宇阳投资是清江的吗？是，公司刚成立不久。我是叶氏集团董事长叶元阳，听燕总的口音，好像不是清江人。不是，我是京城人。叶元阳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燕总是要买下 BK 广场吗？没错，我就是看到叶氏集团的公告才过来的。那你知道 BK 广场的投资是多少吗？投资多少我并不关注，我只需要知道你们现在打算多少把它卖出去。600亿，如果燕总觉得合适，马上就可以签订合同。烟前轻轻摇了摇头。100亿。叶家兄弟全都吃了一惊，投资1000多亿的项目，你居然出100亿，你觉得可能吗？在我眼里，它就只值100亿，多了，那你们找别人吧。你凭什么觉得能100亿拿走价值1000亿的项目？ BK 广场的风水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我买下 BK 广场，如果风水问题无法解决，那么这个项目就会砸在我手上，我一样会血本无归。我明白了。BK 广场的风水就是你做的手脚，为的就是逼着我叶家将这个项目卖给你。凡事要讲究证据，如果你们叶家人都这么认为，那我现在就告辞。老二，你少说2句，燕总能不能再商量商量？100亿，你们愿意就成交，不愿意我不勉强。请燕总先去会客室休息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我没多少时间在这里浪费，10分钟没有结果，那就请你们联系下一家吧。大哥，他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居然欺负到我叶家头上来了。京城姓燕，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厉害的人物是姓燕的啊！这老头究竟是什么来头？你们没有看出来吗？他不过是一个跑腿的，他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针对我叶家在设局。大哥说的有道理，真正的老板并未露面。不过目前我们必须想办法渡过难关。大哥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真要100亿将 BK 广场卖给他？100亿到手，我叶家至少可以缓一口气，等到我叶家东山再起的时候，再来清算这笔账。皮洋洋一早就去了罗汉山打坐，就在他准备下山的时候，手机收到一条信息，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信息，少爷 ，BK 广场已经拿下。随后他立马给童高畅打去了电话。老童，帮忙联系一下郭有年，我有事想要请他帮忙。您找他有什么事？我这里有个风水局，想请他来破一下，你看看他有没有时间。你没开玩笑吧？以您的本事，还需要找老郭？不方便出手。我明白了，您放心，我现在就联系他。
和他一起过来。当天下午，童高畅和郭有年便来到了清江。明天你配合一下，去 BK 广场演一场戏。皮先生，请吩咐。你去做一个道场，把 BK 广场的风水煞给破了。郭有年点了点头，也不多问。次日 ，BK 广场的一侧，叶家三人在好奇地等着。二叔，他们请来了大师。什么大师？难道他的本事比罗真人还厉害？这个人很有名的，是省城有名的风水大师，叫郭有年。郭有年摇动着铃铛，嘴中默念咒语，舞动桃木剑，倒也有模有样。不远处的皮洋洋手中捏着一张他早就画好的符咒，精心等待。随着他的一声呼，手中的桃木剑直指空中，皮洋洋往上一抛，那张符咒立即飞上半空，符咒爆开，瞬间消失。燕老先生，不负所托，这里的风水煞已经破除了，辛苦了，酬金马上奉上。看到这一幕，叶元兴的脸都绿了，他越想越不服气，越想越难受，忍不住走了上去。燕总，好手段啊！你们的这出戏演得不错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为了算计我叶家的 BK 广场，先是在这里设下风水煞阵眼，等到我叶家支撑不住的时候，你们又以白菜价将这里收购，然后撤去风水煞。叶总说这些话，难道是怀疑我设计了这场闹剧吗？大家都是聪明人，这么拙劣的手段，难道还有人看不出？今天你要是不把事情说清楚，就别想离开这里。听到叶风柳的话，眼前目光终于一冷。小徐，你先带郭大师和童老板离开。徐林点了点头，带着有些懵的郭有年和有点担心的童高畅离开了人群。说吧，你们究竟什么意思？只要你愿意退还 BK 广场，我愿意支付10亿的赔偿金。你们叶家以为我是要饭的？老家伙，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得罪了我叶家，我们会让你寸步难行。我倒要看看你们叶家是否能在清江一手遮天。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叶家想要仗势欺人，这就是清江第一大豪门的气势吗？怪不得敢与我叶家作对，原来还有点本事。叶家人现在完全相信，惹恼了这位老者，只怕会丢掉小命。好，我记住了。叶元兴恨恨地说了一句，然后转身就走。爷爷，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起来吧。爷爷，您身体还好吧？我身体很好，倒是你瘦了，也憔悴了。爷爷，我对不住您，秦氏集团被我……这一切都是定数，你也就别多想了，安安心心过平凡人的日子吧。爷爷，我今天来找您，是想请您指点一条明路，要怎样才能让秦氏集团起死回生？你与皮洋洋离婚之日起，就是秦氏衰败之时。当年天阳上人和我说的明明白白，若皮洋洋长留秦氏，则可保秦氏兴盛。可惜秦家终归是没有这个福缘，到手的富贵又亲手推了出去。秦玉洁哑然了。当时他萌生与皮洋洋离婚的念头时，也曾来过这里。秦天雷只说了一句话：皮洋洋若离开秦家，则秦家气运必衰，你还是三思而行。秦玉洁当时根本就不相信这句话。错已铸成，皮洋洋已经成为苏家女婿，再说这些已经晚了。爷爷，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秦氏重新辉煌，除非皮洋洋重新回到秦家。秦玉洁的心顿时冰冷，皮洋洋重新回来，这明显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奶奶还在，她一定会有办法。闻言，秦天雷语气骤然变得冷肃起来。你下山去吧，我已经不问世事，以后再有什么事不必来找我了。爷爷保重。秦家，严金凤像热锅上的蚂蚁，花柳冰坐在沙发上，满脸的沉闷。这孩子不会是想不通，去做傻事了吧？就在这时，秦玉洁回来了。你究竟去哪里了？电话也关机，你想急死我们啊？我去看爷爷了，手机忘在车上了。玉洁，你不知道刚才大家有多担心你吗？花柳斌，你不是想娶我吗？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我马上和你结婚。花柳斌一怔，不敢置信地看着秦玉洁，愣住了。花少，还愣着做什么呢？丽姐答应嫁给你了。什么条件？别说1个，10个、100个我也答应。我只要1个，那就是3个亿的彩礼。严金凤顿时惊住，一脸愕然地看着秦玉洁。当然，这3个亿我不会白要你的，你们花家可以持有秦氏集团49%的股份。但听到这句话，他立即来了精神。虽然秦玉洁只承诺49%的股份，秦玉洁都是他花柳斌的了，剩下的股份还不是早晚的事。这件事有点大，我必须回去和我爸说一声。我给你1天的时间，明天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答复我，我就会放出消息，谁愿意给秦家3个亿的彩礼，我就嫁给谁。好，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而且我会举办一场轰动全城的婚礼。花少，你可要记住时间，别给耽误了。阿姨最喜欢的就是你，就希望你能做我的女婿。奶奶，
这个老妇他认识，是秦玉洁的奶奶应子平。当初天阳上人曾带着他去秦家提亲，应子平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可是就在亲事刚定下不久，天阳上人突然去世，而应子平也同时失踪。秦玉洁的爷爷秦天雷却好像一点也不急，居然也离家出走，去了鞍山寺当了僧人。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和你说一个故事。好，我愿意听。我18岁的时候下山历练，遇见一个人被追杀，我当时没有犹豫，就出手救了他。在为他治伤期间，才知道他也是修道之人。他谈吐风趣，举止儒雅，我很快就被他所吸引。他说他一心向道，不恋红尘，与我相识，缘起即缘灭。可是我不相信他对我会这么绝情。头脑发昏的我，为了试探他，找到他的好友，假装结婚。谁知道新婚那天，他坦然前来祝贺，并与他老友痛饮。当时我万念俱灰，而这场假婚不但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他的好友。和您假婚的是秦家老爷子？对，是他。那个让你伤心的男人，不会是我师父吧？没错，是他。奶奶，那我当初是被师父怎么捡回来的？你就是他在罗汉山捡回来的呀。后来你师父查清楚了，你的真实身份是京城燕家遗孤，你的本名叫燕阳宇。他既然早就查出来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虽然查出了你的身份，但一直无法确定当年制造燕家惨案的凶手是什么人。他担心你的身份一旦暴露，会被仇家盯上。那他为什么要我入赘秦家？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亏欠秦天雷，让你去秦家为他还债。原来我是去秦家替师傅还债的。其实也是他算出你与秦玉洁有3年夫妻之情，所以才安排了这场婚姻。可惜玉洁那丫头守着宝山去寻宝，错过了你，这辈子有得苦头吃了。开什么玩笑，就算你是医生，只怕也是刚从学校出来吧？谁说医生非得从学校出来？壮汉一愣，这么说你连医学院都没上过？没有。小子，你要看清楚了，这里是林家，你一个毛头小子也敢来应着，我看你就没必要进去了，赶紧走吧。今天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要见到病人。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不要怪我了。住手！只见一个身材窈窕、气质非凡的女子快步走了过来。大小姐，怎么回事？这位年轻人声称他懂医术，想要给老太君诊治。我见他太年轻，怕是有些不可靠，正要劝说他离开。既是劝说他离开，怎么还准备动手了？壮汉一个哆嗦，赶紧闭嘴，不敢再出半点声了。你真懂医术？难道懂医术的人都得把那3个字刻脑门上吗？放肆！怎么和大小姐说话的？他说的没错，既然来了，就应该给他一次机会。多谢大小姐，不过有一件事要先搞清楚，我才能进去给老太君诊治。你说？我听说，如果有人能治得了老太君的病，就可以随意向林家提一个条件，是真的吗？是真的，不过必须是我林家能做到的。那就好。还能请教先生高姓大名？在下皮洋洋。好，皮先生，请跟我进去吧。进入房间中，皮洋洋看向躺在床上的老妇，他躺在那里就像是熟睡了一般，要不是因为林家人说他有病，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老夫人的病情我已经知道了。老者一怔，看着眼前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开什么玩笑？这么多医学名家都束手无策，你年纪轻轻就敢来给老夫人诊治？有才不在年高，无才空长100岁。这句话，想必老先生肯定是懂的吧？老者顿时满脸气恼，嘴唇抖了几下。这么说，你自认为你的医术比老夫要高了？我的医术当然比你高。这位年轻人，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他可是我们阳城医学界的泰山北斗罗孝林老先生。听人说起过，不过闻名不如见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名过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老夫人这么简单的病症，你居然束手无策，还胡乱给她服药。就你这水平，难道还要我恭维你是神医不成？罗孝林气得说不出话来，重重的哼了一声。你说我母亲的病症简单，确实很简单。胡说八道！老夫人的病症要是简单，我们这么多名医都无法为其医治。那没办法，这世上庸医太多，还大多自以为是。好，那你说说，老夫人究竟是什么病症？老夫人并非生病，她是中了一种叫红酥手的蛊虫。罗孝林、林静雪及林奇峰惊呼出声。这种蛊虫一旦进入人体，记住会经常感到疲倦、头晕，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加重，就会出现幻觉，并开始嗜睡。醒来的时候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好像没有任何意识。听到皮洋洋的这番话，林奇峰、林静雪的眼眸中逐渐露出惊愕之色。这种蛊虫
侵入人体，快则3年，慢则5年，便会由幼虫成长为成虫。到时候蛊虫会钻入寄主心脏，而寄主也会在那一刻丧命。林静雪、林奇峰骤然一惊，立即担忧地看向床上老夫人。危言耸听，老夫人只是因为气血不畅，血积于肝，气郁于脾，风邪侵于脑，才会导致出现那些症状。什么蛊虫，纯粹是无稽之谈。你就是这样诊断的？这是我们10几个医学名家一起诊断得出的结果。那你们治好了吗？如果能找到昆仑冰莲和3星花，就一定可以治愈老夫人的病症。皮洋洋不再理会罗笑玲，语气淡然地说道：林小姐，老夫人体内的蛊虫已经逼近老夫人心脏，不出1天，老夫人必然心脏破裂而亡。那皮先生可有办法？我早已经说过了，要治好老夫人不难。爸，您拿的主意，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奶奶就这样死了。既然这么多名医都没有办法，我想让这小伙子试试也无妨。林小姐，让人准备1只鸡，还有1只盆来。随后，皮洋洋出手如电，3枚金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扎在了老夫人的胸膈肋骨下。等会她会呕吐，你让她吐在盆里。还有，鸡让她就在缸盆边等着。林静雪赶紧照办，让人将盆和鸡放到床边，然后扶起老夫人。孽障，出来吧！随着话声，老夫人应声而呕吐，一条宛如蚯蚓般的红色长虫掉落在了盆中，雄鸡一口将其直接吞了下去。奶奶您醒了，我刚才怎么了？皮先生，我妈真没事了。以老夫人的身体状况，再活20年不是问题。真没想到，老夫人肚子里居然真的有虫子，亏我还这么相信你。这3年来，我一直让你为我母亲治疗，花费我不少钱不说，还差点害死我母亲。什么阳城第一神医，我看就是一庸医。我也没想到这世上居然真的有蛊虫。来人，把这个庸医给我丢出去。他的话音落下，立即有一个壮汉进来，将罗笑玲给架了出去。皮先生，多谢你对我母亲的救命之恩。不客气，我是听说如果有人能治好老夫人，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个条件，这是真的吧？当然是真的，先生，你现在可以提条件了。听说林家3年前曾购得1株昆仑冰莲，不知道这株药还在吗？难道皮先生的条件是想要那株昆仑冰莲？还请相赠。如果你成为了我林家人，那么别说1株昆仑冰莲，你想要什么，我林家都能为你办到。多谢抬爱，但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昆仑冰莲，还望成全。爸，既然他只要昆仑冰莲，那我们就给他。也许他根本看不上我们林家，我们没必要勉强。既然如此，那我就尊重皮先生的选择，请稍等。随即，林奇峰向外面走去。没想到昆仑冰莲居然这么顺利就拿到了。你看什么？林小姐，我可以给你1张药方，只要你按照药方吃3个疗程，那2块厚厚的海绵垫子就可以丢掉了。你胡说什么？什么海绵垫子？我这是为了你好，免得你以后饿着孩子。林静雪顿时满面通红，羞恼地看着他，想骂却又骂不出口。你要是不想要那就算了。我要。林静雪满面通红，她在听到皮洋洋说的话时早就心动了，胸口的缺陷是她最大的心病。真要？你真能做到？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随即他找来纸笔交给皮洋洋，皮洋洋很快写好处方。这时林奇峰拎着1只小箱子回来了。这就是你要的昆仑冰莲。皮洋洋接过箱子，就感觉到了一股灵气。当初你们林家买这种药是为了给老夫人治病，可是为什么却没有用掉？当初我买回来昆仑冰莲后，他又说还要3星花，可是我悬赏这么久都没有任何3星花的消息。3星花根本就是他瞎编出来的，反正我是不知道有这种药。好他个罗笑林，骗人居然骗到我头上来了。以后皮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林家帮忙的，只管说一声。好，那我就告辞了。皮洋洋刚从林家出来，他的手机忽然响起。皮洋洋，苏雪晴在我手上，如果你不能在1个小时之内赶到城西废弃化工厂，我就让你永远见不到她。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对方是谁，电话已经挂掉。皮洋洋伸出飞速向城西开去，不到40分钟，他就到了工厂门口。此时，蔡文山给他打来了电话。皮先生，阿龙、阿虎被人打伤了，这辆废物说苏小姐被人绑走了，我正在调派人手寻找。不用了，把你的人都撤回去，人我已经找到了。在什么地方？我马上赶过来。不用。说完便挂掉了电话。他不清楚绑架苏雪晴的究竟是什么人，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其叔，我们叶家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自古红颜多祸水，你身为男子汉，当以叶家发展为己任，岂能因为一个女人而祸及叶家？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现在就要把他弄了，好好出一口气。你急什么？等解决了那小子，随便你怎么玩。就在这时，皮洋洋来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是一个毛头小子。皮洋洋，你快走，他们要杀你！你是我老婆，我能眼睁睁的看你被人欺负而不管。叶老七，你们叶家人就是这么卑鄙无耻吗？卑鄙无耻！你与苏雪晴辱我叶家，害得我叶家家破人亡。今天我要取你们两人的性命。很好，叶家人果然该死。皮洋洋，你不要狂，今天这座工厂就是你的丧身之地。叶远景一声暴喝，猛然跃起，足足有3米多高，居高临下，一刀扎了下来。天才，可惜就此陨落。叶风柳浑身一颤，眼眸中露出对死亡的恐惧之色。你不要过来，你要赶过来，我先杀了他。叶风柳，你不该碰苏雪晴的，碰了他，你只能死。真没想到，你一个被秦玉洁踢出秦家的废物，居然……我好恨！到了工厂门口，他给蔡文山打去了电话。蔡爷，洗地了，城外化工厂。苏小姐没事吧？没事，她已经在我车上了。次日，苏雪晴来到公司。苏总，叶风柳死了，有人在化工厂发现了他的尸体。奇怪的是，他好像是自杀的。关心这样的人，你不觉得累吗？我才没那么无聊去关心他，就是想到这个人居然就这么死了，有点好奇。女儿沈怡，女婿苏志文，祝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起来吧，不用整得这么正式。妈，我有段时间没来看您了，是女儿不孝，这里有20万，算是我全家给您的寿礼，请您收下。苏家不是清江的5大豪门之一吗？你身为苏家长媳，回来给咱妈拜寿，就送这么个红包，也不怕街坊邻居笑话。嫂子，你应该知道，你妹夫早就没在公司上班了，公司这几年发展也不顺利，一直是亏损的，最近才好点，所以也没分到什么红。哟，跑娘家哭穷来了。苏雪晴现在是公司总裁，苏氏集团还不是你们家说了算，20万你也真拿得出手？够了，20万已经不少了，而且李经理重不重要？只要他们来给咱妈拜寿了就行。怎么不重要？我看就是他们家发达了，没把我们这一家穷亲戚看在眼里。舅妈，礼金虽然只有20万，但是我爸还特意为我外婆准备了礼物。哦，在哪呢？苏志文将手上的玉金龟板举起，说道：“在这里。”众人全都惊愕地看着他手上的龟板，神情变得十分古怪。我当是什么好东西？这不就是甲鱼壳吗？你拿着玩意给咱妈做寿礼，是什么意思？是要骂咱妈是那什么吗？温玉霞的面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我知道你们就是故意送个这样的破烂玩意来羞辱咱妈。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羞辱咱妈？反正我就没见过谁在寿礼上送乌龟壳的。这可不是一般的乌龟壳，我女婿说了，这东西摆在咱妈的卧室，不但可以安神益气，还能趋吉避邪，甚至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他的话音刚落，杨芳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太太顿时露出了一丝怒意。苏志文，你这寿礼我受不起，你还是拿回去自己供起来吧。妈，这是真的，我女婿说了，这东西确实有那样的功效，如果拿去拍卖，最少得要300万。笑死我了，被你说的这么神乎其神。这只海龟，它是死前是神龟吧？没错，这确实是一只海龟，而且戴姨也猜对了，它生前确实是神龟。妈，他就是沈姨的女婿，叫皮洋洋。你说这乌龟壳价值300万？对，而且如果拿去拍卖，价格只能更高。妈，您别听他胡说，据说他以前入赘秦家的时候，整天就靠着在天桥下摆摊骗人，他的话怎么能相信？是吗？苏雪晴嫁的居然是一个这样的男人，还是2婚的？可不是吗？这只海龟壳我300都不要。苏志文，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沈家人，这龟板我受不起，你收回去吧。妈，既然外婆看不上，那就别勉强了，你把它给我，正好我给你们每人做一个护身符。苏志文只好将龟板交给皮洋洋，只见他徒手连掰几下，就成了一枚枚方形的无事牌。就在这时，林城名医黄连水走了进来。黄连水祝温老太太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您的身体最近好些了吧？好多了，就是还有点心神不宁、夜梦惊醒、精神不振的现象。只要老太太坚持按照我的药方继续服用几天，这些症状很快就会消失。只怕你这药方未必能治好她的病。爸妈，雪晴，这是无事牌，戴在身上能驱邪避凶、益气安神。你们一人一块，回去后找一根红绳穿起来就可以了。黄连水看到地上残留的边角料，还有皮洋洋手上的几块龟壳牌后，神情骤然一惊，双眼猛然瞪大。这是玉金龟板？黄神医有点眼力，
这就是玉金龟板，而且至少藏于海底1000年之久。这么好的东西，你给碎了，真是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黄神医，你这是怎么了？干嘛这么激动？你们是真不知道啊，这是一种变异海龟才会留下的珍稀东西，它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灵药。乌龟壳是可以入药，但也没有你说的这么神奇吧？真是无知，这龟板如果是完整的，只需要摆放在卧室里，就有安神养气、趋吉避邪之功效，常年摆放，甚至还能使人延年益寿。闻言，众人全都怔住了。你说的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行医几十年，品相如此纯正的1000年玉金龟板，我做梦都不敢想能看到。可是皮神医这些废料能卖给老夫吗？行，你想要就卖给你吧。这玩意能卖几块钱？我村里和老头收龟板都只是几块钱一斤。皮神医这些边角料我给30万，您看够吗？杨芳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差点没岔过气去。皮洋洋微笑不语，有些玩味地看向杨芳。再加5万，35万，成交。好家伙，送了20万的寿礼，这一下就赚回去了，还多赚了15万。黄神医，这东西真值这么多钱？当然值，可惜被切开了。如果是一整块，放到拍卖会上去竞拍，500万都打不住。老太太坐在床上，感觉自己血管差点爆裂。当年沈家茶叶鼎盛时期都不值这个价，可是这500万却与自己失之交臂。我现在送你去医院做个检查。躺在地上的年轻人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皮洋洋赶紧扶起他。你想去哪个医院？随便，我是第一次来清江，对这里不熟悉，你决定吧。那就去中心医院。等到他开车离去，不远处的一辆车上，公子这又是何必？要杀这小子，不是易如反掌吗？公子的决策岂容你质疑？你是不想活了吗？你是肇事司机吧？伤者情况有点严重，内脏有轻微出血，有3根肋骨骨裂，左手上臂骨折。那就住院治疗吧。我先去给他交10万，不够我再补交。10万应该差不多了。是我撞的你，你看要不要报警处理？不用，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你。要不是我急着赶路，忘记看红绿灯了，也不会被你撞到。这个年轻人居然还说自己也有责任，这让皮洋洋不禁觉得有点奇怪。2个小时后，盛明从手术室里出来，被送进了病房。盛明，你有家属在清江吗？没有，我家里人都在国外，就我一个人在国内。你不用管我，我这伤的也不重，能自己照顾自己。那行，如果你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随时打我电话。5天后，市中心医院，盛明悄然离开了病房。公子，我已经查清楚了，皮洋洋是一个孤儿，从小被一个叫天阳上人的游方道人收养，生活在清江。早几年他入赘为秦家女婿，但刚好3年便被秦家扫地出门，后又成为苏家女婿，至今依旧住在苏家。这么久，你就查到这些？不，属下觉得这人的身份肯定不是表面这么简单。他曾多次去找过高坎村的盛五爷。盛五爷，当年大先生曾经怀疑高坎村的皮家收养了京城燕家后人，并获得了其身上的玉坠。大先生灭了皮家，但却并没有找到。后来才知道，皮家有一个小子一直住在盛五爷家中，但在事情发生的第2天，那个小子就失踪了。这件事之后，大先生突然病故。前不久，一个当年跟随大先生的护卫无意说出了这件事，属下知道后立即潜入盛五爷家中，可是盛五爷始终不开口，我只能把他杀了。蠢货，当年的玉坠被5大家族一分为5，我父亲穷尽一生之力，也只找回3块，还有2块至今下落不明。你这么做只会打草惊蛇，引起对方的注意，一旦对方有了警觉，想要找到玉坠难于登天。属下知道错了，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你是不是怀疑皮洋洋就是当年皮家的漏网之鱼？听说前不久凤城拍卖会上曾出现过一枚玉坠，就是被他拍走了。我有我的计划，关于我在清江的事，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尤其我爷爷。皮先生，你又来了，你看我都没什么事了，过2天我就打算出院了。听说你恢复得很好，不过也不要急着出院吧。真没事了，我体质好，所以恢复得很快。这几天谢谢你的关照。是我撞了你，你还谢谢我？我在国内又没有什么亲人，你能这么负责任地关照我，我当然应该感谢。你是做什么的？我在一家公司上班，这次来清江市出差，没想到就遇到这样的事。如果还有什么要求，比如需要我做出一定赔偿，你尽管和我说。不用，我觉得你这个人挺不错的，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做朋友。离开医院，皮洋洋的心中有些狐疑，出乎意料，盛明的内伤已经完全消失，就算是他被撞断的手臂，肋骨也基本愈合。盛明竟然是那家高手。为了接近我，他居然冒着被撞死的风险，演了这样一场苦肉计。
他立马给雷霆打去了电话。给我查一下一个叫盛宁的人，越详细越好。另外注意保密，不能惊动任何人。九爷，搞情报不是风雷堂的专长，九爷难道不知道，在九玄门有一个专门搞情报的机构吗？是什么机构？您等一下。雷霆说了一句，居然挂掉了。皮洋洋一阵愕然，盯着手机发呆。这老雷头什么毛病？居然挂我的电话了？他不知道雷霆刚才是说漏嘴了，所以急匆匆挂掉电话，给福伯打了过去。福总管，九爷要调查一个人，找到我了。你说漏嘴了吧？是，一时没想起。那就告诉他吧，有些事情该让他知道的，也没必要瞒着他了。九爷，这个机构叫红衣社，社主魏红衣。虽然他没去过，但他曾经在门口扒拉过几眼，那就是男人所向往的逍遥场所。